小孩子嘴里说想他们，结果一回房，往慕云舒的怀里一猫，就开始打瞌睡。臭小子！荣九思从他的怀里把慕无忧接过去之后，放到小床上。娘亲，无忧想你了。他是个小孩子，睡得原本就早，不等到他回来就不睡觉。算你还有点良心，我相信你是真的想我了。荣九思站在一旁，看着他和慕无忧在一起的样子，心里软成一片。这天晚上他没有折腾慕云舒，因为他今天一上床就伸懒腰，说困要睡觉，不许他折腾他。荣九思听到他的话有些好笑，他又不是色狼，怎么可能会无节制的折腾他？只是真当他抱着他时，他就觉得自己或许真的是头色狼，在他这里他是真的一点自制力都没有。只是他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知道他已经睡着了，他也只能强行忍着。这样忍着，他实在是睡不着觉。他起床走出了房间，叫来了管事杜新之，让他去通知刑部连夜去田府抓人。之前田府的人造谣他的时候，他其实在京兆尹找慕云舒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只是他当时在忙，没时间去找田府的那些人，却也做了些布局。他若是想要收拾谁，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证据。他交代完这件事之后，就又回房睡觉。他回去的时候，慕云舒睡得正香。荣九思看到他睡的模样，唇角微微上扬，转身去净房冲了个冷水澡，这才在他的身边躺下，很快就睡着了。只是他安睡了，田府那边今天晚上就是真正的鸡飞狗跳。田大郎便回了房间，他一回房就看见有人坐在那里。国师，你怎么来了？有些事情要找你，便来了。国师，我们按照你说的去做，可是这件事情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讨到，还落得一身伤。他们今天闹出来的事情实在是太大了，石无星自然也知道了。你想要讨什么样的好处？上次你跟我说，只要我去徐府闹事就能得到大便宜，你现在居然问我有什么好处？徐二夫人是你的亲妹妹，徐英是你的外甥女。我不过是在你的面前提了一句，让你去徐府闹，你就真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吃自己妹妹和外甥女的人血馒头，你可真让人恶心。你找我来做这件事情，现在居然说这样的话，你真的是禽兽不如。禽兽？我也觉得我现在和禽兽没有本质的差别。不过我就算是再禽兽，也不会去害我的亲人。我原本还想和你好好说上几句话，现在却发现完全没有说的必要了。你既然跟我说没有必要，那你来找我做什么？当然是送你去死。田大郎的心里不断生出了极为浓郁的恐惧，他下意识的想要逃，下一刻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石无香自言自语的道：我自小学道，自认为看透了这世间的一切，能善待天下苍生。可是时间一长，我感知不到人间的温度，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生出共情来。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便也不会生出善待，却总告诉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如今我不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但是我却已经会厌恶那些品行恶劣的人。石无星对他道：你去死吧。田大郎呆呆的道：好，我去死。他说完就走了出去。他不知道他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也不知道慕云舒往后会如何憎恨他。他知道当他心里的恶念被放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他跟着田大郎往外走，在他跟着田大郎走出田府，刚过转弯的时候，刑部的人冲进了田府。石无星看着刑部的那些差役，他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下意识的想掐指算一算，却发现他什么都没能算出来。他愣了一下，又算了一下，依旧是什么都算不出来。在这一刻，他隐约明白，他这段时间做的事情有违修道向善之心，用他的道术杀人了，所以老天爷为了惩罚他，将他卜卦的能力收走了。石无星深吸了一口气，手紧握成拳。师父，你是不是也对我很失望？在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田大郎已经爬上了城墙，然后直接从那里跳了下去。下一刻，他就听见有人大声喊道：石无星，果然是你！他知道在他听到这一声的时候，就表示他的道术也在此时失效了。就在见离弦的那一刻，有人一把拽着跃进了阴影之中。王府的侍卫再赶过来的时候，石无星已经不见了，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几个侍卫不死心，便向远一点的地方搜寻。那些侍卫离开之后，石无星问他：你的伤怎么样了？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听说道子一个人来了京城，实在是不放心，就过来看看。道子，你怎么了？我失去了卜卦的能力，方才情绪失控，障眼法的道术
也暂时失效。道子再不能卜卦了。我也不知道以后还可不可以，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道子，你若是不能再卜卦，京城对你而言太危险了，你跟我离开京城吧。你先走吧，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道子还是放不下慕云舒吗？这么多年了，道子试过很多种法子，应该知道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你们之间就没有可能。道子，他可能是你强求都强求不来的人。我知道，但是我不甘心，我身边太危险，你走吧。方才我若是没有及时赶到，道子只怕已经……这种情况，我怎么可能会就这样离开呢？道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若有人要杀道子，那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这又是何必？第二天一早，荣九思就收到了田大郎跳城楼而亡的消息。与此同时，侍卫也过来汇报，他们昨夜在田大郎跳城楼时发现了石无星的踪迹。果然是他。荣九思是真想杀了石无星，只是如今慕云舒每个月需要1枚那种药丸，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配置那种药丸，到如今却并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如今的石无星还不能杀。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石无星抓起来，在他那里得到药方。慕云舒醒来的时候，荣九思已经去上朝了。他没有想到，他不过是睡了一晚上，田府竟就被抄了家。剑妻告诉这是昨夜荣九思半夜下的命令，他整个人都惊到了。还是王爷大气。那是自然，王爷是这天底下最大气的人。石无星真的够狠啊，竟然直接控制着田大郎跳了城楼。好在王爷昨夜派人去查抄田府，今日很快就能公布田府的罪行，否则田大郎这半夜爬起来，再加上之前雪儿夫人的事情，只怕京中会满是说他是被王爷逼死的谣言。看这情景，田府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就是石无星。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石无星会变得如此可怕。他之前其实就发现石无星虽然是修道之人，他对天下苍生却并没有多少怜悯之心。我总觉得石无星还会有后手，他藏匿在暗处，我们不知道他会做什么，难免就会被动。你说的没错，他这样子确实让人防不胜防，我们得寻个机会把他引出来。要怎么引啊？慕云舒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他也有些头疼。剑十一心里有个主意，却不敢说，剑七却把他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哎，石无星不是一直打王妃的主意吗？要不王妃把自己当成侍儿，引得上钩。你可真敢说，这话若是让王爷听到了，一定会扒了你的皮啊！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我刚才都听到了。剑七没理他，对慕云舒道：王妃，你就当我刚才放了一个屁，你什么都没有听到。剑七，你吃什么了呀？你这屁好臭啊！剑七扭头就想打他。你们消停点儿。剑十一，你是想和剑七一起去稻叶湖吗？不想。剑七看着剑十一坏笑了一声。慕云舒虽然想抓石无星，却也不可能用自己去做饵，他上次在他的手里也算是吃了亏。如今马上1个月就要到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下个月会如何。他觉得还是得先把田府的事情处理完。他对剑七道：你让人去散播消息，就说田大郎是畏罪自杀的，先把这事儿定个性。剑七应了一声，正准备离开。等一下，再顺便对外放点谣言，就说石无星如今已经是邪道了，有人看见是他哄着田大郎去寻死的，因为他最近在搜集人的魂魄炼丹。王妃，这样造谣会不会有点缺德呀？都说了是造谣了，哪还管他缺不缺德呀？之前他们坑我们的时候也没有留情面，他说我们逼死徐二夫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啊。所以啊，造谣这种东西那就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既然是不负责任的事情，那就怎么离谱怎么来咯。王妃说的对，我这就去。慕云舒只是让剑七造谣说是石无星拿人的魂魄炼丹，到了那些人的嘴里，则变成了石无星先把人煮了吃了，再用魂魄炼丹。石无星听到这些谣言的时候，长长的叹了口气，他伸手按了按眉心，他不用去猜都能知道这是慕云舒的手笔。在那一刻，他的心里生出了一个十分古怪的想法，若不能让他喜欢他，那就让他恨他好了。不管是爱还是恨，至少他在他的心里留下了痕迹。荣九思今日正在摄政王专属的衙门里处理公务时，宫里的太监过来了。王爷，皇上想要见你。荣九思回京之后，元明帝让他给他传好几回消息，说要见他，他都懒得搭理。今日元明帝又派人来请，他就觉得他可以去见一见元明帝。荣九思走到元明帝的面前问：皇兄找我有什么事啊？他此时听到荣九思的声音，努力睁开眼睛看向荣九思。若不是他有其他的打算，他此时根本就不愿意见荣九思，因为这样的见面都在提醒着他的失败。他真的不愿意把自己如此狼狈的一面呈现在荣九思的面前。朕只是有点想九弟了，所以想要见一见九弟。你不是想我，你只是想看我的笑话。因为我的人传了消息给你，说徐府因为石无星的挑拨，已经跟我
反目为仇了。而徐府手里执掌着不少的兵权，他们对我生出了不满，想要对付我。徐府想要对付我，对你而言就是天大的喜事。你想看我着急上火的表情，想看我愤怒的样子。荣九思此时会这样说，就表示都知道这些事情，很可能这些事情是荣九思让他听到的。你没有猜错，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想让你知道的。连苏说了，你如今这种情形，随时都可能会死，我还不想你死，总归得给你一点希望。这些事情都是你安排的。是啊，皇兄，听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很高兴啊？看到皇兄如此高兴，我也很高兴呢。他这话听在元明帝的耳中就十分欠抽，这种感觉就好像当年他问荣九思的腿什么时候能站起来一样。元明帝额前的青筋直跳。皇兄看起来很高兴呢，我看到皇兄如此高兴，我也很高兴。荣九思，皇兄别这么激动，这对你的身体不好。我和皇兄是亲兄弟，我还盼着皇兄能够长命百岁呢。你别得意。哎，皇兄这句话说的就有些伤我的心了。你是我的皇兄，我是真的盼着你长命百岁的。毕竟只有你长命百岁了，我才能一直做摄政王，帮你执掌着江山。申儿很快就会继承朕的皇位，朕绝不会让朕的江山落到你手里。那皇兄可得努把力了，得让申儿的命长一点，别早早死啊！毕竟如今皇兄能够传位的皇子不多，荣景彻已经废了，其他几位皇子也随时都可能会废。元明帝听出了荣九思话里的威胁之意，他怒瞪着荣九思：皇兄可得好好的活着，只要你敢死，我就帮你把你的儿子全废了。荣九思，你竟然如此狠毒！你之前告诉我，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强者在制定规则，其他人只能配合。如今我是强者，你只能配合我。你也不用得意，就你如今的形势，你一定会众叛亲离。别的不说，光说施无星，他之前对你有多维护，如今就有多么想弄死你。荣九思听到这话，眸光微变。你见过施无星？朕没见过他，是你自己告诉朕这些故事里黑化了施无星。若是你没有和施无星反目，你不会拿他来编故事骗朕。你猜我会信你的话吗？元明帝不语。之前你传位给大皇子的诏书，是不是也是施无星帮你传递出去的？那件事情怎么可能跟他有关系？那是朕做的。施无星是不是还告诉你，他有办法能让申儿顺利登基？没有。他是不是告诉你，他在京中还有很多眼线？他之前做国师时那些信徒，全部都是他的助力？没有。他是不是还告诉你，他能想办法救你，让你免受这些痛快？没有。他到此时眼里不自觉的就有了几分慌乱。荣九思看到他这副模样，心里一片了然。我就说，以你的能力，怎么可能会无声无息的安排好诏书的事情？如果有施无星帮忙，你要做成这些事情就不算是难事了。也因为施无星对你许诺了这些，所以你的心里才会如此得意，才会想要见我，想要麻痹我。他一直都知道荣九思很聪明，可是到此时他才发现他之前低估了荣九思。荣九思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聪明，能根据他话里透露出来的些微消息就推算出了这么多的消息。你真是会猜，可惜你一个都没有猜中。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你，和你一样蠢。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会如你所愿杀了施无星。元明帝这一次索性就一句话不说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他如今是多说多错，不管他说什么都很可能被荣九思发现里面的真相。你这是不想自己露出破绽吧？你却不知道你自己就是最大的破绽。我了解你，你一向极为要面子，正常情况下你这副样子绝不愿意被我看到。你愿意让我看到你这副样子，就表示你心里十分得意，你自己觉得你手握着先机，想看我犯蠢的样子。皇兄，真抱歉，我让你失望了。元明帝突然有一种他被荣九思看得透透的感觉，这种感觉十分不好。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这么重要的消息，皇兄啊，你人真好。元明帝觉得自己真的要被荣九思气死了。荣九思得到了他想要的消息，便转身走了出去。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对守在门口的侍卫道：好好守着皇上，别让他死了。他若是哪里不舒服，就为他去请太医。侍卫应了一声是。荣九思对元明帝道：皇兄，你看我对你多好，我们是真正的兄弟情深。元明帝被气得差点就吐出一身的血。荣九思没有理他，扭头就走了出去。荣九思今日来之前就有好些猜测，只是那些猜测他都没有完全确定。如今定下来之后，他心里对这件事情要如何处理也就有了大概的方向。只是今天他过来的时候，他从元明帝的嘴里套出了更多的讯息。荣九思冷笑了一声，如今的施无星就像是一只老鼠，到处乱窜，十分恶心人。若是可以，他真想直接把施无星剁了。
荣九思回到他的衙门时，尹兆峰在那里等他，一看到他，忙迎上来道：“王爷，你可算是回来了。今日上朝之中，朝中的大臣在有心人的挑唆之下，对你颇有异议。这件事情只怕后续还得好好处理一下，否则容易生出变故。”是刑部那边查出来的证据还不够定田府的罪吗？田府犯下的那些罪抄家是够了，只是因为田府事发之前，京中有传闻说王爷要替小秀子强娶徐府的二房嫡女，逼死了徐二夫人，所以他们对田府被抄家这件事情有些异议。不要说本王没有这种心思，就算是有，那又如何？也是，只是如今那些藏匿在暗处的人实在是不安生，抓住这个点大做文章也很烦人。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放任不管，总需要处理。既然如此，那就用本王的方式来解决好了。什么方式？你去统计一下，看看那些反对此事的大臣家里有多少是有适龄女子可以婚配的，本王来给他们赐婚。把他们赐婚给南诏太子？就他们也想配清源？做梦！他们不是说本王霸道吗？那本王就霸道一次给他们看。你把京中那些娶不到媳妇儿、品性低劣的男子的名单也整理一份出来，本王给他们赐婚。尹兆峰无语，他真的是被惊到了。那些男子的标准全部都参照徐二夫人为许英招婿的标准来，所以首先要加上的就是宁国公府的3公子和吏部尚书府的2公子。还是王爷想的周全，这些都是徐二夫人的择婿标准。那些大臣们既然觉得许英和清远的婚事不合适，他们肯定会认同徐二夫人挑选夫婿的眼光。本王体恤那些臣子们，为他们解忧，让他们不必谢本王。他说完，直接回他的宫房去处理今日余下的公务。尹兆峰的嘴角狂抽，荣九思的这个安排一出，那些大臣只怕得疯，就算他们不疯，他们家里的女人都得疯。如此一来，这些人就能全部都闭嘴了。尹兆峰执行能力很强，这天还没有下衙，荣九思打算给那些大臣家中的女儿赐婚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朝堂。那些大臣都蒙了圈，这是个什么操作？尹兆峰看到他们的表情，笑眯眯的道：“王爷听到诸位大人的意见后，觉得非常有道理。王妃系徐府提亲之事，王爷也觉得是他考虑不周，没有按徐二夫人的择婿条件来择婿。王爷觉得诸位大人如此认可徐二夫人的择婿条件，他得帮诸位大人一把呀。他听闻诸位大人的府里还有没有出嫁的姑娘，所以便决定按照徐二夫人的择婿标准给诸位的千玺赐婚。徐二夫人的择婿标准是什么样的？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你们可以去问徐二爷呀，他想来是知晓的。徐二爷这几日忙于处理徐二夫人的丧事，请了假，并没有来当值。他们琢磨了一下，下旨之后，打着吊唁徐二夫人的名头，去徐府打听徐二夫人都为徐英挑的是什么样的夫婿。我和这些大臣很多之前都没有什么交情，他们这样扎堆过来是什么意思啊？那些大臣们委婉地问了徐二夫人为徐英的择婿标准。他虽然觉得徐二夫人的择婿标准简直就是愚昧可笑，还有些丢人，但是他的事情如今牵扯进了摄政王府，就只能如实说。他说完之后，那些前来打听消息的大臣们脸都绿了。这女人简直就是脑子有病啊！谁家母亲会让自己女儿放着南诏太子不嫁，却去嫁给京城中的大纨绔啊？简直就是疯子！这是我们之前站在徐二夫人那一边，如今我们的女儿或者妹妹要被赐婚给京中纨绔，这事绝对不行。这婚若是真的赐了，家里的女人怕是都得疯。他们的心里有些忐忑，却又都达成了一致，决定这事先瞒着家里的女人。只是他们心里急归急，却还做不了决断，毕竟他们已经得罪了荣九思，若是再得罪他们身后的人，那就是两头不讨好。在这个时候，他们心里还有几分侥幸，觉得荣九思未必会这么做。慕云舒在家里听说这件事情，他没忍住笑了起来。九思的这个法子有些损啊。对付这种脑子有病的人，就不能用常理来处理。我是觉得，他们既然如此认同徐二夫人的观点，总归得让他们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徐二夫人的伟大。你说的对。消息我让尹兆峰放出去了，我给他们3天的时间做选择，3天之后我就给他们的女儿或者妹妹赐婚。这事儿倒也不用那么急了，我猜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直接跟家里的女人说的，我来通知他们，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好，慕云舒当天就让人去给京中的夫人小姐们送帖子，由头是请他们过府来尝南诏的点心。慕云舒发帖子的时候，也不仅仅只是请那些闹事官员的夫人和女儿，还请了一些其他不相干的夫人和小姐。毕竟这种事情要么就不做，要做就要做的京中人尽皆知。
第二天一早，辰时过后，那些夫人小姐就陆续上门了。因为慕云舒请他们过府的事情多少有些突然，他们的心里有些忐忑。见到双儿后，就试探着打听消息。王妃说了，近日是有大喜事要跟诸位夫人小姐分享。他们就又开始猜是什么喜事。他们猜来猜去，都是猜应该是荣九思和慕云舒要大婚了。他们这么一想，就又开始淡定了。那些夫人小姐们在摄政王府倒是不敢胡说八道，在一起明面上都还是客客气气的。只是那些是元明帝那个派系的夫人小姐，对摄政王府里多少有些不屑。再加上这2天田府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他们就凑在一起说田府的事情。慕云舒过来的时候，恰好听见了一位夫人在说这件事情。夫人好见识，和玄儿夫人当真是知己。那位夫人背后说这些，被他抓了个正着，不敢多说什么。我也觉得玄儿夫人真的是慈母心肠，一心想要让自己女儿嫁个好夫婿。夫人这般认同她，想来也认同她的眼光吧。那是自然，这天下间所有母亲都盼着自己的女儿能嫁个如意郎君呢。没错，我和我家王爷都是这么想的，打算把玄儿夫人看中的公子为夫人家的女儿赐婚。是哪家的公子呀？那位公子家世显赫，是家中嫡子，才学极佳，还长得一表人才，愿意给女方5万两银子的聘礼。雪儿夫人的眼光，我等自然是信得过的。能得王妃赐婚，那是小女的福气。所以夫人这是同意了？这天底下的母亲必定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的。既然是雪儿夫人特意挑选出来的夫婿，自然也是极好的。我信得过雪儿夫人的眼光。他知道自己和相公不是荣九思这一派系的，他虽然不敢明面上对慕云舒，但是暗讽上几句他还是敢的。夫人说的是，我听着也极有道理。既然夫人如此信得过雪儿夫人，都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就愿意把女儿嫁过去，我自然是要成全的。多谢王妃成全。夫人客气了，我一向有成人之美的心。我再跟夫人确定一遍，这桩婚事就这样定下了。慕云舒的这话听在那位夫人的耳中，就是他今日会答应这门婚事，完全超出了慕云舒的意料之外。他这样的行为是在打慕云舒的脸。是的，不管那位公子是哪家的公子，只要入了雪儿夫人眼的，我都同意。慕云舒前面给他下了那么多的饵，埋了那么多的坑，等的就是这句话。林夫人，恭喜你了！虽然徐英最终没能嫁给你家二公子为他冲喜，但是这位夫人愿意把她的女儿嫁给二公子，你现在可以和这位夫人商议大婚的事情了。再次恭喜你！徐二夫人跳河自杀后，林夫人心里一直有些不安，她总觉得徐二夫人的死和自家有点关系。正因为如此，她还担心慕云舒知道什么会迁怒林府。现在她知道慕云舒的心思了，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你放心，等我们结为亲家之后，我一定会把你的女儿当成亲女儿一样疼的。说是我家浩儿这一次冲喜能大好，你家女儿就是大功臣。徐二夫人是和你家议的亲呀。是的呀，因为亲事还没有定，知道的人不是太多，但是我却从没有去过礼数，前面几礼都已经和徐二夫人商议着走完了，只等下聘了。慕云舒在旁听到这话，面色微微一变。徐二夫人真的是个人才，居然背着徐二爷和徐老夫人偷偷为了徐英定下了这么一门婚事。他此时就应庆幸当初他上门提亲了，否则依着徐二夫人的风劲儿，怕是真的能把徐英嫁给一个病秧子。这门婚事我不同意。你什么意思呀？刚才王妃再三和你确定，你已经同意了，这会儿又出尔反尔。你方才还口口声声说信得过徐二夫人的眼光，怎么你这是看不上我们家吗？吏部尚书手握重权，掌握天下官员的调配之职，他还真得罪不起。荣九思成为摄政王之后，其实是拉拢过吏部尚书的，只是这人是个老油条，滑溜得很。他没有明显站在元明帝那边，也没有明显站在荣九思这边。正因为如此，所以荣九思并没有动他，但是如果能拉拢他，那是最好了。我方才再三和这位夫人确认过了，夫人这般行事，该不会是逗我玩吧？当然不是，只是我方才说的男方的条件对不上吗？我家老爷是吏部尚书，家里条件虽不算顶好，却也算是书香门第。我家浩儿模样长得极好，书也读得极好，大前年参加科考，考中了第3名探花。王妃说的条件，我觉得每一件都属实。可是全京城谁不知道你儿子是个病秧子呀？王妃方才可没有说呀。这是徐二夫人对我描述的她选的女婿的条件，她也没有说错。你不也说相信她的眼光吗？那位夫人不语，她竟无言以对。
这些都是王妃的一面之词。林夫人必定是受了王妃的好处，这才配合王妃这么说。你的次子既然和徐二夫人在议亲，没任何文书总归是有的。当然是有的，我现在就让回家拿。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不用回去拿了，我可以作证。徐大夫人过来给慕云舒行了个礼后道：之前我家二弟妹给徐英议亲的事情，我是知晓的。她不愿意徐英外嫁，就在京中给徐英找夫婿。她选夫婿的条件我也是知道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对方家世好，年纪和徐英相仿，模样也过得去，她就都同意。她除了和吏部尚书的次子之外，还和宁国府的三公子也在议亲。也因为徐二夫人的死，京中都在盛传徐府与摄政王交恶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看来，谁都可能会被摄政王收买，唯独徐府不可能。方才那么多人说相信徐二夫人，她选出来的那些女婿的人选，想来其他夫人也很满意了。既然如此，方才夸徐二夫人的那些夫人，劳烦站出来，把你们的女儿嫁给其他几位公子。他们心里也十分后悔，当初他们为什么要帮徐二夫人说话？方才这位夫人一直在喊着说徐二夫人的眼光好，如果林府的公子已经娶到了妻子，要不我来替夫人做个主，把你家的女儿许给宁国公府的公子。王妃听错了，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是吗？那方才是谁说的那样的话呀？众夫人没有一人敢接话。你们方才还那样夸徐二夫人，怎么现在不夸了？那是因为他们没脸夸，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就在那里一通瞎夸，简直是有病。之前京中那么多人夸徐二夫人眼光好，我以为怎么着今日都能尝好几对呢，没想到我不过是说出了真相，居然就没有人愿意嫁女儿，哼，真是让人失望。慕云舒却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们，直接拉来一堆京城纨绔的母亲，让他们双方直接相亲。众位夫人都别客气，这些公子啊都是参照徐二夫人选女婿的标准选出来的，你们随便选随便挑，总是有一个适合你们女儿的。那些夫人们只差没给慕云舒跪下，他们是真的后悔了。那些纨绔们的母亲则十分开心，如今慕云舒传了这么一个局，可太合他们的心意了。好不容易等到宴席结束，他们如同逃一样飞快地跑了。慕云舒看到他们的模样，轻笑了一声，让他们战徐二夫人，这事儿哪能那么轻松，总归得往死里折腾他们。他要让这些夫人从这里离开后，再也不敢瞎避避。徐英听到京中的这些传闻，只是冷冷一笑，与他们的利益不相干的时候就各种指责，一旦牵扯进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了样。他在知道这件事情平息了之后，他便准备去家庙了。天府那边现在全都下了狱，我瞧着他们这辈子可能都出不来了。你之前在他们面前说的那些话完全不用当真。我去家庙住，不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说的那番话，而是我想静一静。徐敏听到这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知道他这是心结难消。那这事儿要跟王妃说吗？不用了，这会儿跟他说了，只会让他心里难受。等我到家庙之后，你帮我送封信给他。徐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轻应了一声。到时候你把这个盒子一起给到王妃。他看向他，这是清远送我的，我和他今年已经无缘了，这只簪子就还给他好了。这东西你要给，自己去南诏给他，这个传声筒我不做。他说完气哼哼的走了。徐英看着他的背影笑了笑，笑着笑着又流下了眼泪。徐英去徐氏家庙的第二天，慕云舒才知晓，莹莹让我转告王妃，不要担心她在家庙里会过得很好。她如今心结暂时解不开，需要在庙里静一静，等她想明白了，她就回来了。好，那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话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既然如此，那你就变得更强大一点，来给他撑腰，把京中那些说三道四的人全部修理一遍，给他出口气。王妃的话很有道理。慕云舒以为他回去之后会专心仕途，努力往上走，成为一个极为靠谱的兄长。可是事实却和他预期的走向完全不同。那些说过徐英坏话的官员，在昨天晚上好些都被人套麻袋揍了。慕云舒听到徐敏给人套麻袋的事情，是真的有些哭笑不得。他真的是绝了，我让他变得强大，他倒好，直接去动手。好在这一次那官员理亏，他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要不然这一次还是不能善良。他让人把徐敏喊过来，把他劈头盖脸的又骂了一顿。他等慕云舒骂完后，认真的道：王妃，你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保护好我的亲人和朋友。记住你自己的话，以后不要再做蠢事了。王妃放心，我一定会成为英英的靠山，像是清远是你的靠山一样。行吗？英英要是听到你这句话，一定会高兴的。徐敏憨笑。正在此时，慕云舒感觉到一种极为熟悉的晕眩感，下一刻他就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天色已经昏暗。娘，你醒了，那可太好了，这一次吓死无忧了。荣九思也走到他的身边问：“你感觉怎么样？”慕云舒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他晕倒那一刻，恰好是他吃了药丸后的1个月整。他得的这个破病，时间上掐的真不是一般的准。我感觉还挺好的。那就好。今天事务星又派人送来了1枚药丸。他能这么快醒过来，是因为服下了那枚药丸。只是他这一次等到他发作之后再送过来，这是他在用他的方式告诉他，他如今的病症只有他能治。现在的食物星让他感到有些棘手，杀不得，只能活捉。你也不用太过担心，等我爹把药草送过来之后，我也许能制出药丸来。他之前就派人去南诏的皇宫取药材，算算时间，取药材的人也该回来了。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心里的忧虑却并没有因此减少。他担心所有的药材只是辅助，真正有用的是施无星的血。你先好好休息。他说完对双儿道：“你去告诉徐敏，王妃醒了，让她回去吧。今天这事儿和她没关系。”双儿应了一声，便走了出去。今天慕云舒在徐敏的面前晕倒，把他快吓死了。他以为是自己把慕云舒气晕的，他不敢回家，就一直在外面。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这世间的事情都会有解决办法的。我现在虽然还治不好自己，但是以后总归会有法子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我来安慰你，现在反过来是你来安慰我。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没事。荣九思听到这句话，心里就更加难过。说到底都是他的失职，他把他从南诏带回来，却没有保护好他。慕无忧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荣九思，又看看慕云舒，小孩心里也满是烦恼。他盼着他的娘亲好好的，不要再生病了。慕云舒生病的事情，荣九思和慕云舒都没有瞒着他。慕无忧很想帮忙，只是他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小孩子，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他要是去找施无星，那就是去送菜，反而是会给他爹爹和娘亲添麻烦。但是让他什么都不做，他又很难受。他把他的烦恼跟剑十二说了。小石子，大人的事情你不要去掺和，你还小，你的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你什么都不做，就是给王爷和王妃帮大忙了。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废物。废物也比惹麻烦的累赘好。哼，我不理你了，我去找七叔叔玩。剑十二轻笑了一声，跟在他后面陪他去找剑七。第二天上午，慕云舒派去南诏取药的侍卫回来了，和这位侍卫一起的还有一个让他有些意外的人，骆冰言。你怎么来了？公主派去的侍卫取药的时候，国主恰好召见我，询问慈济院的事情。我幼时四处流落，曾在道观住过一段时间，那位观主十分心善，我跟着他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些东西大多我虽然记得不多，却也知晓一些，所以这一次跟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做的。你还曾在道观待过？我幼时家里便出了事，父母双亡，我原本是要去投靠亲戚的，亲戚嫌弃我，不愿意养我，我当时便跟着家中的老仆在道观住了一段时间。后面老仆死了，我年纪也大了，不宜再住在道观，观主无奈之下便将我送去了慈济院。慕云舒之前听骆冰言说起幼时的事情，以为他是直接进了慈济院，不想之前竟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既然来了，那便先在王府住下。骆冰言点头，杜心之便过来领他下去休息。他从房里走出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剑妻。哎，女骗子，你来王府做什么呀？我告诉你哈，这儿啊可是摄政王府，你要是敢在这里行骗，那就是找死。骆冰言直接给了他一记白眼，懒得搭理他，只微笑对着杜心之道：“有劳长史了。”姑娘是王妃的贵客，不必客气。两人说说笑笑的走了，只留下一头雾水的剑妻站在原地。剑妻一脸的发懵，他匆匆走进去问慕云舒：“王妃，那个女骗子怎么又来了？她那人可坏了，你千万别上她的当啊！人家有名字的，且已经改邪归正了，也整天女骗子女骗子的叫。可是她本来就是个女骗子嘛。你当初如果不是遇到王爷，估计处境还不如她呢。她之前行骗，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她都是不对的，这一点不用质疑。但是她如今已经改过自新了，不再行骗，帮了很多孩童。她这一次来大晋呢，是过来帮我配药的。你往后再说她是女骗子，我就让十一揍你。她帮王妃配药，这牛逼吹得可真大。就剑妻这行事的方式，就是典型单身的命。他觉得他这辈子怕是都娶不上媳妇了。骆冰言安顿好之后，就直接来找慕云舒商议配药的事情。他过来的时候，剑妻就瞪大眼睛看着他，他初时没放在心上，以为他瞪瞪就结束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全程瞪着他。你有病啊！我是有病啊，你有药吗？骆冰言无语，他真的是觉得他有大病。他磨了磨牙，扭头就走。剑妻轻哼了一声，跟在他的身后继续瞪他。骆冰言也算是见多识广，但是遇到剑妻这种二货，他真的是服了。
你想干嘛？我来看着你，免得你在王府里搞破坏。骆冰岩磨了磨牙，想要揍他，只是他想想他的武功，知道自己大概率打不过他。既然打不过，他要是动手了，8成得吃亏。就当是被狗瞪了，我再瞪回去，岂不是跟狗一般见识？恰好此时慕云舒也出来，他看见剑妻那副造型，这里没你的事，下去吧。我觉得骆冰岩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怕他对王妃不利，我得时刻在王妃的身边。慕云舒知道这货二得很，跟他说再多也没有用，他想要跟着，那就跟着吧。别理他，我们去忙。骆冰岩点了一下头，跟着慕云舒进了药房。慕云舒也不理他，将各种药材取了出来。骆冰岩只是粗通医理，他能给慕云舒提供的是关门道门治病的理念。道门治病更多的是靠着符咒来做，那些符咒就玄之又玄。我们正常人看到那些所谓的符咒治病，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在道门的时候就曾见过，他们用一些符咒治好了离魂之症的病人。公主的病说是伤在魂魄上，或许那些符咒是有用的。他说完，从怀里取出了一本书。慕云舒打开一看，里面是各种符咒。他有些意外地看向骆冰岩。这书不是我偷来的，是我离开道观时那位道长送我的。我没说是你偷的，只是觉得你总能给我意外的惊喜。公主过奖了，如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忙。若是这些东西有用的话，那就太好了。这些东西慕云舒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骆冰岩却给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道门的这些符咒是玄之又玄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些符咒能不能对治病的药有所加成，但是这些东西或许可以破开尸无星的道术，如此一来，要抓尸无星就会容易得多。怎么可能会没用呢？这段时间你先留在这里，等我们把尸无星的事情解决之后，你再回去。我来之前，我主交代过，让我配合公主，公主若有需要，我便留在公主的身边。你要留在摄政王府，我不同意。你这么有主见，要不要我去跟王爷说说，让他把摄政王的位置让给你啊？这个真不用。慕云舒冷笑一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事儿王妃做主就好，我不再发表任何意见。骆冰岩则挑衅地看了剑妻一眼，眼里的意思不言而喻。他发自内心地觉得骆冰岩太嚣张了，这里是摄政王府，是他的地盘，可由不得他来欺负他。他觉得他得想个法子给骆冰岩一个下马威，否则的话，往后他怕是要骑到他的头上来了。只是要怎么给骆冰岩一个教训，剑妻有些纠结。他去找剑十一商议这件事情。剑十一听完他的想法后，用看二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剑妻。这货真的是够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骆冰岩是真的改邪归正了。这一次就是单纯过来帮忙的，剑妻这个二货却还要去找人家麻烦。这事儿摆明了就是他欠收拾。剑妻，你就别去针对人家小姑娘了，你这样子，若是王妃知道了，她一准揍你。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竟站在别人那边，那我们就不做兄弟了吗？就当我们从来就没有认识过。剑妻听到这句话更加生气了，要动手揍剑十一。你住手，我给你出个主意。剑妻看向他，你现在纠结的是骆姑娘会使坏，对王府不利。这种情况下，其实有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那就是把她彻底变成自己人。那要怎么把她变成自己人呢？这可真是个好问题，我也想知道。你快说呀！他知道剑妻的性子，他要是不给个可行的意见，剑妻能烦死他。变成自己人，变成自己人最好的法子当然是……剑妻问他是什么？剑十一恰好看向了双儿从一旁走过。最好的法子当然是把她娶回家做你的媳妇儿。你这法子是坑她还是坑我呀？哪个都不坑，我只是觉得这个法子不错，反正你还没有娶妻，她也没有嫁人，你们就是天生一对儿。剑妻顺着剑十一的目光朝前看，就看见双儿正在和一个不妇说着什么。他扭头看了一眼剑十一，剑十一也在笑，他扭头就踹了剑十一一脚。去你的！他觉得自己问错了人，剑十一挨了踹，却懒得理他，颠颠地往双儿的身边走去。剑妻看到这一幕，觉得有些没眼看，他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却又觉得骆冰岩没安好心。他想了想，决定跟在他的身边，防范于未然。骆冰岩却觉得他有病，不只有病，还有大病。这个玩意只要慕云舒不出门，就全天12个时辰一直跟在他的身边。他睡觉他跟着，他是能忍的。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在他去茅房的时候也要跟着。他向慕云舒诉苦：公主，你能不能帮我劝一下那个剑妻啊？他天天这样跟着我，我有点受不了。这事他其实也劝过几次，但是收效甚微。剑妻轴起来的时候，那是真的轴。我觉得这事儿我劝可能没用，我劝他的时候，他嘴里答应的好好的，私底下该怎么做他还是怎么做。我觉得吧，这事儿还得你自己解决，你得让他相信你已经改邪归正了，是个好人。骆冰岩的阅历告诉他，在这个世上最难证明的事情就是证明自己是好人。他面对这样的剑妻，他觉得他或许该用不是那么正经的法子。他想了一圈，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天他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剑七又跟在他的身后，他故意把门熄了，然后去开窗。果然下一刻剑七就走到了窗边，他在窗边看了看，没看见有人离开，他想了想，便顺着窗户跳进了房间。只是他一进去，一张大网就从天而降，他的反应速度是极快的，几乎在他落地的那一刻，那身形一扭就欲站起。骆冰岩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快，真让他从大网里挣脱，他今天的计划就泡汤了。他干脆一个纵身就扑了过去。我就说你不是什么好人，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骆冰岩懒得跟他废话，伸手就去扒他的衣衫。他想要挣扎，却发现他被大网罩着，他的右手被他锁住了。他二话不说，立即伸出还能动的左手去拽他。骆冰岩知道一旦被他拽开，他今天的计划就失败了。他也没有多想，伸手就抱着他的脖子。他这一下用力过猛，他的唇直接撞上了他的唇。你个疯婆子！他说完就要动手去掀他。这一次他要是治不住他的话，后面可能他都没有安稳的日子了。他恨极了，张开嘴就朝他咬了下去。这一咬，咬的不是旁的地方，恰好是他的唇。剑七无语，他在那一刻就只有一个感觉，他被女骗子非礼了。完了，这他妈算是怎么回事啊？骆冰岩咬他时是真的恨得牙痒痒，但是咬下去后就发现咬的位置好像有点不大对。正在此时，门口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推开了门走了进来。剑七，你不要太过。剑十一看到屋子里的情景，一向反应很快的剑十一有些反应不过来。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他话都没说完，拔腿就跑。剑七也懵了，他这辈子就没有被女人这样压在身下过，更没有被人这样亲过。他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能不能要点脸呢？他说我不要脸，他怕是不知道什么才是不要脸吧。他冷哼一声，直接把剑七按在了地上，狠狠地亲了他一口。我还可以更不要脸，你要不要试试？剑七彻底傻了眼，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被一个女人这样压在身上轻薄。他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又发现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反倒是把脸涨得通红。骆冰岩看到他这副傻愣愣的样子，知道今天他已经把他镇住了。他此时自己心里也虚得不得了，但是当骗子时给他的经验，那就是自己哪怕心虚得要死，面上也不能表露出来。你以后最好离我远一点，往后再有事没事跟在我的身边，小心我揍死你。剑七终于找到了能说话的机会了。你打不过我。他觉得剑七的脑子长得和平常人不同，这个时候是纠结打不打得过的时候吗？他这个时候不应该缩着脖子说不敢了吗？我是打不过你啊，但是我可以睡了你啊。剑七不语，他脸上好不容易消散的红晕又漫了上来。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还是不是女人呢？我是不是女人？你要不要试试啊？剑七他是第一次真的怕了，这种事情哪里能试啊？真试了是要出人命的。你起开！骆冰岩却打算在他这里得个准信，此时自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且他也已经发现，别看剑七平时咋咋呼呼的，其实他在这方面真的是个白痴。这样的剑七和他之前认识的那些油腻的男子完全不同。他的唇角微微上扬，低下头，用鼻尖轻抵着他的鼻尖道：“我说得出就做得到。”他说完，伸手在他的身上摸了几把。剑七无语，他只有一只左手能动，人又被他压着，他只要往前一倾就会亲到他的唇，他不敢动。两人靠得太近，他甚至闻到了他身上特有的淡淡女儿香，那香气顺着他鼻尖钻了进去，让他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他心里慌得一批。你住手！你个女流氓！你都叫我女流氓了，我若是不多摸几把，那真是白瞎了这个称呼了。于是他又伸手在剑七的身上摸了几把。剑七无语。骆冰岩最初摸剑七的时候是以吓他为主，真摸了几把后，他就发现他的身材极好。他觉得左右今天话都说到这里了，气氛也到这里了，他不多摸几把就有点亏。于是他又伸手摸了他几把。剑七想哭，这世上怎么会有骆冰岩这样的女人？他吸了吸鼻子，用那只唯一能动的左手拼了全力，一把将骆冰岩掀开，然后逃命一般的往外逃。骆冰岩看到他这副样子，没忍住笑了起来。要早知道他是这么个怂货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不用等到现在。就他这样子的，还敢来欺负我？今天整件事情的走向和他最初的预期不太一样，但是效果却比他预期的还要好得多。他也意外的发现，剑七其实外强中干，他在某方面简直单纯的不行。剑七一出门就看见一大堆的侍卫在院子外，他们一看见剑七便笑了起来。还是七哥厉害。他们从不喊剑七威哥，只有在看他笑话的时候才会故意这么喊。剑七今天受了大刺激，面对他们的嘲笑没脸说话，飞快的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今天被个女流氓把便宜都给占光了，好丢人啊！
慕云舒听到剑气和骆冰言的事情是第二天上午，还是剑十一跟双儿说了，双儿又跟他说的。他听完之后真的是要笑得肚子都疼了，这事简直是绝了，剑妻也有今天呢。真没想到洛姑娘竟如此厉害，能把七公公收拾得服服帖帖。可不是嘛，剑妻就需要这么一个厉害的人收拾。他之前各种折腾就没有安分的时候，如今呢总算是安分了，也不容易。慕云舒不觉得骆冰言压着剑妻是两人有私，这事大概率是一个意外，只是这个意外来的有点凶猛，把剑妻直接给干趴下了。上午慕云舒和骆冰言去药房配药的时候，他没忍住八卦了一回。你昨晚和剑妻是怎么回事啊？骆冰言听慕云舒问这件事情，他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却又觉得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再者就是剑妻是慕云舒十分信任的人，出了事情慕云舒肯定会站在剑妻那一边，藏着掖着还不如坦荡一点。于是他把这段时间剑妻给他带来的困扰以及他昨夜准备做的事情全说了。他的反应和身手都比我预期的要好，那张网根本就困不住他，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出此下策。毕竟我如果昨夜不能给剑妻一点教训的话，后面可能会更加难得手。所以你昨天原本只想把剑妻脱光了打他一顿？是的，这一事儿若是公主觉得我做的不妥当，可以罚我。他这样的行事风格和他的成长经历脱不了关系，虽然出格了一点，却也不能说他有错。且他如今行事和之前有了一些改变，整体来讲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事儿是剑妻不对在先，这是你们的私事，我不会管的。我今天会问你，纯粹是因为好奇。骆冰言听到了这话，心里松了一大口气。他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昨晚的事情他好像做得过了些，怕慕云舒会觉得他身上的江湖气太重，会不喜。眼下慕云舒没因为这件事情罚他，让他意识到慕云舒这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了。他轻笑了起来。他们继续捣鼓药材。昨夜的事情被剑师爷喊来，众侍卫围观后，王府里的侍卫大多都是光棍，光棍们对于这种带了点颜色的事情都有些好奇，且又因为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后，那件事情的走向就变得有些奇怪。剑妻没过2天，就听见府里的侍卫都在传，他之前之所以一直跟在骆冰言的身边，是因为他喜欢他，想打他的主意，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剑妻看起来高大威猛，却喜欢被他压。他气得不行，拔了剑就去砍那几个嚼舌根的侍卫。那些侍卫背后说八卦，被八卦的主人发现，难免唏嘘，一个个飞快的跑了。荣九思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一幕。为什么打架不说清楚，本王就重罚你们。剑妻委屈的不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荣九思听完后，嘴角狂抽，却总算是还能绷得住。需要本王为你和骆冰言赐婚吗？不用，我不喜欢他，才不要娶她。要的，他们很配，很好磕，简直就是天生一对。我们想看剑妻被女人压。剑妻差点又暴走，荣九思朝他看了过去。王爷，骆冰言欺负我，你得帮我出头啊！你这么一个大男人被女人欺负了，喊本王为你出头，你可真是出息了啊！你是本王的侍卫，你被他怎么欺负了就怎么欺负回去，本王支持你。他说完就走。剑妻，我们也支持你欺负回去，你们就这样互相欺负几次，估计小孩子也就欺负出来了。剑妻，你是最棒的，我们等着喝你的喜酒。剑妻想请他们喝丧酒。自此之后，王府里说这件事情的热情不增反减，基本上每天都有人问剑妻：你什么时候去欺负骆姑娘？你要是不去，我们可就去了啊！剑妻天天被这些八卦的侍卫弄得想要发飙，也因为这件事情，骆冰言以最快的速度为王府的侍卫所熟知。他们最初觉得她十分凶猛，接触后发现居然是个脾气极好的姑娘，和她相处十分舒服。众侍卫就觉得她人很不错，若没有剑妻那件事，他们都想把她娶回家。你真的不喜欢骆姑娘？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去追她了。剑妻就想不明白，就骆冰言那样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只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侍卫没事往骆冰言的面前晃，他都笑意盈盈的样子，他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剑姬在心里骂骂咧咧，脸色就不太好看。骆冰言朝他看了过来，他立即掉头就跑。骆冰言看到剑妻的反应后安心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是有用的，不往他豁出去。慕云舒如今是南诏公主的身份，她和荣九思需要再办一次婚礼。钦天监那边给出了吉时，是在1个月后。依着规矩，他们在大婚前要到皇寺或者是道观去祈福。荣九思知道观都算得上是尸无星的地盘，去道观难免会被尸无星做手脚，所以将婚前祈福这种事情改在了皇寺。慕无忧跟着他来到了大晋之后，还没有出去玩过。王府虽大，玩伴也多，慕无忧玩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玩腻了，想跟慕云舒一起去皇寺。慕云舒想想也不能总把他拘在王府里，便同意了。
荣九思这天一早和他一起去了皇寺。荣九思和慕云舒把婚前祈福的事情改在了皇寺，这就意味着荣九思欲扶持皇寺，这对方丈而言是件大喜事。一番见礼后，方丈就领着慕云舒和荣九思去大雄宝殿听经祈福。为表重视，祈福的经文方丈准备的十分充分，按最高规格来做。如此一来，听经的时间就有点长。慕云舒没听上一刻钟，就有些昏昏欲睡。荣九思看到他的样子有些好笑，他往他身边凑得近了一些，让他有个靠在的地方，这样睡起来会舒服一些。慕云舒也不跟他客气，轻靠在他的身上。慕无忧年纪更小，他听这个还不如慕云舒，他实在是待不住，就顺着墙爬到了门口，然后就溜出了大雄宝殿。慕无忧出去后，便在皇佛里随意走了走。慕无忧一出来，剑十二便发现了他，跟在慕无忧的身后道：“小世子，佛寺有点大，不要乱走。”那经文听着太无聊了，我就随便走走，不会有危险的。你若是担心的话，就陪我一起走走嘛。剑十二不用他说，也会跟在他的身边，毕竟如今的京城并不安全，荣九寺的位置摆在那里，有太多人想对慕无忧不利。皇寺并不算小，他人小腿短，没逛一会儿就觉得有些累了，便坐在台阶上休息。他走这么一圈有点渴了，让剑十二给他找水喝。剑十二见旁边的厢房就放了供香客饮用的水，这附近也没有人，他便转身去打水。只是当他打好水转过身来的时候，原本好好坐在那里的慕无忧不见了。剑十二是正儿八经的暗卫，他的轻功极佳，耳力也极好，方才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动静。他最初以为是慕无忧跟他在躲猫猫，这种事情他们在王府的时候常做。小世子，别玩了，快过来喝水。慕无忧没有回答，四周一片寂静。剑十二的心里生出不好的预感。小世子，喝水了。四周依旧安静至极，剑十二慌了，他四处看了一圈，都没有看到慕无忧的踪影。他知道慕无忧腿短，就算是跟他玩也走不远，更不要说他此时说话的声音已经有些急了。慕无忧不是那种调皮的小孩子，听到他这么焦急的声音，慕无忧就算是躲起来也会自己出来。他如今没有看到慕无忧，只怕慕无忧是出事了。剑十二二话不说，立即吹响示警的哨声。荣九思在大殿里听到这记声音，面色大变。云舒，醒醒！慕云舒睁开眼睛，也听到了哨声。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剑十一匆匆走了进来。王爷，我妃，不好了，小世子不见了。会不会是无忧跑到其他地方玩去了？方才小世子出去以后，剑十二一直跟在他身边。方才剑十二示警说小世子不见了。在上方念经的方丈此时也走了过来，问清楚情况后，立即让众僧帮着寻找。慕无忧若是在佛寺里出了事，他们有推不掉的责任。剑十二走过来，跪在他的面前道：“王爷，属下失职，弄丢了小世子，请王爷责罚。”荣九思知道剑十二是所有的侍卫中性子最沉稳的一个，能从他手里把慕无忧带走的人绝不简单。不管是谁，想要带走慕无忧的人，一定得把他带出佛寺。这么短的时间，慕无忧很可能还在佛寺，在这个时候把他找出来，就还能救出慕无忧。通知下去，立即封锁所有出口，不得放任何人离开。众侍卫展开地毯式搜索全佛寺，寻找慕无忧。且因为上次慕云舒被掳走的经验，他们找人的方式不再拘泥于各种角落，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个时辰后，众侍卫和佛寺的众僧人已经把佛寺翻了个底朝天，依旧没有慕无忧的踪迹。慕云舒从慕无忧失踪的那一刻起，他就有些心不宁。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他很可能也是被掳的对象之一。荣九思怕他再出事，全程带着他。侍卫们一个个过来汇报没有慕无忧的踪影时，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之前被掳走的经历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那种感觉真的不太好。他当时尚且如此，慕无忧还那么小，他应该感觉更不好。我就不信了，无忧能凭空消失了。他们掳走无忧，一定会留下痕迹的。九思，我们再去无忧消失的地方去看看。荣九思知道他心细，当即轻点了一下头。慕云舒站在那里，四下看了看，告诉自己不能慌，只要能找到相关的蛛丝马迹，就能找到慕无忧。此时正值正午，是太阳最为炽热的时候。慕云舒站在那里，被太阳晒得出了一身的汗。他随手抹了抹，当时慕无忧被掳走时也是一身的汗。他在心里根据剑十二的描述回顾整件事情的过程。慕云舒的眸光清廉，不太正常的手段说到底就两种，一种是从地下走，这里没有地道，那就是从天上飞走的。慕云舒朝上看了看，天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他有些失望的想要回头，目光却落在了旁边的房梁之上。九思，你上去看一下那道勒痕。荣九思知道他这样说必定是发现了什么，他轻点了一下头，轻身跃了上去。他一上去，立即就发现了异常，在那道房梁上，除了有一道勒痕外，还有一条极细的白色丝线。他拿着那根丝线下来的时候，问他：“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雪蚕吐的丝，别看它这么细，实际韧性极好。雪蚕，雪蚕是南诏雪山上的一种蚕，十分难养。它吐的丝极为珍贵，且因为光泽度好，韧性极佳，深得南诏贵族人的喜欢。就算是南诏的皇宫里，这种东西都不多，因为太过珍贵，所以这种丝皇族常用来织一些特殊用的东西，比如说祭祀用的荆子。当初施无星在南诏做国师的时候，沈西时曾拨给他一些，让他用来做一条新的荆子。是施无星，可是他是怎么带走无忧的？慕云舒没有说话，而是喊来剑12，让他去另一边的树上看一下是否有勒痕。剑12跃上去之后，很快就来回报，树上有一道勒痕。有勒痕就对了，他们就是从上面离开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早就在天上搭了一条路，在掳走无忧之后，立即就从上面离开了。剑12当时发现无忧不见之后，立即去找他。算一下时间，这个时候无忧应该就在他头顶，只是当时他下意识地认为无忧是个孩子，是在跟他捉迷藏。因为他觉得是在捉迷藏，所以他没有往天上看，而是在地面上四处寻找。在剑12在地面上找无忧的时候，施无香就带着无忧从他头顶跌了过去。他们离开的方向是没有路的，所以剑12当时根本就没有往那个方向看。这个是算是思维和视线的双重盲区了。不得不说，这所有的一切都十分缜密，形式也谨慎到了极致，避开了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且雪蚕丝的丝线只需要细细一股，就能承载着人的重量，那么细的一股悬在半空中，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施无星真是太无耻了，居然对无忧下手。事发之时，荣九思都没有往施无星的身上想，因为荣九思觉得施无星虽然现在行事有些过了，但是施无星应该是有底线的人，不会对小孩子下手。荣九思立即让侍卫去找哪些树上有勒痕，他们顺着勒痕的方向去找木无忧。最后一道有勒痕的地方是佛寺外的一条小道，小道上有马车的痕迹。木无忧还和慕云舒不同，他年纪太小，不太懂得给他们留下找的痕迹。他们这段时间满京城的找施无星都没能找得到他。他如果把木无忧藏起来，他们想要找到木无忧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好的方向想，无忧是被施无星掳走的，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施无星应该会用木无忧来交换什么东西，他们静静等着就好。只要施无星有所动作，荣九思就能顺着线索找到木无忧。等我抓住施无星，我定将他碎尸万段。慕云舒没有说话，他心里有些着急。木无忧年纪还小，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边，他这样被掳走，不知道会多么害怕。事实却和慕云舒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木无忧被掳走后，他不但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是感觉到挺新鲜的。慕云舒觉得他年纪小，胆子也小，他却不知道他的这个儿子其实长了铁胆，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又或者说他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被掳走时是被人用迷药迷晕的。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了施无星。国师，你这是在给我变戏法吗？是啊，我在给你变戏法了，你喜欢吗？喜欢。国师，你真的太厉害了，我只是睁一下眼闭一下眼，你就一下子把我变到这里来了，好神奇。他的声音十分稚气可爱。施无星轻笑了一声，哎，我娘亲呢？国师，你能不能把我娘也变过来？再过几日吧，我就把你娘变过来。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不要你过几天把她变过来，我要你现在就把她变过来，否则她醒过来看不到我会着急的。你娘在生我的气，我暂时不能把她变过来。你似乎并不怕我。我为什么要怕你？这个问题反倒把施无星给问住了，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是南诏的国师，是我娘的朋友，也是我的叔叔，还给我表演变戏法，我喜欢你都来不及，又怎么可能会怕你？施无星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慕无忧此时能这样开心自在地跟他说话，是因为慕云舒和荣九思两人都从未在慕无忧的面前说过他的坏话。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的格局和气度和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你说的对，我不会伤害你，所以你不用怕我。你能不能再给我变个戏法？荣九思和慕云舒虽然从未在他的面前说过施无星的坏话，但是剑七说过。慕忧其实醒过来看见施无星的时候，他也是有些担心施无星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所以他就套施无星的话，看看施无星到底做什么。他如今知道施无星不会伤害他，短时间内不会把慕云舒变过来，他就知道他暂时不会有事，慕云舒也不会有事。有这个大前提
提在，木无忧就觉得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只要他是安全的，荣九思和穆云舒很快就能找到他。他还是个小孩子，能做的事情很少，在这种时候，保证自己的安全最重要。施无星随便变了几个戏法，敷衍小孩，小孩也不介意，反而拍手叫好，夸施无星厉害。施无星看着天真纯洁的穆无忧，他的心里反而是有些过意不去。施无星啊，施无星，你真的是越活越回去了，竟连小孩子都欺负了。国师，我肚子饿了。施无星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饼子递给他，穆无忧拿着饼子咬了一口后，扁着嘴道：国师，我还不到3岁，这饼子太硬了，我咬不动。那你能吃什么？我能吃的东西可多了，热热的牛奶、羊奶，各种小点心，还有炖的软烂的肉肉，我都喜欢。你等一下，我去想想办法。好，我等国师回来。施无星其实是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眼神，转身出去给穆无忧找吃的。穆无忧在他离开之后，依旧乖巧地坐在那里。没一会儿，施无星又折了回来。我忘记拿银子了。他说完，取了银子，又走了出去。国师快点回来哦，无忧肚饿。我会尽快回来。好。穆无忧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听到施无星的脚步声走远，他又等了一会儿，确定施无星真的离开后，他立即飞快地起身，想要凑到窗台上看看外面的情景。结果他的个子太矮，根本就看不到外面的风景，找来了一个小凳子垫在了脚下，伸长了脖子往外看，窗外是完全陌生的风景。穆无忧来京城之后就没有离开过王府，这里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陌生的，他就算是看到外面的风景，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穆无忧很忧伤。施无星这一去就是大半个时辰，他回来后，小孩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施无星伸手将他拍醒，他醒来睁大眼睛看了施无星一眼，就扁着嘴巴哭了起来。娘亲，我要娘亲。他听到穆无忧一哭，整个人都有些慌，他是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哄小孩，他忙伸手把穆无忧抱在了怀里。无忧别哭，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穆无忧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一张小脸满是委屈，看着施无星的心都要软化了。你肚子不是饿了吗？我们先吃点东西。我想娘亲了，你什么时候能把娘亲接过来？这个问题施无星觉得不太好回答。再过几日吧。你说话要算话哦，我们拉钩。施无星愣了一下，穆无忧已经拿他肉乎乎的手指去勾施无星的手指了，温热细软的感觉自他的指尖传来，他整个人都愣在那里，有些难以置信的看向穆无忧。穆无忧见他这样看过来，怎么了？没事，你先吃，我出去一下。他说完扭头大步走了出去。他方才在施无星的面前哭，其实是想看看施无星的反应以及容忍度。他哭的时候却没有疾言厉色的阻止他，就表示施无星不怕他的哭声传出去，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要么四周无人，要么他用什么方法阻止声音的传播。他吸了吸鼻子，这一次试探又失败了。施无星出去之后并没有走远，他呆呆地看着他的那根被穆无忧碰过的手指。暗影走过来问：道子怎么了？暗影，我是不是已经坏的没救了？暗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进来做的事情说到底都是因为我的不甘心。我从方外坠入了凡尘，求的不过是些许的温暖。我曾以为这样的温暖，这天底下只有他一人能给我。可是如今，我却在一个3岁的稚童身上也感觉到了这样的温暖。我就在想，暗影，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道子，这些事情哪里能怪得了你？人活在这个世上，又怎么可能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我之前总觉得你远离这尘世，总有一天会因为孤独而做出傻事来。你堕入凡尘，在我来看是一件好事。人活在这世上，怎么可能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人生除了欲望，难免就会想要得到更多。我所求的不多，却因为心中的所求，坠入了无尽的深渊。暗影听到这句话，眼眶泛红。别人不懂施无星，他却是懂的。道子，这是想要放弃之前制定的计划吗？我不知道，我想一个人静静。暗影看着他的样子，眼里有些担忧，轻点了一下头，走到一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暗影走后，施无星一个人在那里站了很久。他发现他竟无法回去面对穆无忧，他怕看见穆无忧那童真的脸、无邪的眼。他失魂落魄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穆无忧躲在门缝后看着他们的动静，他隔得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却能感觉到施无星的情绪十分激动。他毕竟年纪还小，不懂大人的这些烦恼。他今天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又和施无星斗智斗勇了几个回合，这会儿是真的累了。他爬到床上休息去了。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看到了一张有些陌生的脸，看着他的眼神十分的邪恶，他吓了一大跳。你是谁？你要干嘛？你是谁？这可真是一个好问题啊！你是慕云舒的儿子吧？你和他长得真像啊！荣九思把慕云舒从南诏带回来之后，并没有对外宣布慕无忧的身份，不是他不承认慕无忧，而是如今京中不太平，越多人知道慕无忧的存在，慕无忧就越是危险。所以之前荣景彻根本就不知道荣九思带了个孩子回来。荣景彻的眼里满是狰狞，觉得石无星有两把刷子，居然把荣九思的儿子给偷了过来。你认识我娘？何止认识，他当初还差点嫁给我。我娘亲差点嫁给眼前这个丑八怪，不应该呀！我娘亲的眼光那么高，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丑八怪呢？怎么看都是我爹比较帅啊！吓死我了，还好我娘没有嫁给你。他感觉到了来自小孩的鄙视，这种事情对他而言是极难接受的。你找死！他说完便欲来打慕无忧，慕无忧早有准备，拿起了一个小瓶子，对着荣景彻的脸就把里面的东西给扬了出去。荣景彻猝不及防，一口气吸进去了不少，他两眼一翻就倒在了地上。原来慕云舒出门前他遇到了危险，为保万无一失，他想了想，便在自己和慕无忧的身上都装了一点药。因为慕无忧还小，他怕他不小心被毒药伤到，所以给他准备的是十分厉害的迷药。他把荣景彻放倒之后，心里有些害怕，扯着嗓子喊：不是！慕无忧出来没有看见石无星，他便决定想办法逃走。只是他在园子里走了一圈，却根本就没有发现离开的路。他之前听慕云舒说过，这世上有一种阵法能把人困在里面出不来。他此时是真的有些着急了，他决定再走一圈，若还找不到离开的法子，他就另想办法。只是他这一圈还没有走完，就被荣景彻一把拎住了后颈皮。小兔崽子，看你往哪儿跑！不是，救命啊！你今天就算是喊破嗓子，也没有人能救你。荣景彻说完，照着慕无忧的小屁屁就打了下去。刹那间，小孩子的哭声震天，吵得他的头皮有些发麻。恶念在他的心头滋生。慕无忧是荣九思和慕云舒的儿子，他恨这两人入骨。荣景彻的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伸手去掐慕无忧的脖子。慕无忧等的就是这一下，他飞快地掏出慕云舒之前给他装在小兜里的激矿，照着荣景彻的脸就射了下去。那一下也是巧了，刚好射中荣景彻的眼睛。慕无忧趁机赶紧逃，只是他这一次没有走运，就被荣景彻的侍卫再一次抓住。杀了他！侍卫有些犹豫，只是荣景彻的命令他们又不能不听，于是他们拔出了手里的刀。在他们的刀尖即将碰到慕无忧的时候，石无星赶了过来。住手！国师来的正好，这小崽子恶毒的紧，他刺瞎了我的眼睛。他好好的为什么会伤你？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国师，他掐我脖子，想要杀了我好害怕。荣景彻，你对一个孩子下手，你还是人吗？这个小畜生是荣九思跟慕云舒的儿子，心思跟他们一样狠毒，留着他以后只会是个祸害，还不如趁早出去。你说这些都不过是在掩饰你自己的无能。父母的事情与孩子无关，你若连个孩子都容不下的话，也不配为人。石无形，你有什么资格对着我指手画脚啊？其实你和我没有本质的差别，你的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还不如我磊落。你做这么多事，不就是想要得到慕云舒吗？怎么，你对他的爱能支撑着你，连他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也能接纳？闭嘴，闭嘴！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你的心里和我一样阴暗狠毒。你若是不打慕云舒的主意，又岂会费那么大的力气把慕无忧抓过来？你就承认吧，你和我就是同一类人。石无星的手握成了拳，额前的青筋鼓了起来。荣景彻在慕无忧的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等于是扯下了他的遮羞布。他之前的自我催眠在这一刻已经荡然无存。你让你的人放了无忧。原来这小崽子叫无忧啊！石无形，原来你是真的很大度啊，真的容得下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生的儿子。你真是让我太意外了，你这样子做什么道子啊？去做情圣啊！我把他抓回来是有其他的用途，你此时把他杀了，只会坏了我的计划。你有什么计划呀？跟我说说嘛。若是你的计划能打动我，我也是可以留他一命的。你用别人的儿子来威胁我，当真是可笑。无忧是荣九思的儿子，他有什么用处？你用屁股想也能想得出来。你既然这么想杀了他，那便杀了吧。他说完扭头就走。荣景彻原本见了石无星在乎慕无忧，觉得可以用慕无忧来拿捏石无星。此时石无星又摆出这副姿态来，他倒有些弄不明白，石无星到底是在乎慕无忧，还是因为慕无忧有价值。
我方才不过是在和道子开个玩笑罢了，道子何必如此生气啊？我也觉得你说的对，这小崽子是荣九思的儿子，那么他活着就比死了更有价值。我现在不杀他，但是我会派人看检了他。道子可能还不知道这小子有多机敏。石无星暗暗松了一口气，随你。他说完扭头就走。他此时眼睛痛得厉害，他让侍卫把穆无忧扔进了屋子里，然后派人在外面严加看守。石无星原本就觉得他没脸见穆无忧，这一次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更没脸见他了。只是穆无忧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遇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很害怕。他深吸了一口气，拿来穆无忧能吃的食物给穆无忧送去。他以为穆无忧再见到他一定会露出鄙视讨厌的表情，然而他却猜错了。穆无忧不但没有露出这样的表情，在他进来的时候还拉住了他的手。温暖的感觉自穆无忧的指尖传来的时候，石无星整个人一僵，他朝穆无忧看去，属于孩子的纯粹的依赖在这一刻就这么直接的荡进了石无星的心里。博士，你没事吧？石无星不答反问。嘿，今天都听到了，我不是什么好人。不，博士是好人。若不是你，今天我就死了。坏人的话我才不相信，在我的心里，博士就是好人。这一次抓我来的也是坏人，不会是国师。如果国师是坏人的话，就不会给我吃的，也不会变戏法给我看。石无星一时竟无言以对。小孩子的世界就很简单，他们辨别这个世界的好坏，就是具象的某一件事情，而人心的复杂，从来就不是某一件事情就能展现的。你不信他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肯定不是国师抓来的，而是坏人抓来的。我虽然不知道国师为什么会和坏人在一起，但是我想肯定是坏人逼国师的。石无星听到这句话差点泪目，他愧对穆无忧的信任，他又感谢穆无忧的信任。穆无忧这样简单而纯粹的信任是那么的珍贵。石无星伸手将穆无忧抱在了怀里。无忧，谢谢你。明明是你救了我，应该我谢你呀。石无星没有解释，他此时十分后悔，当初在南诏皇宫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去抱一抱穆无忧？无忧，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不会让荣景彻伤害你。穆无忧伸手抱着他的脖子，好，温软的手放在石无星的脖子上时，他的心里生出来了几分暖意。他一扭头，却看见了穆无忧脖子上的伤痕，眸光深了些。荣景彻这个畜生！他将带过来的药拿出来，我给你上药。穆无忧乖巧地点了一下头，让石无星给他上药。石无星给他上好药之后，又带他吃了东西，然后两人就在屋子里说着闲话。穆无忧今日受了惊吓，明显比之前更依赖石无星。石无星面对他这样的依赖，感觉十分新奇，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依赖过他。只是穆无忧的依赖又让他有些汗颜，若不是他，穆无忧也不会陷入险境。细算起来，是他对不起穆无忧。穆云舒自穆无忧失踪之后，他就一直在想，石无星进京之后到底藏在哪里。以前若只是石无星一个人的话，他还好藏匿踪影，如今他带上穆无忧，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麻烦。可是荣九司的第一营都快把京城翻了个遍，也没有任何关于穆无忧的消息。他之前以为石无星会有所要挟，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收到石无星的半点消息，这事他觉得有些不正常。荣九司见他满脸担心，便劝道：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石无星虽然如今走火入魔，但是却不会对无忧下手。我知道，但是我想不通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在京中名气虽然很大，但是却没有朋友，他又能躲到哪儿呢？他说到这里想起了一件事，你之前说他曾和荣景彻合作，他会不会躲在荣景彻的家里呢？我差点把荣景彻给忘了。来人，随我去一趟三皇子府。我跟你一起去。到了那边之后，你跟在我的身边，不要乱跑。他知道石无星抓走穆无忧真正的目的是穆云舒，他怕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他的内心是不想他跟过去，但是如果不让他去的话，他肯定不会安心，一个不好还会偷溜着去，与其让他偷偷去，还不如将他带上。我又不是小孩子，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我知道你做事是有分寸的，但是你的分寸和常人不太一样，你胆子略大，行事的尺度也略大。他觉得他其实还好，至少他又去做什么事情都会好好的评估一番，有危险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啊！荣九思拉着他的手，万事小心。他心里有些愧疚，京中不太平，他跟着他回了京城，却还需要面对这些事情。穆云舒点头，他当然知道要小心，毕竟京中的这些人就没几个好鸟。众侍卫也已经准备好，一行人直奔荣景彻的三皇子府。荣九思之前曾在荣景彻的府里安插过眼线，那几个眼线都没有发现三皇子府的异样，这就表示如果穆无忧真在三皇子府的话，那也是被荣景彻藏匿的比较深的。他们去
三皇子府的时候要经过苏府，苏玉新在门口看到摄政王府的马车，他轻咬了一下唇。若不是慕云舒，他如今就是高贵的摄政王妃，能在京中呼风唤雨，绝不会受这样的委屈。他想跟过去看看荣九思这是要去哪里，他能不能还有一点机会。他没有跟多久，马车就在三皇子府前停了下来。若不是慕云舒抢走了荣九思，如今站在荣九思身侧的人就是我了。慕云舒感觉自己像是被条毒蛇盯上了，他扭头一看，就看见站在街角的苏玉新。此时看到苏玉新这副样子，伸手挽着荣九思的胳膊，扭头就进了三皇子府。我居然被慕云舒无视了！慕云舒是什么玩意儿？居然敢无视我！你居然敢无视我！我迟早会让你后悔！哎呀呀呀呀！你能让我家王妃如何后悔啊？剑妻一把拽着苏玉新的后颈，顺手点了他的哑穴，把他拉进了一旁的巷子里，暴揍了他一顿。苏玉新无语，只是几下的功夫，他就被打得浑身是伤。我家王妃没有无视你，你是不是很开心呢？我开心个屁！我觉得慕云舒是真的越来越不要脸了，居然让侍卫打我。最可气的是，我还没有还手之力。他瞪大眼睛看着剑妻，眼里满是怨毒。剑妻解开他的哑穴。呀，看你这样子，似乎还要骂我。来来来，我让你先骂，你骂我一句，我就打你一顿。慕云舒的这个狗侍卫实在是欺人太甚了，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啊不，我家王妃说你很贱，直接杀了你太便宜你了，她要让你感受活着的痛苦。嘿嘿，以后他每次见到你啊，就会打你一顿，心情不好了打你一顿，心情好了啊也打你一顿。他心情好了，为什么也要打我？这个我哪里知道啊？毕竟王妃的心思啊，没有人能猜得到。不过我觉得我能猜到几分。他高兴的时候找你，应该是用你来庆祝他高兴的心情。你想啊，他原本就很高兴了，再打你一顿，嘿嘿，他会更加高兴。他想骂脏话，你可得好好活着，别这么快死了呀！毕竟我家王妃后半辈子的好心情，有很大一部分需要你来提供。他今天动手之前，慕云舒曾交代过，最好是想办法把苏玉新再气一气，再刺激他一回。如今看来，他刺激苏玉新的效果还不错。看苏玉新那副气的跟河豚般的模样，剑妻觉得自己棒棒的。此时，慕云舒和荣九思已经进了三皇子府。荣景彻听说他们来了，他的眸光深了些。他对过来通传的门房道：“你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信。你哪里不舒服？刚好让你婶子来帮你看看。”荣景彻听到荣九思的声音，咬了咬牙，他在心里狂骂他府里的下人太无能了，竟根本就拦不住荣九思。摄政王今日来我府里，可是有事。本王听说你身体不适，就来看看。毕竟你是本王的侄儿，本王作为长辈，总得多关心关心你吧。荣九思真不要脸，什么关心我？明明是想弄死我！多谢摄政王的关心，我没什么大事儿。三皇子的眼睛这是怎么了？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地上有一根竖起来的木钉扎进了眼里。大夫已经为我包扎过了，如今在家里休养便好。我的医术还可以，3年前是我治好了他的病。你若是不嫌弃的话，不如让我帮你看看，也许我能治好你的眼睛。果然是慕云舒治好了荣九思。当初我若不是听了苏玉新那个蠢货的话，换了气，不但慕云舒是我的，荣九思也早就死了。若荣九思死了，我只怕已经是当朝太子了，又哪里会受这样的委屈，变成如今这副残破的模样。他心里不太愿意让慕云舒为他看眼睛，但是他知道今天不管他是否愿意，这事他都会做。他压下心里的情绪，如此就辛苦你了。我是你的长辈，长辈照顾晚辈是应该的。可去他的长辈吧！慕云舒过来，伸手为他揭下了眼睛上的纱布。此时，慕云舒靠得有些近，他闻到了他身上淡雅的兰花香。他一闻到这股气息，身体不自觉的就生出了冲动。也是荣九思就在旁边，他不敢放肆，能强行的忍着，手不自觉的握成了拳。慕云舒看到他的眼睛的情况，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的眼睛是被利器刺穿的，若是那利器刺过来的角度再偏一点，怕是能够顺着他的眼睛刺进他的脑子里，直接要了他的命。你的命还挺大的。我的眼睛还有痣吗？你的眼球被利器刺穿，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没有人能治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把坏掉的眼球摘除，否则任其腐烂，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毕竟眼睛离脑子那么近，你的脑子原本就不好，再跟着烂掉一点儿，可能整个就烂了。荣景彻不语，虽然他说的是智商的事儿，但是他总觉得他是在内涵他太蠢。他黑着脸道：多谢王妃关心，这事儿我再想想。不客气，你要摘除就尽早，不要拖着。我们这些做长辈
类的，也只能劝劝你。毕竟要不要做这事儿还得看你自己。荣景彻的手握成了拳。正在此时，剑十一匆匆走了过来。王爷，老妃有发现。慕云舒对荣景彻道：“我还从来没有逛过三皇子府，我听说你府里的风景不错，我去逛逛。你身体不好，就在这里歇着吧。”他说完也不等荣景彻同意，便和荣九思一起走了出去。你们要做什么？没有人搭理他。慕云舒和荣九思已经走了出去，他只得是大步跟了上去。荣九思和慕云舒此时已经到了剑十一说有发现的地方，他们绕了一圈想要进去，却发现无论如何也进不去，这就符合施无星善用阵法的特征了。荣九思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的阵法，不算十分精通，解这样一个不算复杂的阵法是没有问题的。他带过来的侍卫中也有对阵法有所了解的，便也过来帮着破阵。他们的动作很快，在荣景彻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将外围的阵法破了大半。住手！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来人，请三殿下去那边休息。几个侍卫过来要把荣景彻架走。放开我，这里是我家。他的侍卫要过来帮忙，剑妻的长剑一横一荡，便把那些侍卫全部逼开。这里现在是你的家，等会儿还是不是你家就不好说了。就算你是摄政王，也不能如此霸道。本王的霸道，你又不是今天才知道。因为荣九思自小就太过出众，又是长辈，虽然从未抢过荣景彻任何东西，但是他就是觉得荣九思十分霸道，他的优秀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的高度，所以不管他做什么，看到荣景彻的眼里，那就是做什么都是霸道。你会遭报应的。荣九思对于他这样的控诉并没有放在心上，继续破阵。这样大张旗鼓的跑到我家里来乱翻，到底是在找什么？本王在找什么？你心里清楚。无忧没事的话，本王可能会饶你一命；他若有事，本王定将你凌迟。荣景彻的心里有点慌，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却还在装蒜。无忧？什么无忧？你就装吧，只怕你已经装不了太久了。荣景彻的脸色十分难看，那边阵法已经破开，露出里面一扇厚重的大门。把门打开。剑十一和剑七一左一右的想把门打开。等一下！两人根本就不理他，用力去推门。若是将这里打开，找不到摄政王要找的人，摄政王当如何？荣九思依旧没有搭理他。在这一刻，荣九思的心里只有慕无忧。荣景彻的话听在他的耳中，就如同放屁一般。若无忧不在里面，今天就是我们的三皇子府一日游。你放心吧，出去之后我们会夸你的王府风景很好。那边剑七和剑十一已经把门打开，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便露出了里面11个衣着打扮都十分暴露的女子。公子，你们是来陪我们玩的吗？他们七手八脚的朝剑七和剑十一涌了过来，伸手去摸他们。你们在做什么？剑七则直接把人踹开。滚滚滚！上次他被骆冰岩压在身下的时候，虽然觉得十分不自在，却并不讨厌。今天这些女人一靠过来，他心里就生出了极为厌恶的情绪。这些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收集到的美人，摄政王若是喜欢，可以挑几个回去。荣九思之前听太子说过，这几年荣景彻沉迷女色，四周搜罗各色美人。对这事儿，他只让太子留意那些美人的去向，他怕荣景彻用那些美人去收买官员。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些美人里有没有叫无忧的呀？若有，摄政王可以直接带走。慕云舒听到这话觉得不对，方才在外面的时候，荣景彻的紧张不是装的，还否认了自己知道无忧。别装了，我知道无忧在你手里，只要你放了无忧，一切都好说。一切都好说？那你今夜来给我暖床啊？他这话还没有说完，便被荣九思一脚踹得倒飞了出去。荣景彻倒地后，伸手撑着坐了起来后，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天天跟在我的身后，对我百般讨好。你当时为了让我娶你，对我死缠烂打，只差没脱光了爬我的床。这些事情虽然都是他穿越之前原主做的，但是他此时这样说出来，他听着也十分的羞耻。荣九思把剑架在了荣景彻的脖子上。我说的都是事实，这些事情以摄政王的能力一查便知。慕云舒原本喜欢的人就是我，他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当初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当初是我不要的，摄政王却把他当作是宝。荣九思想一剑砍下他的脖子。九思何必跟个疯子一般计较呢？我是什么样的人，九思知晓就好。至于他，不过是个想故意激怒你的蠢货罢了。荣九思没有说话。当初慕云舒追着荣景彻跑的这件事情，他自然是知道的。这事在京中就不是什么秘密。慕云舒知道，今日若不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好，只怕荣九思会生出心病来。我知道你这样说，不过是因为你过得不好，所以你也不想我过得好。毕竟这世上哪
个男人会不介意这种事情呢？只是这事儿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吗？你我当初的婚事是怎么来的，你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说到底不过是你母亲欠了我母亲的大恩，想要报恩罢了。可是你都做了什么？你看不起中永侯府，觉得中永侯府的门楣配不上你，我不能成为你的助力。若是对我而言，在你我婚事定下的那一刻起，你便是我的未婚夫。你既然是我的未婚夫，我跟你走得近一点又有什么问题？更不要说我当初年幼，中永侯府的那对夫妻对我百般虐待，我那时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我承认当初我是喜欢你，对你死心塌地，一心想着嫁给你。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娶我，对我百般戏弄。因为你，我颜面丢尽，成为了京城最大的笑话。我对你原本是抱了满怀的希望的，而你做了什么？你让苏玉心在喜庙里换了盖头，将我推给了九思。因为那时的九思病体缠绵，你想让他杀了我。而当时的苏府如日中天，苏玉心是苏相最宠爱的女儿，你娶了她就能得到苏府的助力。在你制定这个毒计的时候，你我的情分便断得干干净净的。就你这种渣男，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指点点的？我喜欢一个人时，喜欢的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再说了，女子年幼时，谁不会碰到几个人渣呢？若为你这样的人渣摊上一生，那才是蠢。他说完没有打荣景彻，然后伸手勾着荣九思的胳膊。荣九思原本猥琐的眉头此时彻底舒展开。我非常感谢荣景彻这个渣男，换了我的盖头，让我遇到了你。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男子原来可以如此深情，如此有担当。荣九思的桃花眼里有笑意溢了出来，四目相对，里面是浓得化不开的深情。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对璧人，心情复杂至极。曾经慕云舒也曾用这样的目光看着他，只是当时他只觉得他蠢得很，从来就没把他的心意放在心上。到了如今，他才知道纯粹的感情有多么的珍贵。他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荣九思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眼里满是嫌弃。这样的荣景彻怎么可能入得了慕云舒的眼？本王再问你一遍，无忧在哪里？我说过，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荣九思，我之前一直觉得你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让你在意的人，如今却知道你也有软肋呀。在你有软肋的时候，你就浑身是破绽了。荣九思的面色冷了下来。当你有破绽的时候，你就离你的死期不远了。你是承认无忧在你手里了？那你不如猜一猜，是我们先死，还是你先死呢？荣景彻的表情有些扭曲，因为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质疑的。他现在人就在他们的手里，他也不傻，知道此时只要说出慕无忧的下落，荣九思必杀他。我真不知道你们说的无忧是谁，他不在我手里。你觉得我会信你的话吗？这个阵法是无星布下的吧？在我们打开这道门之前，你是不是也以为无忧在里面？荣景彻的表情一凝，却没有说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已经和事无香达成了合作，但是你们之间对彼此都不信任，一到关键处你们都会抛下对方。就比如说今天，事无香就带着无忧跑了，他抛下你一个人独自面对我们。对这样的人，你觉得值得你用自己的命去护着他吗？荣景彻的手握成拳，不管他是否愿意承认，他都不得不承认慕云舒的这番话说到了他内心最在意的事情。这一次事无香把他一个人丢了，理智上告诉他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的心里却依旧不舒服。他在心里飞快地权衡了这件事。慕无忧不是我抓的，事无香这段时间除了住在我这里外，他还有其他的住所。至于他其他的住所在哪里，我并不知道。事无香的身边还有什么人？就一个叫暗影的侍卫，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人。我知道这一次事无香利用了你，你心里一定很生气。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合作，不如我们联手把他引出来。他方才还对我喊打喊杀，这才多长时间，他就要和我合作？在这一刻，荣景彻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他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聪明机敏，行事十分灵活。这也就难怪当初他被他耍得团团转了。荣景彻之前只是觉得错过他有些可惜，那些可惜只是浮于表面的可惜，更多的是不甘心。可是到了此刻，他却明白了，他再不甘心也没有用，以他的能力早就已经看不上他了。慕云舒见他良久都没有说话，眸光微敛。你若是能助我们找到无忧，我会重谢你的。如何重谢？他既然暂时斗不过这对夫妻，还不如从他们这里先要点好处。你如今在朝中的地位十分尴尬，从最初的最尊贵的皇子变成边缘化的人物，你如今手里一点实权都没有，被你的兄弟和仇敌们各种嘲笑，你就不想再重新执掌权力吗？
我变成这样，难道不是拜你们所赐吗？你有什么脸跟我提这个呀？你变成这样不是拜我们所赐，而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之前选择与我们作对，我们自然不会对你客气了。毕竟你也不会对你的敌人手下留情，以前的事情你也付出了代价，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是你以后的路要如何走，就得看你怎么选了。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你说是成了我们的人，我们自然就不会再对你出手了，且还会给你想要的尊荣。荣景彻愣了一下，这是他从未想过的思路。他之前一直想着要如何弄死荣九思，如何夺得权势，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还能跟荣九思合作。你如今这副模样，想要登上那个位置是不可能了。可是你的后半生还很长，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却在你一念之间。你说的话能代表摄政王吗？云舒的意思就是本王的意思。荣景彻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又生出了一些感触。他到此时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永远没办法得到他想要的温暖，因为他从不肯相信身边的任何人。我可以和你们合作，但是我也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只要你提的要求不太过分，我们都可以答应。我不想再留在京城，我想出京做个闲散王爷。这件事情不难。这件事情定下来之后，再要商议对付施无星就变得简单的很多。他们商议好后，准备离开时，你的眼睛尽快摘除，否则你眼睛一烂，受罪不说，还可能会死。荣景彻的手握成拳，轻点了一下头。你的腿骨接得不算好，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等找到无忧之后，我可以帮你重新接骨，到时候就算你腿不能恢复如初，至少也不会瘸。好。慕云舒言尽于此，和荣九思一起离开三皇子府。到马车上后，荣九思问慕云舒：你真觉得荣景彻会跟我们合作？荣景彻这个人心思极重，他什么人都不信，只信利益。当我们给他的好处够多的时候，他就会配合我们，而当事情有了其他的进展，我们给的好处没有那么让他心动的时候，他就又会生出其他的心思。所以用他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了，毕竟他如今可能是唯一知道施无星下落的人了。你对他似乎挺了解。慕云舒从他的这句话里听到了几分酸溜溜的味道。我对他的了解是从他这个人本质来分析的，为的是坑他，而我对你的了解呢，则是因为我想这一辈子恩爱度过，为的是爱你。这话荣九思爱听。你这么会说话，那就多说一点。慕云舒的嘴角抽了抽。自从他们从南诏回来后，两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荣九思在他的面前几乎就和高冷这一类的词没有关系了，但是他的骨子里终究透着几分傲娇的属性。无忧还没有找到，没心情说。荣九思的面色一下子就变得慎重了起来。无忧没有在荣景彻的手里，我其实是松了一大口气的。施无星虽然有些疯，但是我知道他是不会伤害无忧的。我只是想不明白，施无星抓走无忧，却又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没有说他要什么，我完全弄不明白他的心思啊。其实施无星的心思很简单，他最初抓慕无忧的时候，他是想着用慕无忧来换慕云舒，只是他那天在慕无忧的身上感觉到了温度之后，他的想法就有了巨大的改变。至少慕无忧让他明白，他想要的温暖不仅仅是慕云舒一人能给。他带着慕无忧出了京城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去了南郊的一座山下。施无星带着慕无忧到那里后，便和他一起去小溪里抓鱼。慕无忧抓鱼的法子是荣九思和王府的一众侍卫教的，因为教的人多，各种各样的法子都有。不是，快来看，我抓了好多鱼。施无星笑着给他找来了一个木桶放鱼，内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施无星之前没有养过小孩子，不知道小孩子可以如此可爱。在这一刻，施无星甚至生出了一种仰慕无忧一辈子的心思。只是他的这个心思才生出来，暗影便过来道：道子，大皇子来了。无忧，你玩了很多的水了，到岸上吃点东西。慕无忧应了一声，穿上了鞋子上岸。施无星带着他到了草屋里，大皇子荣景深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大殿下请坐。施无星进京之后，其实最初联系的是荣景深，荣景彻不是自己主动送上门的障眼法而已。荣景深看到了慕无忧的时候，他便是皇叔的儿子吗？是的，他叫无忧。无忧，他是你的大堂兄。可是他的年纪快能做我爹了。我的年纪确实能做你爹了，但是按辈分算的话，我确实是你的堂兄。这个世界好奇怪啊，我要喊宝儿叔叔，却喊你哥哥。大晋皇族里的人怎么这么多，辈分也是奇奇怪怪的。听着确实有些复杂，你弄不懂就记下来吧。你知道我是你的大堂兄便好。你玩了那么久，想来也累了，先去休息一会儿，我和你大堂兄说会儿话。跟着暗影去里间休息。真没想到王叔也有孩子了，不过还是国师厉害，竟能将这孩子带出来。有这个孩子在，往后不管我们做什么，王叔都会有所顾忌。无忧是个孩子，我把他卷入这件事情已经是不该，你不要打他的主意，更别动伤害他的心思。
国师，我也是个父亲，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石无星知道荣景深和荣景彻不太一样，这两人虽然都是元明帝的儿子，但是荣景深行事有属于自己的底线，不会像荣景彻那样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大殿下能这样想，我很欣慰。道子打算以后如何安置无忧，我先将他带在身边。你以后没事的话，不要到这里来找我。荣景深看向他，我们之前制定的计划按之前商议的进行，至于你能不能成功登基，那得看你的本事。父皇下的那道传位诏书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我如今没有选择，若得不到这天下，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你觉得荣九思还有其他的路吗？荣景深愣了一下，一时间没有明白石无星的意思。荣九思和你一样，也是因为无路可走，不得不来争这条路。元明帝对荣九思做下的事情，想来你也是知晓的。荣景深的表情僵在了脸上，他当然知道元明帝对荣九思做了什么，只是这种事情知道归知道，说出来多少有些打他们这一支的脸。若你是荣九思，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能活下来？我不急，皇叔。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便当知道，有时候你们的处境是相似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为难彼此？我可以肯定，以荣九思的性子成为皇帝，他不会杀你。如今我也不需要你做出不杀他的承诺，因为你也杀不了他。荣景深的面色变了好几遍。既然杀不了，那就没有必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你从我这里回去后，可以去一趟摄政王府，跟荣九思说一说你的想法。道子这是想让我和王叔讲和，我觉得这才是你们彼此的活路。道子的观点不能认同，有些事情道子做了开场，那么后续的事情由我来做便好。你要做什么？道子放心，我说了不会伤害无忧，便不会伤害他。只是眼下我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还请道子帮个忙，将他交给我。他的话音一落，四周便落下了10余个灰衣人。皇族影卫，影卫是皇族里最为厉害的侍卫，只听皇帝一人的命令。他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表示皇权真正的归属。这些人之前都护在元明帝的身边，此时出现在荣景深的身边，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当年王叔将父皇软禁之后，父皇便将影卫全部都给了我。父皇当初阴差阳错中了十分厉害的蛊，那蛊无药可解，王叔手握重权，父皇颇为忌惮，又怎么可能没有留后手？石无星的表情冷了下来。其实早在3年前，父皇便决定传位于我，只是皇叔的动作太快，没给他足够的时间安排好这一切，便握住了大权。父皇在关键的时刻保留了实力，只留下极小的一部分影卫保护他，余下的都给了我。当初他没有公布传位的诏书，其实是为了保护我。石无星闭了闭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荣景深对着石无星长长一揖道：说到这里，还得感谢道子。道子回来之后，在京中做了一些布置，朝中很多官员都和道子有些交情，这才能让父皇的那道诏书示于人前，让我成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大殿下藏得好深呐，是我之前小看你了。我也不想如此，我也只想简单的活着。只是身为皇族中人，简单就意味着无能，无能要么是死，要么就会沦为别人的棋子。哼。而我不想死，也不想成为棋子，就只能拼尽全力为自己争上一争。前段时间元明帝对外公布传位给荣景深时，他当时忐忑不安的表情，石无星还见到了。当时石无星和其他人一样觉得荣景深是个老实人，是无害的，只是石无星没有想到他才是皇族之中城府最深的那个人，暗中已经为自己布好了局。如果这一次石无星没有抓住穆无忧，他只怕还不会露出狐狸尾巴。是我小看你了，国师别这样说，我其实和王叔一样，从来就没有过害人之心，只是处在我们这个位置，若是不争，便是死路一条。我真的只是想要活下来。王叔有妻有儿，我也一样，就算是我不为自己，也要为他们着想。石无星虽然对他有所防备，却还是严重低估了他，不知道他身边有影卫。石无星此时身边只有暗影一人，就凭一个暗影，不可能是那些影卫的对手，也就是说，他今日护不住穆无忧了。还请道子让我把无忧带走，我也可以向道子发誓，我绝不会伤害他。哼，你是不会伤害他，但是你会用他去威胁荣九思，你会用无忧达到你的目的，将他作为夺得皇位最大的一枚棋子。这不就是当初我们最初的计划吗？道子难道忘了？这确实是他最初制定的计划，只是如今石无星的态度变了，他不想这么做了。石无星做道子多年，做国师多年之后，善于卜算，便算得上能深窥人心。可是如今他失去卜算之能后，他便发现他已经看不透这复杂的人心了。你今日让我长了见识，这件事情到如今已经容不得我反悔了。
我知道我今日已经护不住无忧，也请你记住你对我的承诺。我说了不会伤害无忧，便不会伤害他，这一点道子大可放心。石无星现在对荣景深的话是一个字都不信了，因为荣景深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荣景深也不再多说什么，让影卫去把穆无忧请出来。无忧啊，道子这里太过简陋了，大堂兄带你去家里住几日可好？穆无忧看向石无星，石无星轻轻点了一下头。好吧。他说完又走到石无星的身边道：道子，我先跟大堂兄去他家了，你以后要记得每天准时吃饭。石无星因为感觉不到温度，他也没有什么口腹之欲，经常忘记吃饭。这几日两人在一起相处，都是穆无忧在喊石无星吃饭。石无星听到穆无忧的这句话，差点泪目了。好，我听无忧的。他说完，将穆无忧抱进怀里，往穆无忧的怀里塞了点东西。博士，你以后有空了要记得来看我。石无星重重点了一下头。他之前一直把无忧当成是不懂事的小孩子，如今他才知道，无忧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个难得聪明的孩子。石无星再想想荣景彻的事情，他觉得荣景深把穆无忧带走，荣景深若真的对穆无忧有恶意，只怕也讨不了好处。你去吧，我得空了一定来看你。荣景深过来牵着穆无忧的手往前走，穆无忧一再回头，依依不舍地看着石无星。在那一刻，石无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石无星活在这个世上，很少有让他后悔的事，但是这一刻他后悔了。荣景深看着穆无忧问他：你和道子的感情很好？娘亲说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让我有时间了多陪陪他。我这一次就想陪他时间长一点，让他不要每天都不开心。没想到大堂兄又来接我去你家玩。无忧就知道自己是个招人喜欢的人，大堂兄也喜欢无忧。大堂兄放心吧，有无忧在，你以后每天都会开开心心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开心？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但是我就是感觉到了。娘亲说这里完全舒展的人才是开心的人。你真是个好孩子，只是大人的世界里，想要拥有孩童的快乐和纯真是不可能的事情。穆无忧睁大了一双眼睛，一脸不理解地看着他。走吧，我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到时候他们可以陪你玩。我这是才出狼窝又入虎口，我怎么就那么可怜呢？爹娘也太不给力了，这么多天还没有找到我，我今天在小溪里放出来的信号又白放了。我是个孩子呀，遇到这种事我也很害怕呀。荣九思和穆云舒一直在找穆无忧，他们那天和荣景彻达成共识之后，便让荣景彻去调石无星，只是石无星却没有给荣景彻任何反应。这天下午，他们终于收到石无星的来信，信里的内容很简单：我想让无忧陪我一段时间。石无星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费那么大力气把无忧抓走，就是想无忧陪他，这怕是有大病吧？之前在南诏的时候，石无星很少会和无忧说话，对他十分冷淡，这会儿又让无忧陪，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石无星这是在找死！穆无忧是我的儿子，陪石无星做什么？石无星想要儿子，自己去找女人生一个呀！抢我的儿子做什么？原本以为石无星送来了信，就能知道他想要什么，就能把无忧找回来了。眼下我们能确定无忧没事，这也是一件好事儿。荣九思和他想的却不太一样，他一点都不想让穆无忧陪着石无星，只是眼下一点关于石无星的信息都没有，他就算是再急也没有用。这几日因为穆无忧的失踪，府里的气压有点低，其中最自责的当属剑十二。穆无忧是从他的手里走丢的，就算是荣九思和穆云舒都没有责怪过他，他也极难受。这几日他用他的法子四处找穆无忧，也依旧没有任何头绪。剑妻安慰他：你也不用太过自责，当时那样的情况，那石无心一有心算无心，那不管是谁都会中招的。剑十二没有说话，沉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剑妻见劝不动，叹了一口气：洛姑娘在道观中待了很长的时间，她可能会占卜，左右现在都没有眉目，不如去找她算一卦。剑妻一听他说起了骆冰岩，表情就有些尴尬。自从那次的事情之后，他就避免和骆冰岩正面碰到。这能有用？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有眉目，死马当活马医嘛。剑妻，你说是不是？要去你们去，我不去。哎，我们这中间就你和洛姑娘关系最好了，你去找她是最合适的。我和她不熟。你都和她那样了，怎么会不熟啊？什么这样那样？没有的事儿。剑十一一边推着他往药房的方向走，一边道：哎，你知道这样是什么，那样是什么吗？别着急否认呐。我知道你被洛姑娘压的那件事情被我看到了，你觉得有些丢脸，但是男女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只有自己知道，这种事情我不丢人。剑十一，
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这事儿不丢人吗？啊，我觉得非常丢人。等等，剑师爷好像误会了什么，事情不是那样的。我这是在给你找台阶下，情侣之间吵个架什么的再正常不过了。你是男人，要大度一点，不能因为吵个架就不理人家，人家是姑娘，脸皮薄，你是个大男人，就该拿出大男人该有的样子来，不要那么小气。谁小气了？不是你，是我小气，这样就行了吧？在那件事情上，他感觉自己就算是长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了。你现在觉得男人的脸面比感情重要，你以后肯定不会这么想。这世上最难得的便是得到心爱之人的心，其他的都不重要。你此时或许会怪我多管闲事，但是你以后一定会谢我。这段时间剑七总往双儿的面前晃，双儿原本就和剑七在一起处了2年多，两人是有情谊在的。剑十一心里有些不安，怕剑七这个二愣子哪天开窍把他的双儿给抢走了。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还是得给剑七找个媳妇，彻底断了这个可能性，而骆冰言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们说的就不是一件事儿。行了，别拿桥了，再拿桥下去就过了。这不是。他们说话间已经到了药房门口，骆冰言刚好从里面出来。剑七一看见骆冰言，就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他的脸瞬间爆红。你们找我有事？剑十一回答：是的，最近我们一直在找小世子，可是石无心十分狡诈，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眼下没有什么线索。剑七说骆姑娘略懂些道术，想来会占卜的，所以想让骆姑娘为小世子卜个卦，看看他在哪里。他这话还没有说完，剑七瞪他，他当作没有看见。骆冰言看到他们的小动作，心里了然。我确实曾跟着道长学过一些占卜之术，但是并不精通啊。毕竟我若是精通这个的话，我当初就不会被你们抓住。不精通也没关系，骆姑娘平时不卜卦，偶尔卜一次，我听人说这种情况会更加灵验，还请骆姑娘试一下。那就试一下，我不保证一定有用啊。其实对于穆无忧失踪之事，他也十分担心。剑七说只要是骆姑娘卜的卦，肯定是有用的。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你在心里说的，我听到了。呀，可把你厉害的，这都能编得出来。他其实有些心累，剑七这个二婶子呀，真的是太不开窍了，借口他都替剑七找到了，结果这个二货完全不搭话，就他这个样子，这辈子怕是都别想娶上媳妇了。骆冰言看到他们的样子，有些想笑，他回到药房，从里面找出了6枚铜钱。剑七说骆姑娘真厉害，一卜卦就用铜钱，这是行家的手笔，太厉害了。我什么时候说的？你刚才在心里说的，我听到了。剑七心里就很累，完全不想跟剑十一说话了。难道你觉得骆姑娘不厉害吗？这事儿你知道就行，没必要说出来。剑七无语，他这辈子就没有像这一刻这么难受过，就不知道该如何反驳。骆冰言没理他们，拿着铜钱在心里想着穆无忧的下落。片刻后，骆冰言就把铜钱撒在了桌上。这个卦象有点特殊，他似乎曾经在水边待过，还去山林里小住过。他觉得这个卦象还不完整，便又摇了一卦作为卜卦。这一卦有显示他在围墙之中，他所有的地方都是高高的屋舍，四周还有城墙。众人无，就算是剑十一此时都没办法替他打圆场了，毕竟山林溪水和城墙实在是很难扯上关系，这2个地方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大。骆冰言看到他们的表情，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我之前就说我卜卦并不精通嘛，如今看来，我就算很少卜卦，积攒不少的能量，也很难弥补我本身不擅长这件事情的事实。会不会是无忧之前在山林之中，然后被人带回了京城？所有人朝他看了过来。人是活的，原本就是会走的。哼。石无心狡诈，不太可能待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呀。哎呀，还是剑七了解骆姑娘啊，这话非常有道理。你一句话不把我和她扯在一起，你会死啊！难道方才替骆姑娘解卦的人不是你？我只是按照常理来解说这件事情而已。你说的对，是我们太笨了，体会不了骆姑娘卦中的意思。不想说话了。骆冰言轻笑了一声，对剑12道：这事儿只是我们的推断，准不准我是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小世子的话，最好去城外走一趟，城外可能有指向城内的具体线索。他是聪明人，一眼就看出来剑11今天是来捣乱的，剑7是被逼着过来的，真正想问他线索的人其实是剑12。多谢骆姑娘，我现在就出城去看看，我陪你一起去。他实在是不想再待在这里面对骆冰言了。没想到剑11道：骆姑娘来京城也有段时间了，还没有出过王府。虽然说找小世子的事情十分重要，不适合游山玩水，但是城外的风景甚好。骆姑娘在王府里憋了这么久，想来也是闷坏了，不如一起帮着找找小世子，刚好出去走走。找无忧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这根本就不是散心的事儿。骆冰言原本是不想去的，但是他听到剑7的这句话后就改变了主意。我觉得11侍卫的话很有道理，我在王府待的时间有点长了，是该出去走走了。且这卦是我卜的，我对这一卦的感应是最强的。我也想为找小世子的事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有洛姑娘相助，将来效果会更好。你和小世子的感情最好，你该不会不去找他吧？剑姬无语，他说到嘴边拒绝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他这会儿想抽自己嘴巴子，让他多话去推测那个卦象，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他黑着脸没有理剑十一，却还是决定和他们一起出城找穆无忧。他们这么多人要出去，还得跟慕云舒和荣九思说一声。荣九思此时不在府里，只有慕云舒在。慕云舒听他们说这事儿，觉得多少有些不靠谱，尤其是他们这个组合有点怪，更不要说剑七的脸很黑。他看了剑十一一眼，剑十一朝他笑了笑，他便明白了几分。你们去吧，说能无忧的线索最好，说是没有也不打紧。冰岩来京城时间长了，出门走走也是好的。他们费那么大的力气都没有找到慕无忧，他也没指望他们能找到。眼下他知道慕无忧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心里就没有最初那么着急了。这事定下来之后，他们立即就准备出城。他们上马的时候，剑十一凑到剑七的耳畔道：好好把握机会，兄弟，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什么时候需要你的帮忙了？他想要说什么，剑十一已经骑着马跑了，而骆冰岩也已经牵着马走了过来。剑七一看见他过来，立马翻身上马，骑着马就跑。骆冰岩看着剑七的反应，没忍住笑了起来。他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但是像剑七这种还是很少会见到。对这样的剑七，他生出了几分逗弄的心思。他故意骑着马跑到剑七的身边道：我们聊聊呗。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要不聊聊你屁股上的那颗痣？剑七无语。臭流氓！骆冰岩听到这话，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之前他从慈济院里出来的时候，天天为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主意，他骂过别人无数次臭流氓。没想到他如今也成了臭流氓。重点是他竟还觉得臭流氓这个词从剑七的嘴里说出来还挺有意思，他还想对他耍耍流氓。这就叫流氓了，你还是见识太少了，改天有机会让你见识见识。剑十一离他们不太远，他耳朵好，把两人的对话听了个6、7成，再靠猜出2成，也就能弄明白他们对话的内容。剑七，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能忍，你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一个小女子这样欺负呀？你听我说，你的武功比他好，他来欺负你的时候，你就直接欺负回去。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他哪有机会对着我这么耍流氓啊？阿七呀，你现在怪我，你以后会感谢我的，否则就你这样的性子，只怕真要做一辈子的光棍。他们平时都是带着剑字一起喊，单独喊对方数字的时候，都是表示亲近的时候，而此时剑七一点都不想和剑十一亲近。剑十二在旁看着他们打闹，他此时只想快些找到穆无忧，其他的人和事他一点都不想搭理。他们出城之后，便由骆冰岩带队，他根据卦象便一直往南面走。哎呀，等以后闲下来了，可以到这里来玩玩，风景真好。他们这些侍卫平时跟在荣九思的身边，荣九思忙得紧，他们也跟着忙，很少会有闲暇出门游玩。你是不是还想单独带双儿过来玩吧？还是你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剑七完全不想搭理他。剑十二则走到了溪边，伸手从小溪的边缘捡了好些用草编的小玩意，但是剑十二的面色却变了，因为这种草的编织方式，所有侍卫中只有他会。他带着穆无忧玩的时候，曾教过穆无忧编过。你在看什么？剑十二回答。无忧。剑七有些不明白意思，反问了一句：什么？这些都是无忧编的？你如何确定？这种编织方式是我教无忧的，这上面勒的布写表示编织者力气不足，是个孩童。这些东西应该是从上面冲下来的。众人对视了一眼，不再说笑，立即逆着溪流的方向往上而行。他们走了好一会儿，那里就只看到了一堵石头墙。他们想要绕过石头往前，却每次都是走过去又绕了回来，根本就过不去。阵法。骆冰岩则从旁边捡起了一根树枝，他拿着那根木棍对着大石头的中间就倒了进去。原本看起来坚固不可摧的石头，瞬间就从中间露出了一个大洞来。竟是阵法加上连法，骆姑娘厉害。过奖了。剑十二则施展轻功往里面跃去，众人忙跟了过去。他们这一次顺着小溪往前走，没走多远就看见了一间十分简单的草屋。骆冰岩心细，四下看了一圈后，炉子里的草灰早就凉透，有些还结了块。3天前京城下了一场雨，这就表示屋子里的人离开应该有3天了。上次王爷和王妃去三皇子府是7天前的事情。根据荣醒彻的描述，当时石无星带着无忧离开，他离开之后应该就来了这里，因为无忧编的那些草时间也不长，最远也就是3、5天的光景。几人这么一合计，就也合计出了穆无忧曾在这里待过的大概时间段。有了这个推测出来的时间，他们就觉得离找到穆无忧更近了一步。他们以防万一，又在屋子里仔细的翻了一圈。
抓无忧的这个人太无趣了，他没有半点兴趣爱好，还没有任何口腹之欲。他这样的人，活着简直就跟行尸走肉一样，没有半点追求。他说完，所有人都朝他看了过来。我说错了吗？洛姑娘说的都是对的。抓无忧的人是道门的道子石无星，他这人感知不到温度，平时除了研习道经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爱好。骆冰岩其实之前也从他们的嘴里听说过抓木无忧的人是石无星，但是他之前并不知道石无星是什么样的人。原来如此，那他是个可怜人呀。所有人再一次看向他，他看似身份尊贵，想要什么都可以拥有，其实他的内心十分孤独，这世间的繁华都与他无关，名和利他也完全不在乎，他所求的与常人不一样，还感觉不到温度，真的太可怜了。他身为道子，统领3000道门，身份尊贵，哪里可怜了？看一个人是否可怜，不是看他拥有什么，而是要去看他生活中的种种。他平时几乎无欲无求，看似拥有很多，但是那些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是在同情他？你该不会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吧？是同情他，但是却不认同他的做法。他的可怜来源于他自己，是他自己选择了过这样的生活。以他的能力，原本是可以过得很好的，但是他不愿意，非要缩在他为自己设的方寸之地中，把自己过得孤苦异常。他幼时的经历赋予了他极强的洞察力，他的这份洞察力不只对平时生活的点滴，还有对人心的洞察。剑师一却觉得这姑娘看事情的眼光、行事的方式是真的厉害，只怕剑妻这个二货还驾驭不了他。他虽然盼着剑妻早日有心上人，不要去抢他的双儿，但是他和剑妻是多年的兄弟，他也盼着剑妻幸福。剑妻只要娶了这么厉害的媳妇回家，估计以后会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他瞬间就歇了撮合剑妻和骆冰岩的心思。你既然不赞成他的做法，又为何会同情他？同情和赞成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情感上的，一个则是理智的。现在讨论这些没有意义，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小世子吧。这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同，他们没办法走出施无星在屋外布的阵法，就继续顺着小溪走了出去。他们不知道的是，施无星此时并没有离开这里，他却把他们的对话全部都听了去。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他也没有想到，在这世上竟有人能入木三分的说出他的心里。剑妻一行人从这里离开后，在四周看了看，离这里最近的就只有一间佛寺。他们想要去打探消息，3个侍卫最适合做这事的是剑十一，他正欲过去。这事儿让我去吧。剑十一想想他当初的经历，他连骗子都做过，估计是套消息的一把好手。约莫1刻钟后，骆冰岩就从里面走了出来。这座佛寺因为位置偏僻，来这里的人不多。我梳理了一下最近来过佛寺的人的名册，绝大多数都只是普通的香客，和小世子关系不大。里面只有1个人让我觉得有些问题。他进去这么短的时间，竟连佛寺来访香客的名册都拿到了，这也太厉害了吧！谁有问题啊？大皇子荣景深，事关皇族的行踪，正常来讲，佛寺都不会对外人说。且荣景深若是另有目的的话，一定会隐藏自己的行踪，会有所安排。你怎么查出来的？套他们的话套出来的。我看完名单后，发现没有合适的人，就去和守门的小沙弥聊天。小沙弥说，3天前有辆马车经过这里，他恰好曾经跟着方丈去宫里参加过佛会，见过大皇子。这都可以？洛姑娘好生厉害。这不算什么，只是最大程度的打听消息罢了。大皇子来过这里，不代表他就和这件事情一定有关系，这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你之前补了一卦有山有水，一卦却是高墙，这里面是不是暗藏着无忧踪迹的顺序啊？我卜卦真的不太专业，卦象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卜的卦，你跟我说你不知道卦象上的意思啊？我之前七义居的那家道观的道长说，卦象乃天成，人为解卦都是加了自己理解进去，因为这是人的理解，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方式。这2件事情哪件事先哪件事后，我是真不知道。哪有你这样卜卦的？我一直这么卜卦的，且一直卜的不是太准，所以我极少卜卦。洛姑娘原本就不是专业卜卦的人，我觉得她这一次很厉害了。别的不说，至少今天她卜出了小世子曾经出现过的地方，我就觉得她很厉害了。眼下我们已经有了小世子最近出场的地方，且能完全确定小世子是安好的，所以不管小世子来这之前是在高墙内，还是被带走之后进入了高墙，我们查便是。剑十一这样说，就算剑妻想要抬杠，也不好再往下抬了。无忧又现了行程，你怎么知道？他告诉我的。他手里拿着一个草扎的小玩意，这东西和他之前在西边捡的不太一样。这上面没字啊。无忧现在虽然认识很多字，但是他年纪还小，还写不好字啊。我差点忘了这事儿了。这是一个大宅子的模样，无忧是要告诉我们，他又将被人带进一个大宅子里。你怎么看出来这堆破草是大宅子？这是屋顶，这是屋梁，这是大门，很清楚啊。
要不洛姑娘再来补一卦啊？还补吗？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和12说的对得上。骆冰岩哦了一声，在路边随意摘了9片叶子，然后随意往地上一撒。小世子是真的回了京城。1卦他不能确定，2卦的话指向就十分明显了。是无形和大皇子勾结在一起了，小世子8成在大皇子府。把这些事情全部加在一起，再理性的分析一番，最后似乎也只有这一个结果了。只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推测，推测这种东西成不了证据，他们也不敢直接冲进大皇子府去找木无忧，众人都有些犯难。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先回去禀告王爷和公主，请他们定夺吧。剑12找木无忧的心最为迫切，我想前进大皇子府去看看。那你小心一点。他们商议妥当后便策马回京，只是事实的进展总有些超出他们的预期之外。他们才到城门口，就看见京中有一家浓烟滚滚，那是大皇子府的方向。几人对视了一眼，心里都有了一个猜测，这火该不会是木无忧放的吧？谁管小世子会不会放火呀？如今大皇子府着火，我们去救火总归没有错吧？你说的对。他们说完就飞快地朝大皇子府奔去。骆冰岩看了剑妻一眼，他一直觉得他有点轴，脑子不是太好使，没想到他还挺会随机应变的。他们到大皇子府时，火势正大，里面的家丁忙成一团，都帮着救火去了。剑妻曾经跟荣九思来过几次大皇子府，对这里很熟，他嘴里喊救火喊得最凶，却四处乱跑。剑12进到大皇子府后就直接失去了踪影，于是真正帮着救火给他们打掩护的就变成了骆冰岩和剑11。骆冰岩一边救火一边跟旁边的大皇子府的家丁聊天，他套人话的本事早就已经炉火纯青，寻常的家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话全被他套了个干净。骆冰岩知道火从开始烧着到成为无法控制的大火前后约莫需小半盏茶的时间，但是这是他们查大皇子府的绝佳时机。他也懒得救火了，问旁边的婢女哪里有茅房。婢女说了之后，他立即就往那边跑。你是什么人？跑到府里来做什么？我是进府来帮着救火的，突然肚子疼，想见一下茅房。茅房在那边，多谢夫人。他说完顺着周氏指的方向走去，盯着他。婢女应了一声，便跟了骆冰岩的身后。骆冰岩原本就十分机敏，他立即就发现他被人跟着，他知道他这是不能再往内院跑了，只能靠剑妻和剑11了。他回去时除了剑12外，几个侍卫都回来了，他们凑在一起交换各自的信息。我补充一下，我打听到3天前，大皇子从外面带回一个孩子，他对府里的人说，那孩子是大皇子妃娘家那边一个亲戚的孩子，那孩子父母双亡，暂时寄居在大皇子府。你怎么打听到的？这事儿很简单呀，就是多问几个人就好了。大皇子把人带回来后，府里的下人知道这事的人虽然不算多，却还是有人知道。我前后问了约莫10几个人，才得到这个消息。剑11费了很大的劲儿去打听，什么都没有听到。剑妻去内院找了一圈，也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两人对视了一眼，都觉得自己在骆冰岩的面前有点废。走吧，我们先去把这些事情告诉王爷和公主。他在前面走着，剑11在后面对剑妻道：我之前觉得你和她挺配的，我现在觉得你配不上她。这姑娘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在关键的时候真是厉害。你要是不会说话就闭嘴。不过感情这种事情有时候和配不配关系不大，只要当事人感觉好就行。我看骆姑娘对你就很不一般，你们俩搞不好真的能成。剑妻给了他一记白眼，就是不知道你们成亲之后，你会不会天天被她压着。他又羞又恼，给了剑11一拳，剑11早有所备，飞快地跳开。他们很快就到了慕云舒那里。慕云舒听他们说完这天的发现后，面色凝重了几分。你们说大皇子和施无心有勾结？他们有没有勾结不知道，但是如今小世子确实就在大皇子府。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今日大皇子府里面的那把火是小世子放的。我们之前都小看了大皇子了。荣景深和荣景彻不同，他行事十分小心，看起来是个稳重又老实的人。只是在皇族之中，又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老实人？慕云舒之前不是太担心慕无忧的安危，如今知道慕无忧在荣景深的手里后，他反而担心起来。我先日进大皇子府，什么都没有查到，没能找到无忧的下落。若无忧真在大皇子府，那么大皇子必定将他藏得极为严实。所以我们说是贸然前去，可能会无功而返。骆冰岩想了想后道：我们找个借口去就好，比如说今天他们府里失火了，公主可以去慰问一下。还是你机灵，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慕云舒要去大皇子府，自然得趁早去，时间长了很容易再生出变故。若是大皇子把慕无忧再藏到其他地方，再要确定他的行踪可能就会更难。慕
云舒行动力很强，让双儿准备几件礼品，然后就带着人浩浩荡荡的去了大皇子府。因为周氏方才见过骆冰岩，慕云舒怕引起周氏的警觉，所以这一次过去的时候没有带上骆冰岩。他们出发的时候，剑七没忍住回头看了骆冰岩一眼。他原本站在那里目送他们离开，见剑七看过来，他朝剑七嫣然一笑。剑七如同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飞快的扭头跟上慕云舒的步伐。骆冰岩看到他那副样子，没忍住笑了起来。他最初的时候觉得剑七有点傻，十分好骗，而后他才发现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打破了他之前对男人的认知。剑七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狂跳，这种感觉奇奇怪怪的。摄政王府离大皇子府原本就不算太远，他们很快就到了。大皇子府大门紧闭，慕云舒他叩响了大门，门房过来把门打开，一看见是他吓了一大跳，忙施了个礼。我听闻府上着火了，便过来看看，你们家王妃可在家？在的在的。他也不敢让慕云舒在门口等着，自己领着慕云舒往里走，给旁边的另一个门房使了一记眼色。那个门房的反应也快，飞快的往内院去报信了。慕云舒心里有数，他来过大皇子府，对这里虽然不算熟，却也知道去内院的大概方向。门房原本是想把他往花厅的方向带，他却没给门房这个机会。门房是个十分机灵的人，一看这样就放弃带他去其他地方的心思，规规矩矩的在前面带路。他们才走到内院的门口，周氏就领着一群丫鬟婆子过来了。府里今日失了火，乱得紧，让王妃见笑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都是自家人，不需要那些虚礼。我今日来就是因为听说你府上着了火，想着可能会有些乱，特意过来帮忙的。你们去帮着做些事情，尽快帮大皇子府里恢复如初。他的身份摆在那里，又是打着帮忙的由头过来的，让众侍卫散开找人，很容易就有合适的借口。这会不会不太好？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需这么客气。你就让他们去帮忙，若是人手不够或者有什么其他需要，你就直接跟我说。周氏无语，他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只是慕云舒这样说，他又实在是不好拒绝。这怎么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有苏玉馨和很多外人在，我不太好表现得跟你太亲近。眼下这里没有外人在，自然就不需要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了。我去南诏之前，你是皇族中对我最好的人了，这个情分我可一直都记得。上次的事情我也做得不好，苏玉馨造你的谣时，那是不怪你，当初许氏坏了我的名声，京中的众人对我有些误解，更不要说当时我离开京城2年多，很多人怕是都以为我失宠，以为我死了。我听王爷说过，全京城只有你听到我生病的事情后去王府看过我。我这一次回京，早就想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说说话，却因为刚回来琐事缠身，一直不得闲。今日听说你府里出了事，我便觉得就算是再忙，我也得过来看看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你们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去帮忙！众侍卫飞快的散了，周氏想拦都来不及了。周氏心里十分不安，面上却还是装作十分大方的道：您真的太客气了。当初我给燕儿操办满月酒的时候，多亏了你帮忙，这份情我一直都记得。京中的那些谣言，我是一个字都不信的，我只信我亲眼见到的。如今他们已经知道大皇子不简单，自然要提高警惕。虽然说如今是在大皇子府，慕云舒若是在这里出事，他们都逃不了干系。剑七在旁看见慕云舒和周氏亲热说话的样子，他没忍住打了个哆嗦。他又想起当初被骆冰岩骗的经历，他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些女人的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慕云舒和周氏已经笑着往里走了。其实府里的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真的不需要麻烦王妃了。不过今日王妃能过来，我心里开心的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肯定会很忙的。我今日是过来帮忙的，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你也别跟我客气，直说便是了。府里的这些事情自有下人去做，我今日就在这里陪王妃说说话。这样的话，倒是我给你添麻烦了。王妃能来府上，我十分高兴，哪里会添麻烦呢？他话是这么说，只是他们往里面走的时候，便不时有管事婆子过来打扰周氏说事，那些事情都很重要，周氏又不能不管，只能是跟那些管事婆子交代事情。你先忙，不用管我。无妨，都是一些小事，让他们去处理就好。他来之前已经抽了一队侍卫，把出府的各个门都守住了，不怕周氏把人送走。此时周氏越是慌，就越是表示慕无忧还在府里。周氏请慕云舒去花厅落座，花厅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我们是一家人，明显不是什么客人。我看你方才
才是从内院出来的，想来是在里面处理事情，我们直接去你房里坐坐就好。周氏十分不想慕云舒去他的院子，却又没有更好的理由阻止慕云舒。只是他的门房机灵先进来通知他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倒也不用太慌。他的屋子里略有些乱，里面放满了孩子玩耍的玩具。他弯腰捡起来看了看，这些都是燕儿的玩具。这丫头呀，只知道玩，不知道收拾。燕儿年纪还小，哪里知道这些啊？倒是照顾她的丫鬟和婆子太不尽心了，也不知道把东西收收。周氏附和的点了一下头。慕云舒等的就是这一下。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极为心软的人，只是就算太过心软了，家里这些奴才就得骑到了主子头上来了。他们今日敢随意放燕儿的玩意儿，下一次就敢打燕儿。我知道你心软，不太会教训人，你把带燕儿的丫鬟婆子叫过来，我来做这个坏人。只是些许小事，倒也不必如此较真。见小知大，小事都弄不好的话，大事上必定会有问题的。我方才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不需要跟我客气的啊。他说完对周氏身边的婢女道：是谁在伺候燕儿郡主的？把那些人都叫过来。那婢女有些为难的看着周氏。周氏此时已经有些怀疑慕云舒是不是知道慕无忧在府里，否则不会这么快就跑过来。这事儿就算了，迟早我来处理就好。你今日都忙成这样了，他们还来捣乱，这是摆明了眼里没你这个主子。我知道你是大皇子府里的婢女，不归我管，但是你也太没有礼貌了些。我怎么说都是摄政王妃，是你家王妃的长辈。我问你话你竟都不答，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摄政王妃了？不是奴婢不敬摄政王妃，而是府里下人的处置的事情，不敢劳烦摄政王妃出手。周氏听到这话，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只是此时补救已经来不及了。你的意思是我作为王妃的长辈，还教训不了这些做事欠妥的下人？你平时对他们实在是太过纵容了。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我不是要管你府里的下人，而是他这样冲撞我，我若是还不罚他的话，以后京中的人将如何看我？一个下人就敢这样对我说话，往后只怕是个人都能欺负我了。周氏想为他的婢女说句话，只是慕云舒又抢在他之前道：我知道你心善，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因为你府里下人无礼就迁怒你的。慕云舒对双儿道：你去教教他下人的规矩。他今天是故意来大皇子府闹事的，既然是来闹事的，那就得把周氏给闹得心烦意乱，把大皇子府闹个鸡飞狗跳。双儿走到那个婢女的面前道：做下人的第一条就是不得直视主子，违者当处掌刑。你方才不但看了我家主子，还瞪了他好几回，这是不对的。王妃，我知道你一向心善，方才我就说了，这个恶人我来做，你就别管了。继续。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温顺。方才王妃让你做事，你应该无条件服从，你不但不服从，还顶嘴，当处掌刑。周氏无语，他如今有些明白苏玉心的感受了。做奴才最重要的就是忠心，要处处为主子着想。可是你忤逆我家王妃，挑拨我家王妃和你家主子的关系，是最不该做的事情。你这般行事，在我们王府是要被打杀的。他说完，连扇了那个婢女10余耳光。只是你不是摄政王府的奴才，今日我家王妃让我教你做奴才的道理，便还是对你用掌刑吧。那婢女被双儿这一连串的巴掌给直接打懵了，她求救的看向周氏。我觉得她已经长了心了，要不今天就这样算了。你就是太心软了，所以他才敢如此放肆。我跟你说啊，这些奴才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子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是想骑到主子头上来。你今日啊，就好好坐在那儿，就由我来替你好好的管教他们，去把负责带燕儿的丫鬟和婆子全部都带过来。看慕云舒这架势，不是管一个婢女就能结束的。他这是想把整个大皇子的奴才全都管一遍，更不要说慕云舒还带了那么多的侍卫过来，这是要把整个大皇子府给掀了吗？他看见剑妻准备出去叫人，慢着，他们只是偶尔失误，不必如此上纲上线。王妃的管教方法虽好，但是他们都是大皇子府的人，还是我亲自来管教他们，效果会更好。慕云舒想知道周氏还能撑多久，便道：你的话很有道理，待会收拾他们的时候，我就说这些都是你的意思。周氏无语，他还想说什么。剑妻，你去把人找过来吧，就说是大皇子妃的意思。剑妻领命而去。周氏额头上的冷汗都出来了，再这样下去怕是会出事。方才是我考虑不周，你不要生气啊，你放心吧，今天有我在，一定帮你把这些奴才管得服服帖帖的。往后呢，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你府里看看，帮衬一二。
断不会让你再被奴才欺负。其实周氏看着温和，管起下人来的手段却是一等一的，府里所有的一切都被他打理得极好。剑气很快就将照顾燕儿的丫鬟婆子全部都叫了过来，他们刚进来还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正准备行礼的时候，你家主子说了，你们行事不稳重，没有照顾好小主子，他性子软，便委托本妃来好好的管教你们。剑妻给你们施以杖刑。剑妻应了一声，拿着手里的剑，连带剑鞘照着那几个丫鬟婆子的腿窝一敲，他们就全跪倒在地。他再用剑鞘对着他们的后背就是重重一敲，惨叫声瞬间就震破云霄。周氏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头皮发麻。能被他派去照顾燕儿的人，都是他的心腹，是他真正信得过的人。此时慕云舒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这事儿他哪里受得了？住手！王妃今日到底想要做什么？剑妻只听慕云舒的话，慕云舒不喊停，他就不会停。瞧你这话问的，我方才不是说了吗？我今日来大皇子府是来帮忙的。说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王妃大可以明说，冲着我来，不要为难我府里的这些丫鬟婆子。什么为难？你竟这样想我？我想要帮你，你却误会我至极，你怎么能这样？周氏听到他这样说，以为他会像正常人的思路那样，一怒之下直接离开，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慕云舒却道：你这样误会我，实在是太伤我的心了。我都是为了你好啊，罢了。左右你都误会我到这一步了，那我也就不再多加解释了。哪怕你今日这样误会我，也挡不住我对你好的一颗真心。那就让误会继续吧，给我狠狠的打，让他们长记性，以后都不敢再怠慢主子。剑气应了一声是。于是他下手更狠了。周氏无语，事情和他想的完全不同。王妃，你现在怪我，总有一天会感谢我的，那就让误会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感谢个锤子！我想爆粗口，活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像慕云舒这样的人，真的是气死我了。但是你这样误会我，还是很伤我的心的。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慕云舒把我的那些心腹在他的地盘上全部打杀吗？他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门口跑进了一个约莫3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一进来就道：娘亲，我不要和那个小屁孩玩了，他又把我的玩具给弄坏了。他说完后，看到平时带他的丫鬟婆子全跪在地上挨打，他吓了一大跳。慕云舒起身抱着燕儿：燕儿别怕，他们犯了错，你母妃在罚他们呢。娘亲太凶了，娘亲是坏人。什么叫我在罚他们？明明动手的人是慕云舒呀！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我帮你出头。我爹前几天从外面带了一个小孩回来，他不但让我喊他叔叔，还抢我的玩具和吃的，他太坏了。周氏听到这句话，整张脸再无一分血色。慕云舒的眸光微敛，笑得更加温和了。这世上竟有如此让人讨厌的小孩，他在哪儿？你带我去找他，我帮你揍他，为你出气。好啊好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周氏忍不住抖了起来，他此时的脑子嗡嗡直响，就慕云舒的性子，若是见到慕无忧，估计会把他给撕了。他实在是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内，荣景深又没留下什么破绽，慕云舒是怎么找过来的？他下意识的就拦在慕云舒的面前。等一下，怎么？那个孩子性子颇野，我怕他冲撞了王妃。我这么大一个人会怕一个孩子？再说了，我又怎么可能会跟一个孩子一般计较呢？就是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傻丫头？周氏想找些借口，在对上慕云舒那双眼睛时，脑子就一片空白。他此时只想大皇子赶紧回来，他来了还能做一些安排。他一个人实在是应付不来慕云舒。周氏不知道的是，慕云舒出门之前让人去通知荣九思，此时荣景深被荣九思绊住，根本就不可能回得来。你还要说什么？周氏根本就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你既然没有什么话要说，那就让一下。他说完，伸手将周氏推开，抱着燕儿走了出去。在那一刻，周氏突然就有些明白慕云舒的心情，他的孩子在慕云舒的手里。乖燕儿，那个坏孩子在哪儿呢？他在那边。周氏虽然在自己家里，却感觉到极度的无助，跌跌撞撞地跟了过去。慕云舒面上看着十分冷静，心跳却不自觉地快了起来。自从慕无忧离开之后，他这段时间一直都为他提心吊胆。眼下慕无忧离他已经很近了，他希望这一次能找到他，盼着他平平安安的。燕儿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你不舒服吗？我没事，只是突然觉得有些累，我牵着你可以吗？啊，好的。燕儿真乖。燕儿听到这话十分开心。周氏看着温和，其实是个严母，平时对燕儿十分严厉，很少会夸她。此时慕云舒这样夸她，她走路也开始蹦蹦跳跳了。她缓缓跟在燕儿的身后，看着燕儿打开了一间房间的门。燕儿叉着腰站在门口，得意洋洋的道：小屁孩，给我出来，我现在不怕你了，我有帮手啦。
你别躲了，知道你在哪里。他说完，快步走到了柜子前，拉开柜子门，里面却没有人。燕儿咦了一声后，直接走到柜子里面，按了一个地方，然后柜子里面的门就打开了。慕云舒在门口看到这情景，眼睛微微眯了起来。难怪剑妻在大皇子府走了一圈，也没能找到慕无忧。周氏进来刚好看到这一幕，他的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这间密室十分隐秘，正常来说，燕儿是不知道的。燕儿年纪小，周氏一直觉得他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开关密室的时候，并没有瞒着他。他想要冲过去将燕儿抱出来，慕云舒伸手拦着周氏。孩子们真可爱。周氏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慕云舒，慕云舒的面色淡然，看不出喜怒。他一时间也不知道慕云舒此时心里在想什么，心里更加惴惴不安。正在此时，里面传来燕儿的哭声。有鬼！没本事的小笨丫头，还学会找靠山了。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可耻吗？小孩子的事情当然要小孩子自己来解决。慕云舒听到这句声音，深吸了一口气。无忧，慕忧听到他的声音，一咕噜就从里面钻了出来。娘亲，你终于来了！你和爹也太没用了，找了那么久才找到我。慕云舒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却拧着他的耳朵道：臭小子，见天乱跑，让你好好听听，你不听也就算了，还跟着坏人跑了，你怎么那么笨呢？他心里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带来大麻烦。不是无忧跟外人乱跑，而是坏人抓走了无忧。无忧一直等着爹和娘亲来找无忧，你们却一直没来，无忧都快急死了。你还有理了？慕无忧伸着小短手搂着慕云舒的脖子。娘亲，我想你了。他这一句话让慕云舒红了眼眶。他被石无星掳走的这段时间，慕云舒同时想极了他，还为他提心吊胆。他还这么小，他就算知道石无星不会伤害他，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还是会担心。如今见他安好，他悬着的心便落了下来。他抱着他道：我也想你了。慕云舒这样把慕无忧抱在怀里，心才算真的踏实下来。周氏在慕云舒抱着慕无忧之后，他立即冲到里面把燕儿抱了出来。他一出来就指着慕无忧道：你太坏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方才说要替他出头的慕云舒此时抱着慕无忧。你明明说了是要来替我出头的，为什么现在抱着他？那是因为他是我儿子。燕儿瞪大了眼睛，一时间没办法理清这中间的关系。周氏终于回过了神来，他找了个还算能说得过去的借口。这孩子是大皇子在外面捡回来的，他不知道这是王爷和王妃的孩子，只是觉得这孩子长得浴血可爱，十分喜欢，就把他带回来了。慕无忧听到了这话，瞪大眼睛，想要反驳他的话。慕云舒在他说话之前，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小屁屁。他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他微微一笑，给了他一个不要说话的眼神。他虽然不懂为什么，却还是闭上了嘴。我这一次从南诏回来，虽然把无忧带回来了，但是从未带他在公共场合亮过相，所以京中没有什么人认识他，甚至大家都不知道我和王爷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儿子，所以大皇子不认识无忧再正常不过了。前段时间无忧失踪了，我和王爷到处在找他，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心急如焚。这一次我本着来大皇子府帮忙的心思，没想到却在这里找到了无忧，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善有善报吧。我决定了，以后一定要多做一点好事。周氏听到他说做好事三个字的时候，心间都是颤的。他知道慕云舒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就目前而言最好的处理方式。我们是真不知道这孩子是王爷和王妃的孩子，若是知道的话，一定早早就将他送回王府了。平白让王爷和王妃找了这么久，是我们的错。不知者无罪，你们又不知道无忧是我们的孩子，这事不能怪你们。相反，多亏了大皇子收留了无忧，我和王爷都十分感激。等我把无忧带回去之后，我和王爷一定会重谢你们。王妃不怪罪我们已经甚好了，不敢当王妃的谢。我知道你是聪明人，也是一个好母亲。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所求的其实很简单，不过是孩子平安健康罢了。至于朝中的那些事情，那应该是由男人去操心的。王妃说的对，孩子就是母亲的命根子。慕云舒言尽于此，没有再在大皇子府多做逗留，抱着慕无忧就离开了。他一走，周氏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娘，小坏蛋为什么就这样走了？今日慕云舒能找到慕无忧，细算起来都因为燕儿，但是周氏却也不能怪燕儿。他想动手揍燕儿一顿，只是想想燕儿现在什么都没有弄明白，就算往死里揍燕儿也没用啊。因为他要回家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那我以后还能去找他玩吗？周氏无语，他这一次是真的心梗了。就算你想去找他玩，他大概率也不会跟你玩。燕儿不解地问：为什么呀？因为你太蠢了。
穆云舒此时已经带着穆无忧出了大皇子府，一坐上马车。娘亲，你方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一旦说出真相，我就跟他撕破了脸。大皇子府是他们的地盘，在那里撕破脸的话，他们若是要闹个鱼死网破，吃亏的只会是我们。我们带过去的侍卫是厉害，但是大皇子隐藏了这么多年，之前一直不显山不露水，必定极有城府。这也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还有其他底牌。我们在他的地盘上跟他撕破脸，明显是吃亏的事情啊！这种吃亏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所以我就不能和他们撕破脸。穆无忧是他和荣九思的儿子，注定了这一生都不可能平庸，所以这些事情他都会细细的跟他分析。也是，他们人多，在他们的家里，我们肯定会吃亏，这是审时度势，也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穆云舒听到他的这番话时惊到了。你这话是从哪儿学来的？他用的虽然不是特别精准，但是这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因为他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我这几天在大堂兄的府里没事做，就找他们要书看，他们就塞给了我一些书。穆云舒无语，都不用去想，他都知道，在正常人的眼里，穆无忧这么小的孩子，不要说看书了，可能字也不认识几个。他说要看书，没有人觉得他能看得懂，就随便找了几本书给他看。穆云舒之前有教他认过字，知道他认识不少的字，但是复杂一点的书并没有给他看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静下心来抱着书籍还能说出这2个词来，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之前就发现这孩子十分聪明，胆子也大，如今却体会更深了一层。你既然已经学会自己看书了，等回去之后，我让你爹给你找个夫子，正式启蒙吧。什么是启蒙？就是找个老师来给你上课，教你习文写字。那我以后还能玩吗？玩当然是能玩的，只是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疯玩了。你就当读书这事儿是你完了之后的调剂。他这话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话用在以后的穆无忧的身上时就成了大问题，因为这孩子的智商实在是太高，当他要学什么的时候速度快得可怕。穆无忧听到他这话，此时深觉有理，玩累了坐在那里看一会儿书，这是他觉得还不错。好，就这么说定了。穆云舒怕他反悔，来，我们拉钩，拉完钩后就不能反悔喽。无忧不反悔，娘亲也不许反悔。穆云舒失笑，这种事情他有什么可后悔的？于是他一口答应了。母子2人把这件事情说好之后，穆云舒便问他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穆幽把事情粗略的说了一遍。穆云舒听完之后也沉默了。大皇子府里的火是你放的？是啊，他说他是我的大堂哥，我就猜他住的地方应该离我们家不太远。你们太没用了，我等了你们那么久，你们都没能找过来，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我琢磨着，既然他是我们的亲戚，还离我们家不太远的话，那他家着火了，你们肯定会过来看。既然你们肯定会过来，那要是再找不到我，你们就是全天下最笨的爹爹和娘亲了。他想说，他其实和荣景深他们并不算熟，今天之所以会来大皇子府，细算起来，那都是骆冰岩和几个侍卫的功劳。如果没有骆冰岩和几个侍卫发现了异常，他应该不会去大皇子府。只是他也是要面子的，这个中的细节不会跟穆无忧说。不是我们没用，而是世无星的道术太过邪门了。他那一层隐藏身份的本事，就算我当面见到他，可能都认不出他来。要找到你极难啊！穆无忧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娘亲之前说过，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编故事就是骗老子。我有在他面前说过这种话吗？可能是说过的。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作为家长不能在孩子的面前乱说话。有时候家长一句无心的话被孩子听去之后，再来对家长的时候，那种感觉简直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记错了，没有的事。我不可能记错，那是在南诏皇宫的时候，一位夫人想要蒙骗你，被你发现了。她当时编了一大堆的理由，你就是这么说的。他再次发现穆幽的记忆力好得可怕，这么小的孩子，又过了很长时间，他竟都记得。他一把将他拎起来，照着他的小屁屁就拍了几下。就算我说过，那也是有人想要欺骗我，我才这样怼他的，那是对敌人的态度。我是你娘，我是你的敌人，你不能对我说这样的话。娘亲自己没本事，把无忧弄丢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无忧，找到无忧后就打无忧，太过分了！你是个坏娘亲。穆
云舒无语，他原本只是想要意思一下，维护一下他做长辈的权威。现在穆无忧说这话，他就真的想把他狠狠地打一顿了。于是他下手不自觉的就重了些。此时马车已经到了摄政王府，荣九思就过来，穆无忧眼泪汪汪的道：爹，娘亲她自己没用还不让人说，我说了她就打我，她太坏了。穆云舒泪目，穆无忧还小，不知道这中间有多么凶险，穆云舒却是知晓的。他今日能将他带回来，也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今天你去大皇子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穆云舒把今天的事情粗略的说了一遍，最后总结：荣景深这一次从施无心手里带走无忧，心思不正，他绝不像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只怕这些年来一直在韬光养晦。荣九思对这事儿倒是一点都不意外，他是皇族中人，怎么可能会一点野心都没有啊？他若真的简单，当初也不是和荣景这齐名的皇子热门人选了。你打算如何处置他？荣九思沉默了一会儿后道：其实我一直觉得皇位不是个好东西，当年我不在乎，但是却有人觉得我应该在乎，他们这样觉得，于是我就被他们百般设计陷害，说没有遇到你，我可能已经死了。我处于这位置就有心理准备，他们都说我杀伐果断，其实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杀伐果断的。同是操戈，生死相逼，虽非我所愿，却不代表我不会做。就算不为了我自己，我也得为你和无忧想想。你从南诏跟我回来，这才多长时间，就经历了多少的危险，我都知道。我和无忧都没事，等到有事再去做这些事情，怕是都晚了。再说了，若不是你和无忧都十分机灵，只怕也已经出事了。穆云舒沉默。再说了，这皇位只有一个，在元明帝将大皇子立为太子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注定不可能善了。我不相信荣景深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同样也不会相信我们会放了他们全家一条生路。不管你做什么事，我都会支持你的。荣九思的唇角微微上扬，眼里满是笑意，伸手将他抱进了怀里。好，他看了一眼熟睡的穆无忧，在心里琢磨，这孩子要开蒙了，要找个好的夫子。除此之外，武功也得练起来，这样身陷绝境有一身好的武功，以后也更安全几分。穆无忧完全不知道，他不过是睡了一觉，他的童年就将要结束了。大皇直跃上中天，才回到了府中。他一回去，门房就道：殿下，您可算是回来了，发生什么事情了？门房便粗略的把今日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荣景深的脸色十分难看。摄政王妃过来的时候，主子差人去通知你，却一直没能找到你。荣景深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周氏派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荣九思那里。周氏派过来的人自然是不可能见到荣景深的。查清楚这火是谁放的了吗？今日值守的小厮是吃了小姐送的点心，然后拉的肚子，这才离开书房的。夫人问小姐为什么要给小厮送点心，小姐说是她和穆无忧打赌，说她送的东西小厮不会吃。小姐年纪小就没想那么多，就把点心送了过去。小厮见小姐给她送点心没多想就吃了，吃完之后就开始拉肚子。荣景深的眸光深了些，继续说。小姐给小厮送点心的时候，穆无忧就在书房的后面，当时除了她之外，前后时间段都没人去过那里。小的带人查了一圈之后，发现火点就是书房的后面，火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放的，只是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将这着火的时间往后延了小半盏茶的时间，等到小厮发作之后，火才引起。所以你确定火是穆无忧放的？不是怀疑，而是有80%可以确定就是他。荣景深有些心梗，他此时还不能把纵火犯和穆无忧那样一个软绵乖巧的小可爱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也知道管事在他的面前断然不敢乱说，这事儿应该就是事实。他是荣九思的儿子，就算他年纪还小，也不可能太简单。是我被他骗了。他细想，他从施无星的手里带走穆无忧的时候，穆无忧十分配合，乖巧可爱。他当时没有多想，如今想来，穆无忧当时应该是知道了什么，装乖卖巧不过是为麻痹他。穆无忧不是一直被关在内室吗？他怎么来的书房？是夫人觉得他年纪还小，一个人被关在里面着实可怜，小姐又缺一个玩伴，夫人便每天给他半个时辰的时间出来陪小姐玩耍。这件事情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夫人说这件事可以先瞒着你，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又一直派人看着，出不了府，出不了事儿。小的也觉得那孩子看着着实乖巧可爱，年纪又那么小，便……管事没有说完，荣景深却明白了他的意思。这孩子是妖孽吧？比起王叔小的时候还要精上几分。他与荣九思年纪相仿，从小被荣九思碾压，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幼时的荣九思也没有穆无忧这么多的心思。这孩子心眼多的简直是可怕，不要说不像3岁的孩童，就算是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有这样的手段和心思。荣景深回到内院的时候，
陛下，妾错了，请惩罚妾。荣景深看着周氏，心情有些复杂。他今天听管事说这件事的时候，他其实是生气的，只是当他看到周氏跪在地上的样子，又忍不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伸手将周氏扶了起来。这事不怪你。周氏听到这句话，眼眶发红。今日木无忧闹出来这一连串的事情，周氏越想越是自责。就这些事情，不管荣景深如何罚他，他都是认的，因为他知道他真的错了。这一次的事情，妾责无旁贷，是我太大意了，我没能拦得住摄政王妃，也小看了那孩子，坏了殿下的计划。这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你尽力了。那孩子太过聪慧，实在是让人防不胜防。这件事情虽然和我计划的不太一样，但是用孩子来威胁王叔，多少有失君子之风。如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未必是坏事，至少可以和王叔公平竞争。殿下，荣景深轻轻地将他抱进了怀里。没事儿，这事儿后续我来扫尾就好。周氏之前一直觉得荣景深待他冷淡了些，经此一事，他才觉得他人真很好。荣景深知道这件事情，他还需要给荣九思一个交代，只是此时天色已晚，这个时候过去并不合适，他也刚好可以趁这个时间捋一捋明天要如何给荣九思交代。他知道荣九思的本事，在荣九思的面前编故事根本就不可能骗得了荣九思，还会被荣九思鄙视。他这一晚上想了好些理由和借口，等到他去见荣九思的时候，就觉得都没有用，他索性直接跪在荣九思的面前。我这一次做了错事，请王叔责罚。哦，你哪里错了？自从父皇下诏书封我为太子之后，我日夜难安。之前父皇对王叔做了什么，我略知一二；而后他败北，王叔对他做了什么，我也略知一二。因为都略知一二，所以我心里甚是惶恐不安。我自知我甚是蠢钝，不是王叔的对手。父皇的那张诏书将我推到了绝境，我不敢违逆父皇的意思，也不敢跟王叔作对。石无形找上门来的时候，我脑子一抽，就当一和他合作了。那日我见到无忧的时候，便生出用他来要挟王叔的心思。大人的事情原本就与孩子无关，是我太过卑劣，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接受王叔的惩罚，只请王叔不要迁怒我的妻儿。你这一次倒是坦荡。那是因为我知道骗不了王叔，还不如如实相告。你今日来说这些的前提，是因为云舒把无忧给找了回来，你怕本王和你一样卑劣，报复你的妻儿，所以才会说实话的。若云舒昨日没能将无忧找回来，你此时断不会觉得自己拿个孩子威胁本王是错的。荣景深的心里一紧，抬头看向荣九思。荣景深，你比你想象中的还卑劣。荣景深听到这句话，无法替自己反驳，因为这就是事实。在你的心里生出这个念头来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和皇兄一样卑劣。我们行事看的不只是心，还有计。就你做下这些事情，说句猪狗不如也不为过。难道你觉得我会和你一样去做这些猪狗不如的事情？荣景深愣了一下，你不必在本王的面前耍你的这些小聪明，本王也不是你，不会做出那种奈何不了对手就只能欺负对手家里最弱的那个人的本事。他被训之后虽然尴尬，但是却暗暗放了心。荣九思对他摆了摆手，你下去吧，这一次你先出手了，他用的是如此不入流的方式，我之前高看你了，往后不会再对你客气。这天下的权势，我们往后各凭本事来争，不管是你赢还是我赢，都不要连累家人。荣景深艰难地站起来，对着荣九思拱了拱手，谢王叔教诲。他说完之后，看了荣九思一眼，转身走了出去。他出去之后，面色微凝，眼角眉梢透出了几分讥讽之意，再无一分在荣九思面前的攻势。荣九思没有理会他，眸子里泛起了冷意。他从来没有小看过荣景深，但是荣景深的行事方式却还是给他提了个醒。他不再是一个人，他已经有了妻儿，行事必须要再周全一些。荣九思轻轻闭上眼，陈王进来问：你和景深这是撕破脸了？我和他之间如今的立场，不需要撕破脸，就已经是敌人了。陈王看了他一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从石无星那里带走了无忧，昨日云舒去他府里把无忧带回来了。他想用无忧来威胁你？应该吧。他也太不要脸了吧，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他自己也是做父亲的人，难道不知道这般行事有多么无耻吗？哼，我之前一直觉得元明帝这几个儿子就他还像个样，如今看来我高看他了。王叔别生气了，无忧已经找回来了，没有损伤，他没有虐待无忧。他要是做出虐待无忧的事情，我今天就去他府门口上吊。若有人掳走了他的宝儿，天，这就不能想，一想他就能直接炸掉。于是陈王在荣九思那里骂了一个时辰的荣景深。荣九思听到那些脏话，脑仁都是疼的，以至于他下衙回府的路上，脑子里还都是陈王骂荣景深的脏话。因为陈王的这个行为，还打乱了
了他原本今日要为穆无忧找夫子的事情。他回府的时候，慕云舒正在跟穆无忧玩，穆无忧这会儿正满场疯跑，玩得十分开心。荣九思之前还担心这熊孩子这一次被人劫持会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如今他看到穆无忧的样子，他就觉得他想多了。他一看见荣九思回来，立即撒丫子跑过来喊：爹，你回来了！荣九思伸手把他抱了起来，带着他转了一圈。今天在家里有没有听你娘的话？当然有听了，无忧是全天下最乖的小孩。荣九思听到这话失笑，跟他说了几句闲话，便让他自己去玩。他立即又和剑妻满场跑着玩去了。荣九思看他这副样子，完全不像是个刚被人掳走救回来的小孩。昨日见12去了大皇子府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昨日去大皇子府时，也没有见到剑12，我有些担心他。昨日剑12潜入大皇子府没有回来，并没有太引起他们的注意。且昨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穆无忧的身上，没有人注意剑12有没有回来。今天穆无忧醒来之后，他要去找剑12玩，全府找了一遍，没有人见到剑12，众人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剑12竟一直没有回来。剑12行事稳妥，不会无缘无故不回来，应该是有什么事情绊住了他。他一点都不怀疑剑12的忠诚度，应该是剑12去了大皇子府，发现了什么，很可能去追查什么去了。他会发现什么？这事儿荣九思也没有办法回答他。正在此时，剑11过来道：王爷王妃，剑12回来了。荣九思一扭头，便看见身上还有好几处伤口。慕云舒一见他这副样子，没问他这一天一夜去了哪里，只取来金疮药，让剑11去为他上药。这只是小伤，我有事要向王爷禀报。那你先粗略说一下，然后去处理伤口。王爷，大皇子府下有直通皇宫的地道，那个地道口通往元明帝的行宫。而荣景深若是能见到元明帝的话，那么元明帝在下达旨意之前，荣景深必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荣景深一直都在演戏。正因为他进了元明帝的寝宫，然后被藏匿在暗处的侍卫发现，双方大打出手。剑12能逃出来，是因为他的轻功极好。王爷，大皇子府里有武功十分高明的侍卫，大皇子这些年来应该一直在扮猪吃虎，他没有那么简单。你下去处理伤口吧。剑12转身离开时，穆无忧开心地跑了过来。12叔叔，你怎么了？你这一身伤是找无忧的时候弄出来的吗？我没事，我这伤是因为我发现了敌人的一个秘密，和无忧没关系。他想去抱一下穆无忧，只是他怕他身上的血弄脏了穆无忧的衣衫，便忍住了。穆无忧却走过去抱着他。无忧听七叔叔说了，无忧失踪后，12叔叔一直十分自责，到处找无忧。无忧答应12叔叔，以后再也不乱跑了。那件事情不能怪无忧，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是我失职，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不会再让人把你带走。穆无忧轻轻地吸了吸鼻子，剑妻拉着剑12去包扎伤口去了。这是穆无忧第一次对身边的人因为他的失踪而身受重伤的事有了直观的感受。慕云舒过来，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道：剑12的伤养一段时间就能大好，你不用太过担心的。娘亲，无忧要习武，无忧不要做拖累，无忧还要保护娘亲。慕云舒微微一笑，将他抱进怀里，亲了一口。无忧真乖，我跟你爹商量过了，这几日就把夫子请回家里来，让你成长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能学武功吗？那必须能啊，不过这学武呢是有点辛苦，你怕不怕？那爹和几位叔叔他们当年学武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苦啊？不管要获得什么样的能力，那是一定要付出一些东西，还需要持之以恒。爹都能做到的事情，无忧肯定能做到。很好，所以往后无忧若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一定能凭毅力度过去，而不是跑到娘亲面前哭鼻子。无忧已经是大孩子了，才不会哭鼻子。无忧已经长大了，都开始学文习武了，肯定不会哭鼻子的。慕无忧也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不会哭鼻子了。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了习武要吃的苦。荣九思下衙回来的时候，恰好看见慕无忧在站桩，他没有去打扰他们，看了一眼后就直接回了房。他回房的时候，慕云舒却不在房里，他便去了药房。才一过去，就看见慕云舒在沉思。公主，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个配比是不是太温和了，我要不要加重1倍的剂量？加大1倍，那也太危险了。是危险，但是若是成功了，就不会再受制于人了。这种天天掐着手指头算着病发的日子，我是真的过不下去了。自从上次慕云舒中毒之后，这事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寝食难安。他实在是不想再像上次一样，一到时间自己就直接晕了过去，那种感觉极度不好。他想要试一下他新制的药丸会不会有效果，这种药只是针对他，别人都没有用，所以就算是试药也应该是由他自己来试。荣九思轻声道：这件事情你先不要急，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施无情抓回来。
来。吃药真的没事，我心里有数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数，但是是药3分毒，更不要说你是来试药的。这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当初是我不好，把你弄丢了，才让你受这样的罪。这事我来想办法。之前就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我不怪你。石无香的道术高深，想要抓他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虽然说灵魂上的疾病超出我之前学医的范畴，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病，那肯定就能治。石无香能配出缓解的解药，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能配得出来，那我也一定能配得出来。那些药丸我们曾经留过一些，我也不是瞎来的，是根据那些药丸来做的配比。荣九思看着他不说话，但是意思却十分明显，他不想他自己去试药。慕云舒看到他这样的反应，伸手轻轻抱住他，真的没事，我向你保证，绝对的安全。骆冰岩一看这情景，立即轻手轻脚地退出了药房。他走出去后，看见剑妻站在外面，剑妻看到他，下意识的就想逃，只是他才抬脚就又反应过来了，他跑什么呀？于是抱着剑站那里，一副老子很高冷，不想跟你说话的样子。我们讲和吧。剑妻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我来王府也这么长时间了，想来你也能确定我没有坏心。当初我骗走你的银子，我会还给你的。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100两的银票道：“这是我还你的第一笔银子，余下的我后面会慢慢还。”剑妻接过银票后道：“我现在信你是一心向善了。”这张银票对剑妻而言就是一个台阶，他顺着台阶下了。这事儿不需要你相信，我一向只做我自己。他做事有自己的准则，以前是逼不得已，以后要怎么做他心里有数。剑妻轻哼一声，没说话。我听他们说你以前喜欢公主。剑妻在这件事情上从不避讳，他只是不敢在荣九思的面前说，怕被揍，但是在其他人的面前他从不避讳。不是以前，我现在也很喜欢王妃啊，她那么好的一个人，没人会不喜欢她呀。骆冰岩听到了他这话，先是一愣，很快就明白了，这个二货嘴里的喜欢和他嘴里的喜欢不是一个喜欢。你说的没错，没有人会不喜欢公主。她不但人很好，性子也极好，难得的是她还有一颗轻巧玲珑心。那是，也不看看她是谁的主子。骆冰岩轻呷了一下，可惜的是她中了十分奇怪的毒。哼，那该死的石无香，简直就是太可恶了。我有个活捉她的法子，你要不要一起啊？活捉她的法子？就凭你？对啊，就凭我。虽然小世子不是我救回来的，但是线索却是我找到的。王爷这段时间派了不少人抓他，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他有着十分厉害的道门术法，能藏匿身形，就算是当面看到他，也很难认得出来。你能有什么法子？王爷派人找不到他，是因为对他很是了解，所以会下意识的用了解他的方式去抓他了。正常情况下，越是了解一个人，越容易找到某一个人。但是这一事儿却不适用于抓石无星，因为现在的石无星就是散入大海里的水，没有任何特征。要抓这种人，就只能让他自己主动显形。显形这个词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你说的没错，所以我们只需要抓住一个重点就行了。什么重点？他变得偏执的真正原因是公主。如果有一个能让他抓走公主的机会，他定不会放过。你该不会是想让王妃自己做而引他出来吧？这可不行，他那么诡计多端，再加上他行事的方式十分诡谲，如果让王妃做饵，那太危险了，绝对不行。谁说一定要让公主做饵呢？只要找个身形和公主相近还十分机灵的人做饵，引她出来就好。去哪里找这样一个人？我啊，你和王妃的身形是比较相似，但是你们两人走路的样子却完全不对啊。骆冰岩在剑妻的面前走了几步，他看到剑妻震惊的表情。作为一个曾经的江湖骗子，行走江湖总归是有几分真本事的。剑妻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他方才走路的样子和慕云舒极像，这样应该就能骗得了他了吧？应该可以吧？把可以和吧去掉。剑妻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很想救慕云舒，却并不想骆冰岩去赴险。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些不妥。石无形比你想象中的要精明，很难骗得了他。再说了，你这样去骗他，只怕会有危险。我这段时间研究过他，他不是那种喜欢残暴好杀之人。就算我失败了，落在他手里也不会有生命危险，顶多他发现我不是公主，就将我放了。但是我若是能绊住他，你们就一定能将他抓住。剑妻虽然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还是不太愿意。慕云舒的声音传来，石无香看着温和，其实他骨子里极冷，是个杀伐果断之人。他若发现我们戏弄了他，以他的性子，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旦失败了，你很可能会有危险。我估算过，正常来讲可能会有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是相对的。公主既然都决定自己去吃药了，那不如再等一下。你和王爷的大婚在即，这个时间离你的毒发作还有一段时间。若我们能在你们大婚那一日抓住石无星，拿到他的血之后，危险一下子就会
小很多。他和慕云舒这段时间一直在药房里捣鼓药材的事儿。虽然沈西时从南朝寄来很多的珍贵药材，但是配方始终不对。虽然慕云舒说他有把握，但是他觉得如果缺了最重要的那味药，那药就算有效果，效果也不可能太好。大婚那日，因为公主平时不怎么出门，就算出门也会十分谨慎，身边带了很多侍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公主突然一个人出门，那么这明摆了是陷阱，石无心肯定不会上当的。但是如果公主不得不出门，那么这个时候她就会觉得有机会了，而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安排妥当，是有抓住她的机会的。在骆冰岩看来，这是绝佳的机会。细算起来，如今离他们大婚只有5天的时间了，而慕云舒距第2次服药还有7天，整个时间上是有错开的。若是能在大婚的那天抓到石无星，拿到他的血，那么慕云舒就不需要再去试药了。慕云舒听到骆冰岩的话，眸光微敛。大婚那天动手？你方才跟我商议的时候，不是说让我帮忙吗？肯定要你帮忙啊！你是公主最信任的侍卫，若没有你在旁护着，她也不一定会相信啊。你方才该不会是以为我要和你单独行动吧？剑妻无语，他的脸不受控制的红了。当然不是。骆冰岩看到他的样子，有些想笑。他的行为已经把他完全出卖了，他自己却完全不知道。你下次若是想要和我单独相处的话，你跟我说一声，我一定配合。但是这一次这件事情，光我们2个肯定做不到，这事儿需要王爷和公主的配合。剑姬觉得十分尴尬，扭头不理他。我觉得这事可以试一下，到时候本王会派人保护好你，不会让你出事的。有王爷派人保护，我肯定会平安无事的。公主，你不用担心。他说完，扭头看了一眼剑姬，眼里满是浅浅的笑意。剑姬的表情有些复杂，扭过头不理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剑姬是慕云舒的侍卫，他的武功是众侍卫里最好的一个，所以大婚那日，骆冰岩若是假扮慕云舒，那么保护他的人一定是剑妻。慕云舒还想说什么，荣九思已经到，就这么定了。慕云舒知道骆冰岩十分机敏，但是这种事情还是有危险。石无星的手段实在是太过诡谲，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我跟你仔细说一下石无星的性子以及他做事的方式。骆冰岩点头，在这个时候对石无星的了解多一点，就能安全一分。当你确定那个人是石无星的时候，不要跟他多说什么，直接用药把他放倒，这样是最省事的。好，这事定下来后，剑姬有些心绪不宁。这些年来，他执行过很多的任务，不管什么样的危险，他都不会放在心上。可是此时骆冰岩要去做这事儿，他比自己去做这事儿还要紧张。他觉得这事有些不对，但是他又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而这事他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上次他跟剑十一分享了一下他的感觉，就被剑十一狠狠嘲笑了。这一次他心里再烦恼，也不跟剑十一说了。慕云舒最初没太注意，后面见他一次，他就比前一次更蔫了。你这是又怎么了？我没事儿。你这副样子敢说你没事？你要是在我面前撒谎，你就别在我面前晃，直接去打扫茅房。我也没啥，就是最近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不得劲儿。我琢磨着我可能是病了。你过来，我给你把把脉。剑姬点头，把手递给他。慕云舒给他把完了脉后道：你这没有大的问题，就是最近有些失眠，上火了吧？他的身体素质极好，此时脉象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最近睡不好。慕云舒知道剑姬一向心大，他平时一躺下就能睡着，他如今竟失眠了，这是有些不同寻常。你最近有心事？我不是太清楚，也不是有心事，就是最近总是心绪不宁。你为什么心绪不宁？剑姬看了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便继续挠头。他这一系列的操作把慕云舒给弄得有点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为难呢？剑姬张了张嘴，却还是没能说出口。瞧你这为难的样子啊，这事儿该不会是和洛姑娘有关吧？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怎么这么厉害？真被我猜中了。来，跟我说说，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之前看到他就觉得心跳很快，然后看不到他的时候就又什么都好了。自从那天说好他要做王妃的替身引石无星出来后，我这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的。我知道这种感觉应该是为他担心，但是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担的哪门子的心呢？我就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受控制的想这件事情，于是我就睡不好了。慕云舒听到剑妻的这番话后，是真的好想笑。这个二货，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剑妻上次跟剑十一说，剑十一笑话他，现在他跟慕云舒说，他竟又笑话他。这么好笑吗？确实挺好笑的。剑妻，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会忍不住大笑的。你现在站到一边走，让我缓一缓。真的好生气啊！抱歉啊，真的很抱歉，我一下子控制不住。他越是这样，剑妻就越是生气。重点是他完全想不明白，这事有哪里好笑了。
你别生气了，我保证不笑了。剑妻冷哼了一声，不想跟他说话。我很高兴你能跟我说这些，我方才笑真的不是嘲笑你的意思，而是为你感到高兴。他说完，对着西方的位置拜了拜道：剑妻的父亲和母亲，剑妻终于开窍了，你们家不会绝后了，你们可以安息了。剑妻无语，他实在是不明白，他这段时间失眠了，跟开窍有什么关系？跟绝后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妃，好好说话。我现在就是在跟你好好说话呀，我真的是在为你开心。剑妻，你知道吗？我之前真的以为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媳妇的，可是现在看看，你这辈子还是有希望的。他还好意思说不是在嘲笑我？说人话，是你到现在还听不懂人话。剑妻，这是心动的感觉，你喜欢洛姑娘。我喜欢她？王妃，这种玩笑你可别瞎开啊。我看起来像是在开玩笑吗？像。你每次要坑人的时候都是这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表情。我是这样的人吗？可是我这一次是认真的。剑妻听他说出了那句话后深受刺激，他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他冷哼一声就要往外走。剑妻，就算是你觉得你不喜欢洛姑娘，这也没有关系的，你记住你这段时间的心情，等你以后再遇到这样一个姑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她娶回家了。我喜欢骆冰言？这怎么可能？就她那性子，只要我的眼不瞎就不可能喜欢她。别的不说，光说他那天对我做下的事情，那是女孩子能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我绝不可能喜欢他。你喜欢谁啊？剑妻一扭头就看见骆冰言站在距他很近的地方，正一脸好奇地看着他。我喜欢谁关你什么事啊？他说完飞快地跑了。你喜欢谁确实不关我的事，天天这么一惊一乍的也太难搞了。他进去问慕云舒，剑妻今天这是怎么了？他也没什么，他只是最近有些烦恼，有些事情想不明白，你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理清头绪就好了。剑妻有没有烦恼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慕云舒看到他的样子问他，你觉得剑妻这个人怎么样啊？他人还不错啊，就是情绪不太稳定。别人说女人心海底针，我觉得剑妻的心也是海底针。慕云舒听到他的这个评价哈哈大笑起来。公主，你笑什么？你以后会知道的。骆冰言什么时候会知道，取决于剑妻什么时候想明白。骆冰言听到了这句话后更加不明就里，只是这事和剑妻有关，他也不好多问。不说剑妻了，我们来商量一下那天的行动细节。骆冰言点头，直接就把剑妻的事情抛到脑后。慕云舒看了一下骆冰言的反应，他觉得剑妻就算是开窍了，想要娶到骆冰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在心里默默地同情了剑妻一息。很快就到了大婚的前一日，荣九司是要从其他的地方迎亲，将慕云舒接回摄政王府。慕云舒住在荣九司在京城的一间宅子里，以防万一。那间宅子荣九司是差人新买的，且还不是以他的名义去买的，怕的就是被施无星提前发现，做出相应的布置。就算如此，荣九司还是怕再出意外，他调了一整队的侍卫守着那座宅子。这一次他们为施无星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敢来，就绝不会让他有逃走的机会。施无星这一次他没有去找荣景彻，也没有去找荣景深，而是选了一间普通的客栈住下。他今日到了这里，却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觉得一切都随缘好了。正在此时，他的房门被敲响，施无星的面色微变，他略想了想，还是把门打开。道子，我家主子想要见你。施无星的眸光深了些，问：你家主子是谁？门口的人回答：你去了便知道了。施无星的眸光半敛，跟着那人进了他隔壁的房间。我就知道国师今天一定会来。荣景深。那人伸手揭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国师。施无星看着他没有说话。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认出你的吧？施无星还是没有说话。那是因为老国师给了我一样东西，那样东西能破世间一切因为道术而起的虚像。别人看你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普通人，但是我看到的只是你破虚境。没错，这东西其实用处不大，毕竟这世上又有多少人会道术啊？我之前曾问过老国师，为何要给我这样一种东西？他说你有一劫，那一劫太过虚妄，会让你入魔的。他觉得你是道门难得一遇的天才，是振兴道门最关键的人物，不想你就此入魔，所以他把这个东西给了我，让我能在关键的时候找到你。施无星之前其实一直没有把这一卦放在心上，因为他会卜卦之后卜出来的卦会比师傅卜得更加灵验。在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施无星就觉得当初师傅的这一卦很准，一念成神，一念成魔。他这念都只是因为慕云舒。如今的他确实十分迷茫，因为他已经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你想做什么？
不是我想做什么，而是你想做什么。石无星没有说话，定定地看着荣景深。他知道，在师父的那一卦里，如果没有慕云舒的到来，荣景深会是大晋的皇帝。你如今已经彻底得罪了荣九思，已经没有选择了。如今我们联手，就是最好的结果。如你最初找到我时说的那样，你助我得到地位，我助你得到慕云舒。若我反悔了，不想再参与这件事情呢？哼，这事儿你可能已经没得选了。荣九思如今没有动道门，是怕引起动荡。但是等他真的坐到那个位置之后，你觉得他能容得下道门吗？所以对你而言，是绝对不能让他坐上那个位置的。你如今只能站在我这一边，只有我赢了，道门才会安好。你在威胁我，不是威胁，而是在告诉你事实。你已经得罪了荣九思，若是在得罪我，这对你而言并不是明智的选择。石无星的眸光更冷了几分。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坐上那个位置，道门将迎来无上的荣光。我知道你其实并不是很在乎道门的地位，但是道子他们尊你一声道子，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受道门的供养，若真是视他们如无物的话，你又怎么对得起已逝的老国师啊？闭嘴！道子，在你做出某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也不想和荣九思为敌，但是大晋只能有一个皇帝，我和他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还请道子助我，我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荣景深先是威逼，后是利诱，最后放下身段来求他，又给了他台阶下。这样的荣景深着实不简单。道子这样说，着实折煞我了。我不过是被皇权折磨的可怜虫，只想活下来而已。他这样说，石无星却一个字都不信。荣九思当初被元明帝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眼神和荣景深是完全不同的。荣九思当时眼里只有厌恶、无奈，而荣景深的眼里却是兴奋。往后的道门，还请殿下多多关照。荣景深听他这样说，便知他这是答应了。多谢道子相助。石无星却没有理他，站在那里沉思。正在此时，下面传来一记声音：今日客栈里所有的住客都过来登记查验身份。石无星知道这是荣九思派人来查客栈了。他和荣景深对视了一眼，两人都很淡定。荣景深取出人皮面具，继续戴在了头上，而石无星连这事都不用做了，直接回了房间。在这个时候，逃走和离开是最危险的方式，而他们也不怕被查，他们赶过来就做了周全的准备。慕云舒此时在宅子里和骆冰言下棋，两人都是臭棋篓子，水平都烂，反倒下得十分开心。早知道跟你下棋这么开心，我们之前就应该多下几回了。没事，若公主不嫌弃，我们以后都一起下棋。不嫌弃，当然不嫌弃了。他下棋下久了，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顺便往窗外看了一眼。他的面色没变，眼神却变了。骆冰言立即就感觉到了，问：怎么了？我看见石无星了。他在哪里？就在对面的客栈里。那现在怎么办？他既然来了，那就不会再让他走了。但是他敢来，肯定还有后手。直接去抓他是下策。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能一眼看出石无星，这个可能是石无星暂时没用隐身的道术，也可能是一个陷阱。这件事情他也需要先确定一下。他把窗户关上，然后把剑妻喊过来，在窗户上捅了一个小洞后道：你往那个客栈2楼左边第3间房间看。剑妻看到有人站在那里，那里站了个女子，长得有点丑。慕云舒无语，他以为自己眼花了，把剑妻拉开，自己凑到了小洞边看，那里站的赫然是石无星，这就意味着石无星的道术对他可能没有用。他略想了一下，你再看看。王妃，那女的脸长得跟张大饼似的，上面还满是麻子，我多看她几眼，我觉得我的眼睛会瞎的。他觉得剑妻的这个形容也真的是绝了，但是这也变相的说明了石无星的道术很是高明。那是石无星？什么？那竟是石无星？他半点都不怀疑慕云舒的判断，转身就欲去抓人。慕云舒一把将他拉住，你先别急，我既然能认出他来，那今天就不会让他离开这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呀？慕云舒想了想后道：石无星一向诡计多端，这一次他敢来，必定是有其他手段的。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跟你们一起去抓，这样就不会认错人了。不行，王妃你也说了，他诡计多端，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让王妃认出他来啊？故意把王妃引过去啊？既然如此，那就让石无星认不出我。剑姬有些不解地看向他，我也是个有人皮面具的人。也是。剑姬还是有些担心，这事我觉得我得通知王爷，有他在，我觉得会更加保险一点。也好，只是你们通知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用让石无星知晓的方式，否则可能会被他察觉的。王妃放心，我心里有数。他说完叫来一个侍卫，那侍卫匆匆走了，去找荣九思了。慕云舒此时已经将人皮面具戴上，变成了一个模样寻常的女子。骆冰言有些担心地看着慕云舒，只是他知道慕云舒去抓石无星是最好的方式。公主，千万小心，
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便出了门。骆冰言觉得让他在这里等着实在是不是件事儿，他也想帮忙。他想了想，果断换上慕云舒的衣衫，再取出胭脂水粉，对着脸一通画。双儿看到后都惊到了。洛小姐，你嘘，从现在开始到公主回来之前，你不要喊我洛小姐，喊我公主。双儿明白他的意思，轻点了一下头。骆冰言不知道今夜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得办好慕云舒等在这里。他略想了一下，便喊着双儿和屋里的女侍卫，在屋子里又做好了几个陷阱，做好充足的准备。慕云舒是从侧门离开那座宅子的，其他的侍卫用各种不太引人注目的方式离开宅子。他刚出宅子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暗卫。慕云舒一进来，客栈的掌柜就过来道：客官是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暗卫已经如鬼魅一般飘到了他的身边道：不要说话。掌柜吓得面色大变，一句话都不敢说。慕云舒直接往楼上走，暗卫一掌劈晕掌柜，立即跟着他上了楼。他上楼之后很快就到了那间房间，暗卫一脚将门踢开，窗边站着一个人。暗卫拔出剑架在那人的脖子上，回头。那人站在那里没有动，慕云舒便觉得有些不对，走过去一把将人扯了过来。那人应声而倒，却不是真人，而是一个稻草人。所以方才慕云舒看到的是施无星想让他看到的，并不是真的。我们上当了。慕云舒的面色大变，他和暗卫立即往下冲。他们到楼下的时候，慕云舒看见一个背影转进了旁边的小巷子之中。那个背影明明对慕云舒而言是十分陌生的，但是他的心里却生了极为强烈的直觉，那是施无星。他略想了一下，则带着暗卫和几个侍卫冲了过去。那条巷子并不算长，很快就到了尽头。他追过去的时候，他方才看到的那人已经不见了。他站在原地四下看了看，此时已经入夜，巷子里看不到走动的人。慕云舒眼睛眯了眯，他在这一刻决定依从自己的直觉。他一脚踹开离他最近的那扇门，屋子里有一个书生正在看书。你是什么人？闯进我家里做什么？慕云舒二话不说，一把将书生拽过来，一记过肩摔就将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下一刻，他一脚就踩在了他的胸前，道：施无星，别装了，我知道是你。什么施无星？他是谁啊？还装？他说完，一脚踩在他的脸上。你要做什么？慕云舒一把抓过旁边的烛台，放在他的手边，他却完全没有感觉，手并没有缩回去。还装吗？你怎么认出我来的？他掐了一个诀，倒数消失，露出了施无星的脸。他脸上虽然还戴着那张人皮面具，但是施无星也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普天之下有一个不通晓道术的人能认出他的话，那人只可能是慕云舒。我若说这是我的直觉，你信吗？原来如此。为什么把我引出来？他方才追过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事情有些不对，在他看到施无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施无星伸手轻推他的脚，他不但没有松开，反而是踩得更紧了些。施无星不语，他之前一直觉得他行事虽不拘泥于礼法，也不粗俗，可是他此时动手的时候，对他是半点都不客气。施无星便明白，以前两人能好好相处，是因为他把他当朋友，所以才会对他以礼相待。可是如今他才知道，当他们情分耗尽后，他不再把他当朋友的时候，他就真的很不客气。别踩脸，踩着脸不好说话。慕云舒斜斜地看了他一眼，把脚挪到了他的胸口。施无星无语，他对他如今是真的很不客气，他的心里一时间十分不是滋味。人这一生不能做错事，一旦做了错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云舒，我对你真的没有恶意，却又真真切切地伤害了你。到如今你这般对我，细算起来却都是我的错。我今日不是来听你放屁的，我问你话，你回答。你若是不答，那就用我的方式来解决。他说完直接拔了刀，拉过他的手，直接给了他一刀。刹那间鲜血淋漓，他也没有浪费那些血，取出瓶子接血。施无星无语，他此时是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他的表情十分复杂。你猜出来了？是的，我猜出来了。你送来的那枚药丸水平着实不怎么样，里面各种药材配比真的平平，你强行把还魂草加了进去，也太过生硬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用你的血配的药。施无星虽然通晓一点医理，但绝对算不上精通。他送给他的药，他当时一闻就闻了出来，那只是十分寻常的补中益气的药而已，还魂草也只是辅助，真正有用的其实是他的血。我就知道肯定瞒不过你。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动静，慕云舒的面色微微一变，听动静传来的方向是他住的那间宅子传来的。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我说过，我从来就没有过害你的心思，只是一步错，
不错，我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毕竟我不是自己一人，我身后还有3000道门，我得为他们着想。慕云舒没工夫听他的废话，因为他知道他再说下去也不过是这几句话而已，不会有重点。他直接一把药撒了下去，他眼睛一翻就晕了过去。你把他带回王府。暗卫应了一声，背着石无星便走了。慕云舒深吸了一口气，他大概弄明白了石无星的意思。今日石无星应该是察觉到他可能会有危险，故意把他引出来，只是他来得太快，而他也没有想到他真的能认出他来，所以今日他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飞快地往那座宅子跑了过去，此时那里已经一片火海。慕云舒看到这光景，眼里泛起了杀意。石无星把他引出来，是因为他知道那里会有危险，这也就意味着石无星和今夜动手的那个人并不是一条心。慕云舒二话不说，对身边的侍卫道：都去救人。众侍卫对视了一眼，只留了一个保护他，其余的都跑进去救人了。只是众侍卫才离开，便有人无声无息的朝他走了过来。慕云舒对于这些似乎半点都没有察觉，就站在旁边看着里面的动静。他的模样和寻常百姓看热闹的样子没有什么差别，往这边走几步，又往那边走了几步。有人前到他的身边，想要动手的时候，突然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掐在脖子一样，眼睛一翻，倒地而亡。慕云舒似乎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看热闹上，完全没有看见他身后发生了什么。很快又有人朝他前了过来，这一次那人换了一个方向，只是离他约莫还有10余步的距离，就觉得心口刺痛，他捂着心口倒地而亡。藏匿在暗处的人看到这一幕，面色大变，他们互相交换了一记眼神，再次朝慕云舒的方向走了过来。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单独行动，而是集体朝他扑了过来。那些人过来的方式相对特别，是用包围的方式将他所有的退路全部都堵住了。慕云舒似乎现在才发现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想要做什么？那些人没人回答他的问题，朝他飞快地扑了过来。正在此时，他们集体感觉喘不过气来，齐齐摔倒在地。老虎不发威，你们真当我是病猫吗？那些黑人倒在地上，在地上剧烈的抽搐，他们的眼里满是难以置信。他方才左右走动，不是单纯的走动，而是在放毒。你们是怎么认出我的？黑衣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已经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了。慕云舒也不用他们回答。看来你们主子并不相信是无星，还派人监视的。你们也并不是太能确定我的身份，只是觉得方才有侍卫保护我，我应该还有些用处。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反正你们都得死。方才慕云舒闯进客栈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注意到他了。等他从外面回来，看到那些侍卫都听他的调遣时，他们就算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也觉得他不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对他发动攻击。剑十一冲了过来，看到这情景愣了一下。王妃，你没事吧？他说完想要走过来。我没事，这里有毒危险，你别过来。剑十一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能一下子放倒这么多人了。慕云舒从里面走了出来，问道：宅子里面怎么样了？里面很危险，王妃现在千万不要过去。剑七呢？他们方才一起出来的，这会儿剑十一过来了，剑七却没来。不知道啊，没看见他。他此时心里其实也七上八下，因为双儿和骆冰岩一起待在了主屋，那里是被刺客围攻的最狠的地方，十分危险。剑十一想跑进去救人，但是他知道慕云舒身边不能没有人，双儿和洛姑娘还都在里面呢。剑十一咬了咬牙后道：侍卫们都赶快去救他们了，他们不会有事的。再则，王爷很快就会来了。他的话音还没有落，荣九思便已经带着人马过来了。剑十一一见荣九思过来，王爷，王妃没事，我先进去救人了。他说完也不等荣九思答应，飞快地往宅子里跑。他将慕云舒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确实没有事情，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怎么在外面啊？发生什么事了？慕云舒简短地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问：你来的路上看到带着施无星回去的暗卫了吗？荣九思摇头，没有看见。慕云舒听到这话心里一沉，眼下四处这么乱，只怕会生出意外来。只是当时那样的情景，他让人把施无星带走是最好的方式。别担心，就算施无星这次逃走，我们能抓住他第一次，就还能再抓住他。你说的对，眼下情况未明，施无星未必就跑了。希望双儿和洛姑娘不要出事。此时宅子里的两拨人马都杀红了眼。骆冰岩在那些黑衣人冲进来的时候，他立即就给了对方一把，那把药直接就把人给放翻了。双儿虽然见过很多宫里算计和凶险，但是却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他心里虽然害怕，但是却也没有拖骆冰岩的后腿。在那些黑衣人围攻骆冰岩的时候，他还拎了一把大刀，在旁帮忙杀了一个黑衣人。他从来没有杀过人，在杀完人之后，他的身体在剧烈的发抖。你躲到床底去，我陪你。
骆冰岩见双儿明明害怕到极致，却完全没有退缩的样子，心里有些感触。那我们就一起。他们的战斗力虽然不高，但是却都没有后退，也没有逃走，因为他们都知道慕云舒此时就在外面，他们逃出去的话，很可能会被人识破身份，到时候慕云舒会有危险。门口的黑衣人喊道：“南诏公主就在里面。”于是他们的攻击更加凶猛了。骆冰岩的武功原本就不是太好，此时也有些支撑不住了。骆冰岩穿的是慕云舒的衣衫，那些侍卫又死死地护着他，他成了重点进攻的对象。黑衣人疯了一样的进攻，杀出了一道口子，朝骆冰岩砍了过来。骆冰岩此时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他觉得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他之前听人说过，人在死时大部分都会想起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人，可是骆冰岩却在此时想起了剑妻。他闭上眼睛，等着利刃落下，只是他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痛的感觉，他忙把眼睛睁开，便看见剑妻站在他的面前，他手里的剑直接削掉了要杀他那人的脖子。他有些错愕地站在那里，有些回不过神来。剑妻一把将他拖到一边，避开了另一刀，拿剑的那只手直接将那个黑衣人割了喉。骆冰岩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来。他到此时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剑妻的武功可能比他预期的要高得多，他之前能制住他，大概率是他在让他。他此时动手杀人时动作利落至极，整个人的气场也和平时完全不同。他平时见到的剑妻就如邻家别扭的少年，虽然有些难搞，却又不失可爱。可是此时的剑妻就如天上的杀神降临凡世，手起剑落间带着的洒脱让人震惊。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剑妻，让他极度有安全感的剑妻。他甚至觉得只要在剑妻的身边，他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剑妻见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吓傻了吗？都不会动一下呀，躲我身后去。骆冰岩没有说话，却乖乖地躲到了他的身后。他也开口，就还是他熟悉的剑妻，反而让他感觉更加安心。骆冰岩之前从未有过要成亲的心思，在这一刻他却觉得如果是嫁给剑妻的话，他好像是愿意的。他这一生孤苦无依，之前都是自己保护自己，到如今终于有人愿意保护他了，他感觉极好。有了剑妻的加入，那些黑衣人立即就处于劣势，虽然战局还十分焦灼，但是骆冰岩和双儿至少是安全的。而后剑十一等一众侍卫也杀了过来，他们便占据了极大的优势，活捉了几个黑衣人。只是那些黑衣人都是死士，他们一看情况不对，立即咬舌自杀。剑十一过来，便走到双儿的身边。你没事吧？双儿一看见他过来，直接扑进他的怀里道：“十一，我有点怕。”剑十一发现他全身都在发抖，伸手将他抱得紧了些。别怕，我来了。公主呢？剑十一没有回答，却朝剑妻看去。剑妻的面色一白，立即往外冲。慕云舒出去的时候，为了隐藏身份，没有把剑妻带在身边。剑妻在外围侧右，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宅子里出事的时候，剑妻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赶过来。在他快要冲到门口的时候，剑十一才到。王妃安好，你别担心。剑妻扭头看向了剑十一，王爷在王妃的身边。剑妻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很快，荣九思带着慕云舒赶了过来。公主，是无心抓住了吗？抓住了，今夜辛苦你了。我们没事，能抓住是无心就好。荣九思看到满院子的尸体，却没有一个活口，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骆冰岩想起了一件事情。公主之前给了我一包药，我当时用药毒晕了好几个黑衣人。荣九思立即让侍卫把那几个毒晕的黑衣人给找了出来。慕云舒伸手探了探那几个黑衣人的鼻息，然后让剑妻把他们嘴扒开，拔出他们隐藏在牙间的毒药。弄完这些后，慕云舒才把他们弄醒。他们醒来之后，整个人又惊又害，想要自杀。荣九思却根本不会给他们死的机会了。交代出幕后主使，我会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那些黑衣人的脸色十分难看，宁死不说。记住你们此时的所思所想，但愿1刻钟之后你们还能坚持。他说完，掏出一根针扎在其中一个黑衣人的身上，那个黑衣人立即痛得全身抽搐了起来。你有本事就杀了我！哼，杀了你那也太便宜你了。你小声告诉我，那人是谁？那黑衣人全身剧烈的抖着，慕云舒的袖袍在他的鼻尖挥了一下，他瞬间就说不出话来了。慕云舒凑到他的身边，状似去听他说话。他听了一会儿，一脸震惊的道：“什么？你们幕后之人是大殿下荣景深？你个没气节的，怎么能这么快去供出大殿下？他妈的，我被慕云舒给弄哑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蠢货，难道不知道他这是在诈我们吗？”
原来荣景深真的是幕后主使啊！多谢告知。众黑衣人无语，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扛得过刑讯逼供，却被一个弱女子把他们的话给套出来。王府的众侍卫也愣了一下，这反转就算是他们都没有想到。本王之前还真是小看了穆景深呢。荣景深今日计划应该是2个，最好的方式是活捉我，如果不能活捉，就杀了我。我活着被他控制的话，他能逼你就范，能顺利登上皇位。而我若是死了，我爹必定会十分生气的，不会再支持你，他也能从中受利。荣久深的行事十分的狠辣，这一次他就算是掳不走你，杀不了你，伤到你的话，我们的大婚也会泡汤的。如此一来，他必定会从中挑事，到时候会有极多的麻烦。之前荣景深一直藏匿的极深，隐藏自己的实力，就算是荣九思之前虽对他有防备，却都不知他是这样的人。直到最近，荣景深因为得到了元明帝的那道立为太子的旨意，他就有些坐不住了，这才露出原形。咬人的狗不叫，他不咬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咬人，如今知道他会咬人了，有了防备，就拔了他的牙，打断他的腿，或者直接弄死他，都是可以的。你说的对，今日王府的侍卫虽然有些死伤，但是死的更多的是黑衣人，细算起来他们也没有吃亏，只是被荣景深这么一闹，荣九思和慕云舒的大婚多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间宅子荣九思不放心让慕云舒住，他打算先带他回王府，至于明日接亲的时候符不符合习俗和礼法，他懒得去管，毕竟在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发现马车太小，一次载不了那么多人，骆冰岩便对剑妻道：“你能带我回王府吗？你有伤，不适合骑马，你跟王妃坐马车回去吧。公主今日受了惊吓，王爷要在马车里陪着她，我跟过去，那也太没眼力劲了吧？你若是不愿意带我的话，那我就只能去找其他人帮忙了。”他这话说到底也只是试探，他想知道剑妻对他到底是什么心思。他今日虽然不顾一切的冲过来救他，但是这也可能只是慕云舒的吩咐，又或者是剑妻赶过来并不是救他，而是来救双儿的。剑妻看着他一脸的纠结，他不是不想带他，而是他从来都没有和女人共乘过。他之前想到他心跳都加速，他若跟他共乘一骑，他到时候控制不好心跳又得被笑话。骆冰岩看到他的表情，前妻今日果然不是赶来救我的，而是为了救双儿。他心里有些纠结，这种情况他要不要死缠烂打？剑妻在此时朝他伸出手，上来吧。骆冰岩看向他，他看起来十分别扭，脸还有些臭臭的。骆冰岩突然觉得，就他这性子，或许可以试一下死缠烂打。他的唇微微勾了起来，眼里有了几分笑意，把手递给了他。剑妻的心跳又不受控制的狂跳了起来，他深吸了一口气，他伸手握住了他的手，一把将他拉上了马背。在他坐到他的怀里时，剑妻只觉得温香软玉满怀，记忆又把他拉回了那天晚上他把他扑倒在地的感觉。剑妻不自觉地绷紧了身体。你怎么了？剑妻伸手把他的脑袋弯到了前面，坐好。他这一下绝对不算温柔，扯到了他的伤口。他惊呼了一声，剑妻有点慌。你怎么样了？没大事，只是扯到了伤口。他说完果断往剑妻的怀里一靠。好疼，让我靠一下。剑妻的身体就更僵了，想要推开他，却又怕弄疼他，反倒是把自己弄得十分难受。骆冰岩，你能不能坐直一点啊？我疼。剑十一带着双儿上了马，他看到剑妻和骆冰岩相处的样子，憋笑憋得肚子疼。他觉得剑妻这个二货遇到骆冰岩，那就是遇到了克星。若骆冰岩想要拿捏剑妻，那真的是能拿捏得死死的。且他和剑妻从小一起长大，知道剑妻的性子。剑妻若是对骆冰岩没有好感的话，早把他掀下马了。剑妻，照顾好骆姑娘。他说完便带着双儿走了。双儿看向骆冰岩，他轻眨了一下眼。双儿聪慧，立即就明白骆冰岩的意思，轻笑了一声。你笑什么呀？我和剑妻之前一直在宫里伺候公主，她人极好，宫里的宫女都知道她是个假太监，她长得也十分英俊，就是公主面前的大红人，喜欢她的宫女极多。好些宫女向她示好，她却完全接受不到，还以为那些宫女意图对公主不轨呢，让人打了好几个宫女的板子。剑十一的嘴角直抽，这事儿像是剑妻能做出来的事儿。自那之后，宫女们知道她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她们也就歇了对她的那份心思。洛姑娘方才靠在她的身上，她却没有把洛姑娘推下马背，想来是喜欢洛姑娘的。我也这么觉得，不过看他的样子，他自己似乎还没有弄明白。无妨，时间长了他会知道的。再则感情这种事情原本就不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洛姑娘是聪明人，她若真的喜欢上了剑妻，自然会想办法
让剑气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在旁边看着就好。剑十一一直都知道双儿性子温和，却十分聪慧。他轻声道：“双儿，那你觉得我如何呀？”双儿明白他的意思，他们两人之间虽然一直没有把话说透，但是剑十一对他的心意，他看在眼里，心里也十分清楚。今日剑十一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便像是看到了依靠，他便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心意。你自然是极好的，在我心里，你比剑七还要好。剑十一听到这句话，简直是心花怒放，他不自觉的伸手把他抱得紧了些。你真这么认为？你这段时间待我的好，我都看在眼里。既然你觉得我好，那嫁给我好不好？他说完，不等双儿回答，我知道此时我对你说这么一句话，多少有些唐突了你。但是今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心里有些害怕，没有人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更想珍惜当下，往后的人生，我想陪在你的身边，想要照顾好你。双儿轻抿着唇，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剑十一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若愿意嫁给我，婚后我一定待你好的。等到王爷和王妃大婚之后，他们稳定了下来，我请王爷和王妃为我们证婚。我这些年来跟着王爷做事，王爷待我们都极好，赏钱不算少的。我的月银也还算不错，这些年来攒下了好几千两银子，虽然不至于让你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却能养得活你。双儿听到后面有些想笑，剑十一平时看着比剑七要精明，其实他在感情上也是一张白纸，他也不太知道要如何讨女孩子欢心，却有一颗赤诚的心。这样的剑十一看在双儿的眼里就是最好的。我答应你。剑十一原本还准备一堆的话想说，此时听到双儿肯定的答案，他顿时心花怒放。双儿，你掐我一下，我怕我是在做梦。双儿听到这话，抿着唇轻笑，伸手在他的手上掐了一把，他掐得不重，触感却十分真实。剑十一直接笑成了个二傻子。双儿看到这样的剑十一，有些想笑，往他的身上靠了一些。从宅子到王府的路并不算远，剑十一有些遗憾，这条路实在是太短了。剑十一觉得，若是可以的话，他能和双儿一直这么走下去。剑七却觉得这条路实在是太长了，骆宾言总往他身上靠，他的心跳跳得太快，都快不是他自己的了。他是真的觉得自己病了。可是那天他请慕云舒为他把脉之后，却被他嘲笑了。他不会去找他把脉了，但是他这会儿真的是太难受了，这是让他恨不得策马狂奔，赶紧回到摄政王府。只是此时荣九思和慕云舒的马车在前面缓缓的行驶，他不太好跑得太快，但是这样又实在是太难受了。他想了想，策马走到荣九思的马车边道：“王爷，我去前面给你探一下路。”他说完也不等荣九思答应，策马就往前狂奔。荣九思在马车里掀了一下眉毛，就这点路还需要剑七探路？剑七这个二货还是没能弄明白他心中所想，由得他去吧。荣九思不会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为难剑七，剑七太毛躁了。剑七带着骆宾言很快就到了王府，他一到王府的门口就立即下马。到了，你下来。我疼。他说完之后还做了个要下马的动作，然后长长的嘶了一声。他见剑七没动，又轻轻吸了吸鼻子，再次做出下马的动作。剑七挠头，他发现他真的挺难搞的。你别动。他说完伸手把他抱了下来，他便趁机软软的靠在他的身上。剑七无语，不期然温香软玉抱满怀，这种感觉他一时间有些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他没控制住，一把将他扔了出去。自己走。果然女他就不能操之过急。他今夜失血过多，其实身体不太能撑得住。剑七这么一扔，他就是往地上一躺。他原本就是想要装个晕，没想到竟真的晕了过去。剑七是真没有想到，他就这么晕倒在地。他心里生出了愧疚，他方才真的以为他靠过来是他在戏弄他，如今他才发现不是他在戏弄他，而是他真的伤势太重。剑七伸手挠了挠头，在抱他和不抱他之间纠结，只是他也没有纠结太长时间。荣九思一行人就回来了。慕云舒一看这情景，就觉得剑七真的是凭实力单身。他先给骆宾言把了下脉，然后立即给他施针，让府里的婆子背骆宾言回房。剑七没等婆子过来，便将骆宾言一把打横抱起。我送他回房吧。慕云舒看了他一眼，他方才是被我推晕的。什么？我真不知道他伤得那么重啊！我错了，我不该推他。他抱着骆宾言飞快地跑了。慕云舒对剑七是相当的服气。剑七把骆宾言送回房的时候，发现他的伤口还在渗血，他这一次就更加后悔了，觉得自己真的太过分了。慕云舒回来后问过门房，确定那个背着石无星的暗卫没有回来，他就知道那个暗卫应该是出事了。他看了一眼自己装的那一小瓶血，有了这一瓶血，他至少半年的时间不需要再受制于石无星，且在这半年的时间，他觉得他怎么着也能抓住石无星了。如他所料，石无星是被暗影救走了，他此时还没有离开京城，藏身在一间普通的
客栈之中。他看着他手上的伤口，有些出神。他一看到这个伤口，就会想起慕云舒动手时狠绝的表情，他的那个表情彻底刺痛了他的心。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到这一步。道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行差踏错，走错了一步，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暗影看向他，没有回头路就没有回头路吧，我至少得对你们负责。暗影的眼里有了几分担忧。你别担心，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如今变成了这样一副让人讨厌的样子，我自己也很讨厌自己。今夜的这一场打斗闹出来的动静很大，不过小半个时辰的光景，整个京城的权贵都听说了。荣景彻在府里知晓这件事情后，轻笑了一声。看来在这京中，不想荣九思和慕云舒成亲的不止我一个呀。我那大哥一向会装，这一次也忍不住了。苏玉新身边的仆从少，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就会更晚一点。大婚前血流成河，这是不祥之兆。慕云舒，就算你能嫁给荣九思又如何？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他因为心里太开心，便决定去谢一谢苏府的祖宗。他觉得一定是苏府的祖宗显灵了，慕云舒才会招来这样的报应。他上次来这里的时候，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他遗忘了，但是他又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这一次过来的时候，明显比上次有诚意。请保佑我以后事事顺遂，然后让慕云舒从云端跌落尘埃，让他这一生一无所有。苏玉新念叨完之后，难得端端正正的磕了3个头。他磕过后又觉得他还可以再次展现一下他的诚意，于是拿了块抹布过来给祖宗的牌位擦拭，很快就擦到他太爷爷的牌位下面。他擦到那里的时候，发现牌位下有个洞，伸手往里面掏了掏，便掏出了一个盒子。他将那个盒子打开之后，里面是明亮的黄色。他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人，便将那道明黄的圣旨打开。他打开后看到里面的内容时，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原来当初先帝真的传位给了荣九思，若荣九思有了这道圣旨，那就能名正言顺的登基称帝，而慕云舒就将成为皇后。苏玉新只觉得有些心梗，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凭什么慕云舒能拥有这些，而我要过如此凄惨的日子？他拿着圣旨就想要烧了，只是圣旨快要碰到火烛的时候，他的手又停下了。他的心里生出了其他的念头，他把圣旨放了回去，眼里满是野心。慕云舒派过来盯着苏玉新的侍卫，这段时间一直跟着他。侍卫看了一圈，发现他在里面擦牌位，也没什么好看的。他恰好尿急，就去旁边解决了一下。等他回来的时候，苏玉新刚好把圣旨放了进去。他回来看到的是他在那里放牌位。侍卫没看见什么特殊的东西，便又隐在旁。苏玉新做完之后，婢女做好了饭菜端了过来，他拿起筷子尝了一口后，做这么难吃，你是想要恶心死我吗？婢女委屈的直掉眼泪，却不敢多说什么。苏玉新一脚把跪在地上的婢女踹倒在地。哭什么哭？看着晦气，滚！婢女吸着鼻子走了出去。苏玉新在闹腾的时候，荣景深也不得安宁。他今日派出去的杀手此时都已经回来了，他们向他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伸手按了按眉心。周氏在旁劝道：陛下，要不还是算了，我们把这皇位让给他，选个地方做个闲散王爷吧。这事儿不是我让他就可以的，我和他现如今的身份不是让出皇位就能结束的，因为我现在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的身后还有那些支持的大臣，一旦我败了，他们都会跟着倒霉。陛下，我的心里一直有些不安，摄政王不是好相遇的人，我怕我们斗不过他。你觉得我现在放弃，他就会放过我吗？皇位之争从来都是踩着累累白骨上去的，不是我想不争就能不争的。周氏因为慕无忧的事情，他心里一直都十分不安。他不是个有大野心的人，如今这样的日子他觉得也不错了。只是他也知道荣景深的话是对的，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一次事情摄政王必定会有所察觉，我们该怎么办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明日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去参加他们的婚宴就好。这事怎么能当什么都不知道呢？毕竟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就这么接过去的。明日有很多大臣们在场，他们不敢把事情做得太过，只要他们手里没证据，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周氏听他这么说，心里安定了些，却还是有些七上八下。荣景深看到他这副样子，眉头皱了起来。周氏的性子，荣景深是喜欢的，只是他实在是没有什么本事，帮不上他的忙。他和慕云舒一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荣景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对周氏虽然有些不满，此时却也不是换妻子的时候，毕竟周氏的娘家对他有很大的助力，他还需要周氏。第二日一早，整个摄政王府喜气洋洋，大红的绸缎挂满了廊下，四周透着极致的喜气。徐敏和徐英一早也过来帮忙，便去新房里陪慕云舒。慕云舒看到他很开心，你来了，我很开心，最近可还好？我感觉还不错。慕云舒见他看着气色比之前好太多，一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似乎已经从徐二夫人的事情里走了出来。我看着你气色也还不错，当初多谢王妃帮忙，要不然我可能已经想通了。你想通了就好。两人在一起说了几句闲话，外面便传来了一阵喧哗。拜堂的时间已经到了，荣九思此时已经到了门口，他的眉眼里满是微笑。不管昨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荣九思依旧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婚事。荣九思走到慕云舒的面前，朝他伸出了手。慕云舒把手放在他的手心，内心十分温暖。这虽然不是他们第一次成亲，但是对慕云舒而言却是第一次。他们第一次大婚成礼的时候，他还没有穿越过来。荣九思身中剧毒，命悬一线，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大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慕无忧由见识二抱着，开心的拍着手。爹爹要娶娘亲了。荣九思伸手轻轻揉了揉他的脑袋。乖。他说完，拉着慕云舒的手从红毯上走了过去。两人一路走到了喜堂，顺利拜堂成亲。礼成之后，荣九思没有把他送进洞房，而是和他一起站在喜堂中。昨夜京中发生的事情，想来在座的诸位也都是知晓的。他的话音一落，所有人都朝他看了过来，心里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看荣九思这副模样，似乎是想要发作，他们又觉得这事儿不太可能，毕竟这是荣九思的大婚。荣景深和周氏一大早也来了。此时荣九思说出这句话后，两人交换了一记目光，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几分担心。荣景深的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他想要趁众人不备溜走，只是他才一转身，就发现喜堂的大门已经关了起来。他心里不好的预感加剧。昨夜有人夜袭王妃所住的地方，意图谋杀了他。众人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是真的要闹事了。他们觉得荣九思真的是疯了，才会在自己的婚礼上闹事。只是他们也都知道，荣九思会在自己的婚礼上闹事，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是小事。本王知道，朝中有些人看本王颇不顺眼，想要杀了本王。你们要杀本王，凭本事来做就好。你们若能杀得了本王，是你们能力强，也是本王无能，这些本王都认。但是祸不及妻儿，对本王的妻儿下手之事，这事本王就不能再忍。荣景深听到这话，心头一跳，只有缺德冒烟的人才会对女人和孩子下手。想要夺权，是男人的就直接对正主动手啊！弄不赢正主，那是自己本事不够，认输了，那也还担得起坦荡这个词儿。本王也佩服，最不要脸的是那种输不起的，不是正主的对手啊，就瞄着对方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下手，这种人简直就不配称之为人。陈王这么一骂，里面的大臣们他们此时已经感觉到了，今日可能要见证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王叔说的没错，对女人和孩子下手的人，其品性确实十分低劣。这样的一个人是真正的小人。实不相瞒，本王昨夜抓住了几个行凶之人，他们供出了幕后黑手，而那幕后黑手今日就在大殿之中。荣景深听到这话，心里就更紧张了，他的脑子嗡嗡作响。他实在是没有想到，昨夜荣九思竟还抓住了他的人，只是他此时心里存在些侥幸，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至于此。他对他的人有信心，荣九思的这番话可能是在诈的。那人到底是谁？自己站出来。你此时若是能够主动站出来，本王敬你是个有担当的人，昨夜的事情可以从轻处理。他这么一说，听在荣景深的耳中，那就是荣九思并没有真正的证据，方才荣九思那么说不过是在诈他罢了。荣九思等了约莫3息，众人在那里窃窃私语，荣景深没有半点要站出来的意思。本王再给那人最后一次机会，本王数3个数，他若是在此时能够站出来的，这事就接过去了。他若是不站出来，今日本王便让他血债血偿。昨夜慕云舒虽然没事，但是死了好些侍卫，双儿和骆冰岩也都受了不轻的伤，他们的血也是血，也一样要偿。此时能站出来的，本王也敬他是条汉子，敢做敢当。就算他行事有些无耻，却也能称得上是个男人。但是他做下了那种阴毒之事，却不敢承认的话，那就是卑鄙无耻，还没有担当。3。荣景深的拳头握得紧了些。周氏比他还要紧张，朝他看了一眼，他示意他不要慌，他的身份摆在这里，荣九思就算知道是他，只要没有证据，也绝不敢把他怎么样。2。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泛起了极致的冷意。荣景深暗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1，那人比本王想象中的还要无耻得多，敢做不敢当。既然如此，那本王也就不需要对他客气。来人，带人证。他的话音一落，剑气便拎了好几个黑衣人走了进来。荣景深看到那些人的脸时，表情一僵，剑气把他们踹倒在地。他们便是昨夜刺杀王妃之人，
说，谁是你们的幕后主使？黑衣人缩在地上，没有人说话。我知道你们很忠心，但事实就是事实。像他那样卑劣无耻的人，不配让你们为他送掉性命的。昨夜他们都见识过他的手段，他们不怕酷刑拷打，但是他们却怕他动手，因为只要他一动手，他们就真的会生不如死。当即便有黑衣人道：是他殿下。这句话一说出口，整个喜堂里砰的一声就炸开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荣景深的脸色十分难看，他实在是没有想到，他引以为傲的死士居然会真的供出他。荣九思走到他的面前道：你有什么话要说？这是污蔑，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污蔑？到这个时候了，你竟还能够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他掳走了我，这个我可以作证。荣九思和慕云舒听到慕无忧的话都愣了一下，他们和荣景深的争斗并没有想把慕无忧牵扯进来，在他们的心里，慕无忧就是个孩子，他天真无邪，不需要裹进大人的这些争斗之中。你怎么把无忧带过来了？你先带他下去。剑士二还没有说话，娘亲别怪师傅，是我自己要过来的。爷，娘亲，上次就是他把我掳走的。他这句话说完，四周满是震惊。荣景深对慕云舒出手勉强也能过得去，她虽是女子，却是个成年人，但是荣景深对这么一个小孩出手，那就是真正的卑鄙无耻了。无忧误会了，我当时只是接你去府里小住几日。你骗人，哪有请人去家里做客却不告诉对方家里人的，也没有把人请到家里做客却把对方关在地道里的。荣九思之前不想让慕无忧在人前露脸，是怕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对慕无忧下手，只是到了如今，慕无忧已经在众人的面前露了脸，那他就需要为慕无忧正身份了。这是犬子无忧，他之前跟着云舒在南诏的皇宫，本王知道近来京中对无忧有些猜测，往后你们不必再猜，他是本王亲生的。这事儿我知道，无忧和你幼时一样聪明，若无忧不够聪慧的话，可能已经被人害死了。我和无忧之前曾经得罪过你吗？没有。我和无忧曾经为难过你吗？荣景深这一次没有说话。这是第二次见你，第一次见你是在你的长女满月酒的酒席上，当时我还帮着施无星为你的长女祈福。那一次我自认没有得罪你，却不知你为何要行如此歹毒之事。荣景深被问得哑口无言，在这个时候，不管他说什么，都十分苍白。荣九思过来对慕云舒道：你先带无忧下去休息。慕云舒看了荣九思一眼，他轻点了一下头。慕云舒没有说话，抱着慕无忧便离开了喜堂。他们出去之后，慕无忧问：娘亲，今天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啊？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你爹在，让他去处理就好了。大魂石见血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血就好。慕云舒很想得开，荣九思便决定今日动手，这才有了今日的事。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王叔想知道为什么吗？本王不想知道。荣九思直接拔剑，一剑刺进了荣景深的胸口道：因为你此时说的都只是借口，而本王不想听借口，只看眼前的事实。本王方才给过你机会了，是你敢做不敢当。本王说了要血债血偿，那就让你用男人的方式血债血偿。他说完便将剑抽回，这一剑却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得不轻，有些震惊的看着荣九思。也许是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刀锋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荣九思是怎么杀伐果断的一个人。荣景深也没有想到荣九思说动手就动手。方才荣九思说要血债血偿的时候，荣景深觉得这应该是荣九思说说而已，绝不会真的动手。可是他胸口此时传来的剧痛却在提醒着他，荣九思不但做了，还做得十分彻底。他只觉得全身失去力气，身体软软的倒在地上。周氏尖叫一声，扑倒在荣景深的面前。殿下，殿下！本王说的血债血偿，那就一定要让你来偿。这一剑便是还你之前欺我妻儿，你若不死，我们之前的恩怨便算了结。你若是死了，本王可以请在座的诸位作证，本王会安顿好你的妻儿，绝不会让他们受屈的。荣九思原本就是天之骄子，是大晋的战神，他若要杀人，无人能挡。荣景深的血从嘴里喷了出来，他的身体剧烈的抽搐。来人，快来人，去请大夫！四周的大臣们看到这场变故，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因为荣九思在此之前就把话说得十分清楚明了，今日无关朝堂，只是了结私怨。只是荣景深那一派系的人和荣景深是一体的，此时不敢说什么，只能帮着他去找大夫。他们还是希望荣景深能活下来，他们七手八脚的把荣景深抬了出去，去找大夫为他医治。荣九思说到做到，捅完荣景深那一剑之后，没有再拦着他。他们在这一刻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动荣
荣九思可以，动慕云舒和慕无忧那是绝对不行的。本王行事一向坦荡，从不会迁怒任何人，一件事归一件事。本王和荣景深的账算完了，婚宴继续。诸位愿意留下来继续参加婚宴的，那就留下；不想参加的，随时都可以走。本王绝不勉强。众人没有说话，陈王当先道：你们的婚宴我盼了许久，哪有只观了礼不吃酒就走的道理啊？他说完对尹兆峰道：走，我们喝酒去。今日的事情让所有人直观地看见了荣九思和荣景深之间最大的区别。荣九思这一派系的官员开心的不行，他那一剑八成是能把荣景深弄死。荣景深若是死了，元明帝之前的那道立太子的诏书便算是完全废了。慕云舒在里间听了荣九思给了荣景深一剑的事，他轻掀了一下眉，一点都没有意外。慕幽在旁听到了这件事情后，不是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打打杀杀。大堂兄当时抓我和昨夜派人杀娘亲，都是为了皇位。皇位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不是皇位有多么重要，而是权势惑人心智。你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皇位，被逼着一步一步走到如今。因为你爹太优秀了，让那些人心中不安，想要把他除去。他之前不想争，如今为了我们，他却不得不去争一争。慕幽其实不是太明白这争和不争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却真真切切的被人掳走过。这是慕幽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倾轧，感觉到人心的险恶，朝堂的凶险。那无忧以后也要做一个强大的人，保护好爹和娘亲，不让别人欺负你们。做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知道你的大堂兄为什么会输吗？难道不是爹把他揍残了吗？虽说一力降十会，武力能解决很多事情，但是过分用武力去解决事情而失了人心的话，很容易会酿成大祸的。因为人心所向时，可以众志成城，再大困难都能度过。同样的，再厉害的人也能被扳倒。你爹今日能赢，不是因为他的武功比荣景深高，也不是因为他比荣景深聪明，而是因为荣景深做的事情太过无耻，走的是卑鄙小人的路。朝中的大臣虽然嘴里说是要为百姓做事，为天下谋福祉，但是只要是人就是自私的，所以他们相对百姓的利益会更加看重自己的利益。大晋的江山若是落在品性低劣的人的手里，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他们也有妻有儿，荣景深今日为了夺权能对我们动手，那么他尝到了甜头，以后就会对他们的妻儿动手。这种人的品性无疑是极为低劣的，他们心里会对他生出怀疑的。所以就算是他被元明帝指定的皇位继承人，今日你爹动手的时候，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慕幽听着似懂非懂，但是他却还是有他的见解。如果爹不够强，今日是不是又是另外的结局？如果你爹不够强的话，今天有可能会是另外的结局，但是荣景深的名声也一样会毁掉的。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还是足够强。慕云舒替他补充，然后自己的立身得正，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靠着卑劣手段去取胜。邪不压正这件事情永远成立。我记住了。慕云舒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轻笑了一声。他的这番话慕幽如今是听不太懂的，但是却对他的后续有不小的影响。慕云舒看到这样的慕幽，心里十分欣慰。荣九思那一剑基本上改变了大晋朝堂的格局，如今荣景深生死未卜，朝中的大臣们心里多少有些不安。荣九思此时和陈王等人在商议后续的事情，尹兆峰觉得既然已经动手了，那就不需要对荣景深客气了。此时荣景深生死未卜，那就让他彻底死了。皇族之人就免不了同是操戈的命运。他曾经见过先帝去世时皇权的动荡，如今还没有过10年就又开始了。他此时觉得这或许就是宿命的轮回。元明帝当初为了夺权不择手段，如今这事落到了他的身上，就不知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了。没有人愿意同是操戈，但是元明帝也做了一个极度不好的例子。陈王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陈王妃此时带着宝儿在外面玩，他看到他们的样子，深吸了一口气。对陈王而言，陈王妃和宝儿就是他的底线，谁碰他们，他都会跟谁拼命。他设身处地的带入荣九思的立场，便觉得荣景深有这样的下场，真的是活该。陈王妃看到陈王，怎么了？没什么，只是看到你们娘俩，我十分安心。我看到你也觉得十分安心。夫妻两人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却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今日周氏带着荣景深回到大皇子府后，他立即取来了一枚药丸，让荣景深服下。那枚药丸是施无星的师傅留给荣景深的，说那枚药丸能让人起死回生。荣景深此时止于最后一口气，那枚药丸服下之后，他的气息就渐渐平顺了下来。周氏看到这光景，松了一口气，他立即叫来管事，立即封府，谢绝任何人探望，守好府里的各处通道，调动所有侍卫，不要让任何人进府。管事应了一声，立即去安排各种东西。周氏把
这些安排完了之后，心又定了些，只要荣景深活着，所有的一切他都不怕。可他的心里有些无奈，出了这件事情后，荣景深以后的路将会变得很难走。他看着躺在床上还没有醒过来的荣景深，他心里有些后悔。当初他若是好好劝荣景深，让他不要动慕云舒和慕无忧，也许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荣景彻今日没来参加他们的婚宴，他听说婚宴上发生的事情后，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他之前觉得荣九思对他很不好，现在一对比，荣九思对他简直不要太好。只是他的这种窃喜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剑妻来了。荣九思的那些侍卫，荣景彻最讨厌的就是剑妻，没有之一。只是今日荣景彻听说了荣景深的事后，他便知道他得罪不起荣九思，所以就算他再讨厌剑妻，在看到剑妻的时候都是十分客气的。王叔可是有什么吩咐？荣景彻讨厌剑妻，剑妻同样也讨厌荣景彻。此时剑妻的脸有点黑。王爷有件事想让我通知你。荣景彻直觉没好事儿。什么事啊？剑妻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你之前跟王爷说你想要块封地做个贤王，这事儿王爷当时答应你了，但是相对应的要求是你找出石无星。可是现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石无星依旧下落不明，王爷十分生气，他觉得你的能力太差了，你这样子就算是做个闲散王爷也只配吃屎。荣九思的原话当然没有这么粗俗，而是用了一个相对文雅的词。剑妻进三皇子府的时候还记得那个词，他一看见荣景彻就忘了那个词是什么了，便用了他觉得最贴切的词。可是石无星如今已经不来见我也找不到他呀。这事儿我会想办法尽快将他找出来。王爷说了，你既然找不到石无星，那就给你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做好了，一样可以给你一块封地，让你的后半辈子过得舒坦。荣景彻直觉没好事，但是他心里也清楚的知道他根本就不可能反对。什么事？剑妻让他过来些，在他的耳畔说了一句话。不行，这事儿我真不行。剑妻看向他，这事儿一个不好，我的命就没了。你不做，你现在命就没了。荣景彻知道剑妻是荣九思侍卫里武功最高的一个，剑妻在这个距离内要动手杀他一点难度都没有，他的侍卫根本就没有半点机会能救下他。好，你回去跟王叔说，这事我做了。这事儿三殿下既然答应了，那就一定要做好。若是有人在此之前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三殿下的闲散王爷也就别想做了。他说完扭头就走。荣景彻跌坐在椅子上，心情极度复杂。剑妻的这番话里含着巨大的信息量，那就是荣九思除了他之外还找了其他人去做这件事情，这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他要是不做，别有人去做。他如今不但要做，还得抢在别人的前面做。他之前打算拖上一拖的想法也彻底泡了汤。老子拼了！苏玉新也一直在打听摄政王府的事情。他听到荣九思捅了荣景深一剑之后，光是想象一下，他都觉得必定是极帅的。苏玉新再次后悔，若是他当初嫁给荣九思，如今他这般护着的人就是他了。他也想要有个人这样保护他。他在屋子里走了一圈后，写了一封信后，叫来了他的婢女：“你去给摄政王府送封信。”婢女应了一声，便拿着他的信送去了摄政王府。婢女自然是进不了摄政王府的，便把信留在了门房那里。此时荣九思在忙，苏府送来的信又相对特殊，门房便把这事儿禀告给了杜心之。他略想了一下，便将这封信送到了慕云舒的手里。他把信送过去的时候，直接道：“这几年我是第一次收到苏玉新往府里递的信，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怀好意，这信需要王妃亲自来拆。”慕云舒看了杜心之一眼，他和尹兆峰行事的风格完全不同，却同样的稳妥周全。杜长史有心了。王妃过奖了，我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王爷和王妃夫妻一体，写给王爷的信，王妃自然是都能看的。回头让王爷好好赏你。杜心之听他这么一说，便知道自己做对了，笑着退了下去。慕云舒把信打开看了一眼后，苏玉新可真是个人才啊，让我长见识了。信上写了什么？他的伤比骆冰岩要轻，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便过来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慕云舒把信递给双儿：“你有没有觉得这世上的人虽多，但是自我感觉如此良好的人还真是不多？”双儿看完之后骂道：“他可真不要脸！”信的内容不算复杂，里面写的都是苏玉新对荣九思的相思之情。在最后，苏玉新写的是约荣九思黄昏时去怡然亭一叙，他有惊喜要给他。确实挺不要脸的，他是我见过脸皮最厚的人。不过他之前一直都还算是有自知之明，没有太过分的举动。我回大晋的时候，他也只是约我见面，没有约九思。如今他已经被荣景彻休了，还毁了容。正常来讲，他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做这种事的。他这封信里透着自信的味道，难不成他有什么倚仗？他之前最大的倚仗是苏府，如今苏府
府已经覆灭多时了，他在京中处境如今是称得上一句尴尬。他又哪里来的这种自信呢？除非他手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那样东西能让他觉得他能拿捏住九思，让九思对他言听计从。这世上只有一样东西会让他有这样的自信。什么东西？先帝的诏书。可是他若是有这道诏书的话，早就该有行动了，又岂会等到现在？他该不会是故弄玄虚吧？你说的没错，如果他手里早就有这封诏书的话，肯定早就拿出来要挟九思了。他之前没有这么做，那就表示他之前没有，如今敢这么做了，那就是他最近拿到了。双儿觉得他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这事只是他们的猜测。慕云舒觉得这事他得先证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他便让剑妻把看着苏玉新的侍卫召回来，询问最近苏玉新可有什么异常。那个侍卫仔细回想这段时间的事情后道：他这段时间几乎就没有出过门，因为他有一次去找他一位闺中密友，却被对方狠狠地嘲讽了一番，落了他的面子。自那之后，他天天在府里面骂骂咧咧的，说京中这些人的品性太过低劣，竟行如此无耻之事，他的人缘极差，这么长时间愣是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至于特别的事情，还真没有，他每天都在府里面打骂下人，为难下人。只是外面没有异常的话，那么就只有府里有异常了。荣九思之前就怀疑苏相把东西藏在苏府，他派人去找过好几次，却一直都没有任何进展。你再仔细想想，苏玉新在苏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和平时不太一样？侍卫认真的想了想后，真没有什么异常的时候，他天天都是那副模样。如果硬要说他有什么异常的话，那就是他从来不祭拜祖先。在王爷和王妃大婚的前一夜，去过一次祠堂，他当时进去的时候是哼着歌进去的，还拿了抹布擦拭了所有的牌位。他出来的时候就黑了张脸，打骂了他贴身婢女大半个晚上。他们上次去苏府的时候，在苏府的祠堂里发现了地下室，从里面找出了很多的珍宝，这也就意味着苏浅喜欢把重要的东西放在祠堂里的习惯。这事确实有些反常。他当时高兴地进到祠堂里，应该是听说了我被人刺杀的事，他在幸灾乐祸。而他出来时不高兴，我就理不顺他的逻辑了。眼下猜这些也没有意义，直接过去看看就好了。他一向是个行动派，在确定了大概的方向后，那么他就可以直接动手了。他派人去问荣九思在哪里，很快就有人来回报，王爷此时在军机处议事，不在府里。慕云舒知道荣九思这几日忙得紧，眼下到了关键的时候，容不得半点马虎。慕云舒当即叫来剑妻和剑十一，再带上其他侍卫，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苏府。而此时荣景深也终于醒了，周氏一看见他醒了，殿下醒了就好了。荣九思欺人太甚，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荣九思这个疯子居然真的会在自己的婚礼上发难。这件事情对他而言超出了他的预期。那天他虽然做了些准备，但是那些准备明显还不够。事到如今，殿下就不必再说这些事情了。眼下京城十分不安全，殿下又受了这么重的伤，得好好养着。只怕荣九思会让我好好养伤。我已经派人将殿下的住处守得像铁桶，只要殿下不出这间屋子，就不会有事。我是大皇子，是父皇选定的继承人，是大晋未来的天子。我这样的身份被人欺辱到这一步，又如何能忍？殿下，你要做什么？他不等荣景深回答，殿下，不管你要做什么，都不要冲动呀。眼下狮子王大权在握，我们能调用的人马十分有限呀。你还受了这么重的伤，眼下最重要的是把你的身体先养好，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荣景深知道周氏说的这个方案没有大的毛病，但是他被人这样欺辱了，他实在是忍不了。这事儿不是我能忍忍就能可以的。此番荣九思和我撕破了脸，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了我的短。他说到这里轻咳了几声，扯到了伤口，他深吸了几口气，才算是缓过来了些许。他这是坏了我的名声，我是未来的大晋皇帝，名声若是坏了，只怕根本就不会有登基的机会。荣九思很可能会打着我无德的旗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废了我。元明帝的传位诏书固然重要，能让他名正言顺的登基称帝，但是如今的大权都握在荣九思的手里，他的名声一坏，就等于是前程尽毁。他此时若是乖乖的在府里养伤，只怕他的伤还没有养好，荣九思已经把他废了。殿下，我们不做皇帝了。王叔说了，他赐完你那一剑之后，之前的事情便算是一笔勾销。你如今醒了，因表明立场，不想做皇帝，他应该就不会再为难你了。皇位虽然重要，但是却没有命重要啊！毕竟命都没有了，什么都是虚的。妇人之见，你以为我不想做皇帝，荣九思就会放过我？只要我活着，对他而言就是巨大的隐患。他不但会杀了我，还会斩草除根，连你们都不会放过。
周氏对于这些大道理也是懂的，但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没到这一步。我觉得王叔不是那种狠辣之人，他若真是那种人的话，不会让父皇活到现在的，也不会在他当权后没有为难过你们。你知道什么？他那是不敢。父皇活着，他摄政王的身份才存在。他之前不动我们，是因为他要他的名声，怕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到如今，他就不会再像之前那么仁慈了。殿下，你别这么激动。我不跟你说这些了，你把于星叫进来，我有事吩咐他去做。周氏的心里七上八下，他总觉得荣景深如今这样的行事有些不妥，只是他也知道，他只是看着温和，他真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拦得住的。于星是荣景深的心腹，也是他身边最得用的人，此时就在外面候着。周氏把于星叫进来后，荣景深就让周氏先出去。周氏知道他这是嫌他方才劝他放弃皇位，再生他的气，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荣九思正在和陈王商议后续的处理方案，陈王已经从最初同事操戈的无奈中走了出来。夺权的凶险，他多年前就感受过一回，如今再来一次，他反而是比所有人都要冷静，思虑的还要周全。到了这一步，荣景深若是不死，那么就一定会亮出他的獠牙。荣九思和陈王想的差不多，轻点了一下头。如今已经过去1天了，大皇子府里还没有消息传出来，那么他应该是活下来了。我之前听说前一任国师不是石无星，是石无星的师傅，各给了几位皇子一枚保命的药丸，估计那枚药丸还在，他应该是活下来了。他的命可真大，他这些年来一直藏得极深呢。若不是无忧的事情，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发现他的野心呢。他既然野心勃勃，那么必定还会有其他的布置。他能有什么布置，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和王爷一搏？兵权？兵权？他哪来的兵权呢？当初父皇留了10万兵马给我之后，这事一直让元明帝十分不安。他何止是不安呢，简直就是他的心头刺。没错，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给了他一些启发。他想从我这里收走兵权失败之后，就暗中培养了一支军队用来对付我。这事陈王并不知道。他身为皇帝做这种事情，会不会太丢人呢？作为一个皇帝，陈王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可是元明帝的这种做法，简直是刷新了陈王的认知。他可能觉得我在边关立下的战功太过显赫，又是武将之首，他就会觉得朝中的这些武将都会向着我，他很难收买。且他要收买武将的话，我很容易就会发现。而暗中练兵这事，只要操作得当，我发现的就会晚很多。他真的是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帝王，这样的行事方式太小家子气，也太过自私。也确实如他所愿，若不是前段时间我整肃军队，也不会发现这件事情。他当初宫变之后，便拥有着对京城局势的绝对掌控，只是当时他初掌天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难免就有顾不上的地方。荣九思这一次带着穆云舒从南诏回来之后，就发现了军中的异常，立即开始整治。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些不对的地方，他在顺藤摸瓜，就意外的发现了元明帝这些年来布置的端倪。但是他此时也不知道那支军队在哪里。那支军队现在在哪里？有多少人？那支军队现在在哪里我也没有查清楚，但应该至少有5万人以上。5万以上的兵马，他可真是能耐了。荣九思拿起了一份公文，放在了陈王的面前道：他应该是在给我下毒的时候，就着手在做这件事情了。他无视云岭关那些将士的生死，偷取一切成为了习惯了，所以这些事情他就做得格外的理所当然。陈王将那份公文看了看后，他真的是太无耻了。那份公文是荣九思查到云岭关战败的证据，是有人卖国，而卖国之人却是一国之君。当年我在云岭关九死一生，是部下的将领拼死相护，我曾对天发誓要为他们报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搜集证据，如今最关键的证据我已经拿到手了。陈王听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他的思路。他们从荣景深的身上说到了元明帝的身上，那就表示荣九思真正要动手的人其实是元明帝。从这件事情上，陈王感觉到了荣九思和元明帝的完全不同。元明帝只能是看得到眼前的事情，而荣九思看到的是整个大局。你想怎么做？废帝。陈王愣了一下。废帝？就元明帝做下的事情不堪为帝，虽然之前从未有过废帝的事情发生，那么如今本王就要做那第一个。他从3年前成为大晋真正做主的那个人后，就在着手做件事，为云岭关枉死的将士报仇，废了元明帝。元明帝终究是一国之君，想要废了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且当时那些将士惨死，直接杀了元明帝那也太便宜他了。所以荣九思要做的是让元明帝生不如死的再活一段时间去赔罪，然后在元明帝死之前将他的罪行公布于天下，让他死都死得痛苦无比。
荣九思这2年几乎就没有提过这事情，陈王便以为他可能已经淡忘了这件事情，他却没有想到荣九思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谋划。陈王年轻时也曾征战过，感受过血污黄沙的壮烈和悲壮，一场战事的胜败有时候不是他们不能打，也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朝中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而拖他们的后腿。你想好了？早就想好了。我之前以为你对付元明帝是因为他太贱太恶心人，如今知道真正原因后，我只能说九思你做得很好。他说完撩起袍子对荣九思行了个大礼，请摄政王为天下枉死的将士昭雪。元领官那样的事情元明帝不是第一次做，在那之前他还做过好几回。荣九思想为他那些枉死的将士报仇，陈王也同样想为他的枉死的将士报仇。元明帝凭什么踩着忠魂义骨的血和泪登上皇位，享受着荣华富贵？荣九思没想到陈王会有这样的举动，他忙伸手将陈王扶起来。王叔，你不必如此。实不相瞒，这些年来我也搜集了一些证据。我当时只是想要弄个明白，想着万一有一天能真相大白。我心里虽然不满，但是我却没有你这样的魄力。这件事情你若是要做，那就叫上我一个。荣九思看着他，好。他说完朝陈王伸出手，陈王的嘴角微微上扬，积在他心里多年的事情如今终于能有法子解决了，真好。他伸手握住了荣九思的手，眼里不自觉的有了泪光。这种感觉只有他们这些做过武将看过血染黄沙的人才懂。元明帝是一国之君，要废他并不容易。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加周全的谋划，半点马虎不得。还有元明帝那支藏匿在暗处的军队，这一次他肯定会动用。如今我们连那支军队在哪里都不知道，多少会有些被动。无妨，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最后肯定都会到京城来。话虽如此，但是如此一来，只怕京城会生灵涂炭，京城会受些影响不算什么，1年半载就会恢复，这总比天下生灵涂炭要好得多呀。尹兆峰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也是，他跟在荣九思的身边很长时间，对荣九思的这个心思是有所了解的，只是此时他明确的知道荣九思要去做这件事情，他心里还是有些担心。原因无他，这事太大了，废帝。尹兆峰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会是怎样的光景。他想想，在担心之余又莫名有些兴奋。正在此时，有侍卫进来道：王爷，王妃说她有极大的发现，现在去了苏府。她去苏府做什么？具体的属下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今日苏玉兴给了王爷送来一封信，王妃看完之后就决定去苏府。荣九思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是8成和先帝的遗诏有关。他担心慕云舒过去会有危险，他当即便决定过去。只是他才起身，就有一个太监匆匆走了过来。王爷，皇上不太好了。此言一出，荣九思的眼睛立即就眯了起来。元明帝若是在此时死，那也太便宜他了。连苏在哪里？已经差人去请了。王妃带了多少人出门？剑七、剑十一他们都跟着王妃出门了。荣九思的眼里有些犹豫。你要相信云舒，他从来都不会是你的拖累。我们进宫。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得去处理元明帝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他必须亲自到场。只是他心里终究有些担心，便又让侍卫调集了一队人马过去，以防万一。他把这些布置妥当之后，便和陈王、尹兆峰一起进宫。此时慕云舒已经到了苏府，他让人敲响了大门，好一会儿都没有人过来开门。把门踹开。慕云舒的话音一落，剑七偏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里面的人听到动静走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要干嘛？剑七身形一动，手里的剑出鞘，便架在那人的脖子上，瞬间就失了声。一个下人而已，不用为难他，打晕了就行。剑七一记手刀就把那人劈晕在地。要去祠堂，需要从主屋前经过。苏玉新刚好准备出发去约会的地点。什么人？他的话一说完，就看到了慕云舒。你来做什么？你是用哪只手给王爷写的信？苏玉新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问什么？慕云舒不需要他的回答。你惯用右手，想来是用右手写的。剑七，把他的手给我折了。剑七应了一声，走到苏玉新的身边，扣住他的手，反手就是一折。刹那间，杀猪般的叫声在苏府的上空飘荡。他的几个婢女一看这情景，愣是一个护着他的人都没有。慕云舒，你到我家来发什么疯？你都在肖想我的男人了，我揍你，那不是揍得天经地义吗？你偷看我给九思的信。剑七，掌嘴。剑七抬手就给了苏玉新几记耳光，把他直接给抽懵了。慕云舒，你个贱人，你抢了我的九思，还敢打我！这一次不用慕云舒吩咐，剑七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肚子上，他痛得腰弓了起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当年你做了什么事情，全京城的人都知道。盖头是你自己换的，事儿是你做的，你还怪别人？
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像你这么自私又恶心的人，真的是世间罕见呢。你猜猜，我现在弄死你的话，这世上可还有人能记得你？你若杀了我，必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后悔？苏玉心，你真的太看得起你自己了。你算什么东西啊，值得我后悔？我知道九思这几年掌了权，是大晋真正的话语人，但是他一直名不正言不顺，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先帝的遗诏，而之前曾有传闻，先帝是将皇位传给他的。我如今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事实。慕云舒今日来苏府，只是对那件事情有所猜测，但是并不是太肯定。此时苏玉心的话一说出口，他便能完全肯定之前的猜测。哦，你有证据，你拿出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你。只要你立即和九思和离，让我做他的王妃，我就把东西拿出来。慕云舒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惊到了。他不知道苏玉心哪里来的底气说出这样的话来。苏玉心看到他的表情后，以为自己有了绝对的主动权。我知道九思现在处于最关键的时候，他若不能为自己证明，他很可能被朝臣群起而攻之。就算他最后胜利了，他也依旧坐不稳他的位置。你是他妻子，应该体谅他，帮助他，而不是拖他的后腿。而我如今能帮到他，成为他的助力。你若真心爱他，真心为他好，那就让出你的位置，让我来帮他。你帮他？哼，你怎么帮他？我手里有先帝的遗诏，能助他彻底坐稳他的位置。我出身名门，从小受到的是最好的教养。而你如今虽然顶着南诏公主的名号，但你之前在中永侯府是如何长大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所以你我之间，谁真正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想来你心里也有数。你过来些，我有话对你说。眼下我觉得应该是你求我。我家王妃好好跟你说几句话，你就想上天，这是给你脸了。就你这狗玩意儿，还想做摄政王妃？这事儿就算是王爷答应，我们也不会答应。这女人真是太恶心了，我要吐了。王妃，要怎么弄死她？你说一声，我们来。荣九司的这些侍卫平时还算冷静，今日却发现他们都忍不了苏玉心。他们此时都只有一个想法，好在当时苏玉心换了盖头，是慕云舒嫁进了王府。等一下，苏玉心方才见侍卫们涌过来的时候有些怕，听到慕云舒这句话时又来了精神。你这是后悔这样对我了吗？慕云舒笑了笑，伸手一拳打在了他的眼睛上，痛得他直接倒在了地上。对，我后悔在这里听你讲了太多的废话。就你这么个狗玩意儿，直接动手就好了。你不能这样对我，你难道就不管九思了吗？我只需要确定你手里有先帝的遗诏就行，左右东西就在苏府，弄死你之后再找也不迟啊。他说完，一把抓住苏玉心的头发，将苏玉心的脑袋重重的往地上磕。苏玉心惨叫一声，慕云舒一边打一边骂：就你这狗玩意儿，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名门闺秀？你若是名门闺秀，那这天底下的继子也都是名门闺秀了。我不让侍卫们动手，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下手会太重，一下子把你打死了，那也太便宜你了。当初你调换盖头的时候，就已经把事做绝了，九思险些就死在你弄出来的毒瘾之中，你还好意思说只有你配得上他？你不过是个目光短浅，只想要荣华富贵的大贱人吧？就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说喜欢这个词。这一下是为九思打你当初的狠毒绝情，害得他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这一下是为我自己打你当初的欺辱和欺瞒，害得我很长一段时间真以为自己做错了事。这一下全且为荣景彻打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一直消想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这几下打完，苏玉心已经昏迷了过去。众侍卫还是第一次见到慕云舒动手，才发现原来他动起手来也十分凶猛。慕云舒活动了一下指关节，什么傻缺玩意儿，还敢跟本宫抢男人，也不看看你配不配。他越说越气，抬脚又踹了苏玉心几脚。众侍卫站在那里不说话，原来慕云舒凶起来的时候这么凶。找根绳子把他绑起来，等会儿他醒了，我还得再揍他一顿。剑姬听到了这话有些好笑，他觉得苏玉心也是个有本事的，才能把慕云舒气成这副样子。苏玉心的那些婢女一个个站在那里，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来阻止他们。你们若是不想伺候苏玉心的话，自己去把卖身契找出来，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之后，你们就能离开苏府了。那些婢女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起来。众人跪在慕云舒的面前，多谢王妃。慕云舒摆了摆手，他们便回房去找苏玉心放身契的箱子。慕云舒怕走漏消息，暂时让他们先在房里帮着看着苏玉心，他再匀出2个侍卫看着他们，不让他们离开。他把这些事情安排完了之后，就带着剑姬和其他侍卫往祠堂的方向走去。他们进去
去之后，看到满屋子里的牌位，他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之前推断赵叔就在这里，可是现在这里全部都是牌位，他一时间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四处找找看。众侍卫应了一声，散开去找。牌位这种东西，多少让人的心里有些不敢乱动。穆云舒问了一直看守苏玉新的那个侍卫，苏玉新那天进来之后都做了什么？他也没做什么，上完香之后就在擦拭牌位。穆云舒便伸手将蒲团拉开，再在地下敲了敲，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就再顺着放蒲团的正前方看，也依旧没有看到什么不对的东西。他有些好奇，东西到底放在哪里？他对着众牌位轻拱了拱手：“苏府的各位先人，先得罪一下，你们先到一旁休息，时些我再帮你们归位。”他说完，便让众侍卫把那些牌位全部拿下来，先集体放在一起。他们在挪动牌位的时候，见时一发现了异常。王妃，快过来看！穆云舒忙走过去，发现那里有个洞，里面有明黄的东西，伸手把东西取了出来，摊开来一看，上面果然是先帝的传位诏书。不枉我们跑这一趟。有这个东西在，王爷就能名正言顺的继位了，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我们立即回去。剑妻点头，只是他们出去的时候，立即就发现了不对。原本最多半盏茶就能走出去的路，他们如今走了将近半个时辰，还没有走出去。他们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了？苏府里被人设了一个大的阵法，我们被困在里面了。石无星，你还真是阴魂不散。你们有谁会阵法？我们都不会。荣九司的侍卫里，有些是懂一些阵法的，只是穆云舒今日带着侍卫们出门时，挑的是能打的。我知道所有的阵法都是有阵眼的，但是我们一路过来，我就没有看到任何像阵眼的东西。这种困阵相对特殊，是没有阵眼的，而是根据五行推演而成。想要破掉这个阵法，蛮力也不行。他之前被石无星困在道观的时候，曾翻阅了不少观中关于阵法的书籍，以他那几天学到的东西来破这个繁复的阵法，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石无羡真是太无耻了，这是没完没了啊！我那天就应该把他给杀了。再让我遇到石无星，我一定把他劈扒了，然后把他肉踢了喂狗。这会儿说的再狠也没用，前提是得先找到他。他就像是阴沟里面的老鼠，往地下一钻就没了踪影。没错，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躲，在这个前提下，抓住他就等同于能弄死他。而如今我们被困在这个阵里，先要想的是如何从这里出去。剑妻四下看了看后道：要不我施展轻功从上面跃出去试试？穆云舒觉得这是一个思路。众侍卫中轻功最好的是剑12，只是他今天在家里给穆无忧上课，并没有过来。余下的这些人里，轻功最好的就是剑妻。剑妻施展轻功，飞快地朝前飞去。眼见的他要飞出去时，不知道从哪里弹出了一颗石头做的珠子，照着剑妻的脸便飞了过来。他闷哼一声，直接就从空中掉了下来，额头被砸出了血。穆云舒冲到他的身边问：你没事吧？他这会儿有点晕，缓了一下后道：没大事，但是真有点疼。他粗粗一看，便知很可能伤到了骨头。好在他今日为防万一，带了一些金疮药过来，为他先用上。另一个侍卫四下看了看后道：我也来试一下。你要小心。那侍卫应了一声，他施展轻功往外跑的时候，也飞出了一颗石珠子。他这一次有所防备，也依旧被击中，从上面落了下来。只这一下，穆云舒就看出来了，这个阵法就是道观外面阵法的缩小版，却又因为是缩小版，所以反而更加精炼。只是他有点不太明白，石无星为什么要在苏府设这么一个阵法困住他们。这种阵法只要荣九司带人过来，花一些时间就能破掉。除非穆云舒想起了一个可能，面色冰冷。石无星有其他阴谋，想将我困在这里。他不是要杀了我，而是不让我去找九司。这也就是说，九司那边应该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在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元明帝的死。之前连苏不是说元明帝至少还能活1个月吗？他此时应该还死不了吧？1个月之期是研究元明帝的体质做出来的判断，但是他的身体情况随时都可能会死的。又或者说，只要别有用心之人稍作手脚，他就活不了。他和荣九司大婚前一夜发生的事情，明晃晃的在告诉他，石无星和荣景深是一伙的。这一次，荣九司和荣景深算是彻底撕破了脸。荣景深为了自保，一定会有所动作。在这个时候，荣景深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元明帝的死是绝对能拿出来做文章的事情。他此时好奇的是，石无星是如何知道他一定会来苏府，在苏府布下这样的陷阱等着他，且
这件事情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慕云舒是为了先帝的诏书来到苏府的，施无星若是算出来先帝的诏书在苏府的话，他完全可以先把诏书毁掉。但是现在施无星没有毁掉诏书，只是用阵法把他困在这里。慕云舒觉得自己有些想不明白，施无星到底要做什么。元明帝若是此时死了，对王爷必定会有影响。元明帝就算是再失德，他也是皇帝，大皇子人品就算是再低劣，他也依旧是皇位的继承人。元明帝只要一死，大皇子就能继承皇位，王爷就算再占理，若是没有传位的诏书，他也依旧是被动的那一个。施无星这是要把我们困在这里，不让我们把先帝的诏书给王爷。王爷若是没有这份诏书的话，就会名不正言不顺。哼，施无星真的是太无耻了。这事有些不对。施无星若是只想这样做的话，为什么要困住我们？他直接把诏书烧了就好了。如此一来，我们同样一点证据都没有。那他一定还有别的阴谋。王爷待王妃那般好，他困住了王妃，那必定会让王爷分心的。且他知道我们在这里，随时都能进来毁了诏书的。他若是要来的话，我们就送他上西天。王妃说的是，只要施无星敢来，我们就不用对他客气。事先说好啊，他来了你们都别动手，让我一剑剁了他。这狗玩意把我伤成这样，我要报仇。行啊，他要是出现了，我们把他留给你，没事，他来了，我们先帮你好好剁一剁他，给他留最后一口气，最后一剑一定让给你。老子只是伤了脑袋，又没伤到手，不是我吹牛啊，就我这样的状态，那不要说一个施无星，就是10个，我也依旧能剁了他。他骂完又觉得头疼，伸手捂着脑袋。受伤了就先歇着，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生气啊，你得让我发泄一下。我长这么大，虽然受过很多次的伤，但是还是第一次连敌人都没有见到，自己就先趴下了。这事儿真的有点丢人，我忍不了。众侍卫又是一起哄笑。笑个屁啊，都不许笑。慕云舒在旁看着好笑。荣九司的这些侍卫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极好。他淡声道：既然我们暂时出不去，那就先去吃点东西，顺便看看苏玉溪。这个阵法是把整个苏府包括在里面，他们只要不往外走，就不会受阵法影响。众人折腾了这么一会儿，都有些饿了。他们过去的时候，婢女恰好做好了吃食，众人便一起分着吃。慕云舒看了一眼他们的存粮，发现数量还不少。你们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吃的？昨日管事出门的时候，恰好遇到米店低价卖米，他便多买了一些回来。米是能囤的，菜为什么也买了这么多？那是因为主子说近来有大喜事，让我们多备一些菜。这种事情真的是绝了。可是这件事情却让他觉得他十分巧合。这事儿若说是没有人刻意的安排，他是不信的。看着架势，施无星是打算把他们留在这里几天了。施无星，你到底要做什么？施无星到底要做什么？慕云舒想不明白，他自己心里却非常清楚。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害慕云舒，这一次他困住了他，有着属于他自己的想法。他此时轻咳了一声，用帕子捂住了嘴。他拿出来看了一眼，帕子上沾满了鲜血。阿影看到这情景，吓了一大跳。道子，你怎么了？我没事。你都吐血了，还说自己没事？我自小学习道术，遵循天地法则而行。若哪天逆了法则，多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逆了法则？道子何时逆了法则？这段时间他一直都跟在施无星身边，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天地间的本质，从本质上来讲，其实是冷眼旁观。因为天地若生了性，难免就会有偏颇，很难再公平公正。这些年来，我一直都站在法则之中，冷眼看着世间风起云涌。可是在我遇到云舒之后，我就无法再冷眼看着，更不要说我近来做了太多自私的事情，以至于我的路越走越窄。如今这种情况也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现在怎么办？不怎么办，顺其自然就好。现在这样的场景，怎么个顺其自然法？就是顺其自然。说老天爷觉得我逆了天地法则，让我消亡于天地之间，他便消亡好了。他这一生无欲无求，所求的不过是人生的温暖，只是人间的温暖强求了，只会让他无比痛苦。上次他见到了慕无忧，感觉到了慕无忧的温暖后，他便知道他或许真的走偏了。这世上的东西不是他强求能求来的。既然如此，那么他是活着还是死了，又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阿影听到他的这番话时，心里生出了不好的预感，忍不住喊道：道子，你别怕，对于我这种修道之人而言，死亡并不是结束，死亡只是另一个开始罢了，依旧在这方天地之间。阿影听到他这句话，感觉到了极为浓烈的不祥，他轻声道：可是道子，你如今是3000道门之首，你若是出世，道门将何去何从？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离了谁就运转不了的。我没了之后，道门还会有新的道子，
我如今要做的是如何让荣九思因为我而不追究道门，让道门受到的影响最小。暗影有些不解的道：荣九思？是的，荣九思。虽然我和荣九思最近闹得不太开心，但是他的能力我是认可的。他成为摄政王之后，大晋的改变人尽皆知。荣景深和他比起来，差的不是一点点。若让荣景深成为大晋的皇帝，大晋往后只会变得十分艰难。元明帝曾经差点毁了大晋的根基，荣景深不会比元明帝做得好。可是道子不是和荣景深合作的吗？是啊，我是在跟他合作，只是要如何合作，我说了算。他最讨厌被人威胁，更不要说荣景深用道门来威胁他。他既然被人威胁了，那就不需要再对荣景深客气。他虽与荣九思交恶，但是却依旧欣赏荣九思。暗影一下子没太明白施无星话里的意思，这两件事情在他看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施无星并不做多解释，这件事情先等等看，后面还有好戏。暗影听到他这句话时，就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因为每次施无星说这样话的时候，就表示后面还有事要发生。暗影想问，却又不知道要如何问起。施无星又咳了起来，这一次他咳得比方才还要狠一些。暗影忙为他顺气。我没事，你去给荣景深传个消息，就说我已经控制了慕云舒，他想做什么事情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了。慕云舒在我们的手里，荣九思必然会投鼠忌器。暗影被他的这一系列操作给弄晕了，到此时已经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了。施无星对上他疑惑的目光，去吧，按我说的去做就好。道子，我们到底要帮谁啊？施无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大晋有恶疾，须以利刃割之。世间之事不破不立，只有真正破了之后，大家才能知道各自的品性。暗影虽然十分糊涂，但也知道施无星的性子，当下不再多说什么，转身按他说的去做。施无星又咳了起来，这一次他咳得比之前要厉害得多，直接喷出了一口血。摊弯腰将那血迹擦干净，看向皇宫的方向，轻笑了一声。荣九思此时已经进了皇宫，他到元明帝寝宫的时候，元明帝止于一口气了。荣九思一进来，也来了呀。此时太医就跪在龙床的下手，伏在地上一动不敢动。荣九思问太医：王兄现在如何？皇上已经油尽灯枯，还请王爷早做准备。荣九思扭头问掌事太监：连苏到了吗？已经去请了，不知道连苏大人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奴才再去请请。荣九思轻点了一下头，掌事太监便退了下去。你是有什么话想对本王说？朕没什么力气了，你凑近一些，朕跟你说。荣九思听到这话，不但没有凑近，反而是往后退了一大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九思，朕与你是亲兄弟，原本应该是这世上最亲近的人，可惜的是我们生于皇族。荣九思静静地看着元明帝，表情冷淡。陈王在旁道：你别这样说，因为你没有资格。元明帝原本就只剩最后一口气，听到这句话，这一口气差点就直接咽了回去。王叔，你闭嘴吧！你别跟我说你有多委屈，你委屈个屁呀！就你这些年来把那些狠毒的事情做些，就你最恶心人。他的那口气又被气得掉了一半，此时只剩下半口气了。王叔，朕……你闭嘴吧！你都快要死了，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废话呀？这都是什么玩意儿？他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眼见的就要咽气了，那口气居然又被他缓了过来。这样都气不死？那八成是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暂时还不想死。他这样都不肯咽气，估计还有什么阴谋，你小心一点。多谢王叔提醒。元明帝无语，他原本是有极为周全的计划，可是他的那些计划需要他们靠近才能实施。现在他们看到他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完全不靠近，这让他怎么行事？左右他快要死了，那就让他死得更明白一些。他在此时也已经看明白了，元明帝此时其实还没有真正到最后时刻，都是装出来的。陈王再气元明帝一场，估计就能把元明帝气得活蹦乱跳了。元明帝听到他们的对话，便知道他们根本就不信他，他心里有点急，他想要说话，陈王抢在他之前道：哎呀，你快闭嘴吧，都快死了，还是先省点力气吧。这两人这是连话都不让他说了，简直不要太过分。陈王问荣九思：你都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那就趁着他还没有死，把这事儿给做了吧。荣九思明白陈王的意思，好，早点处理完元明帝的事情，他好去找慕云舒。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让他嗅到了阴谋的味道。且他们之前就去请连苏，而连苏到现在都没有来。
来，足以表明连苏那边大概率是被人绊住了。元明帝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有些急。你们要做什么？你不是快要咽气儿了吗？要咽气儿的人操那么多的心做什么呀？你呀，好好躺着啊，在旁边看着就行，不要再去操心了，省得说你是被本王气死的。你们到底要做什么？这一次，荣九思和陈王都懒得理他了。荣九思对门口的侍卫道：“通知朝中5品以上的大臣立即进宫。”侍卫应了一声，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元明帝一听这话就更急了：“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别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元明帝心里不好的预感更加浓烈，眼前的一切并没有按他的预期在走。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而他若是死了的话，只怕荣景深更加不是荣九思和陈王的对手。他必须在他死之前做点什么，但是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改变眼前的局面？他一时间想不到更好的法子。难道真的只能用那个法子吗？他有些不甘，却又知道或许真的只能用那个法子了。很快，那些大臣们陆陆续续的到了。他们来之前就听说元明帝快不行了，此时都在猜测是不是元明帝不行了。可是他们进宫的时候，却又没有看见宫里悬挂的白帆。他们一时间都有些迷糊，不太明白荣九思为什么要喊他们进宫。今日本王请诸位前来，是有要事要公布。那些大臣们立即平复情绪，眼里有些好奇。想来诸位都还记得云岭关之战，当时数万将士死于云岭关，本王重伤，大大的人兵马险些冲关而下，踏入我大晋的国土。本王拼死带着余下的士兵，在最后关头拦住了鞑靼人，而后一病不起。这件事情，朝中的大臣人尽皆知。当时的凶险经由军报传回了京城，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知晓的。此时他这么一说，徐将军当先道：“这事儿我记得，云岭关那一战，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后面作为援军去做了后续首尾的事儿。当时的云岭关尸横遍野，惨烈异常，我大晋的将士无数人血染黄沙。我还在伤兵营里看到了那些伤兵，他们当时负伤而战，伤上加伤，很多伤兵因为伤势太重而无法救回。那一战里受伤的伤兵是我见过的伤兵里伤势最重的，也是最多的。那一战的惨烈，本王此生难忘。当时在战场上，本王就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鞑靼人能够做到这一步？他们的战力虽然还不错，但是绝对不会如那次那般厉害。本王当时身边的亲卫全部战死。本王当时虽然病重，却依旧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所以便派人去查。本王很快就查到了一些事情，有人泄露了军情，把云岭关的巡防图送给了鞑靼人。他的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到了。是谁？是监军朱成，把朱成带上来。是。众人一听这句话，脸色各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监军朱成是元明帝塞到军中的。若朱成是奸细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和元明帝脱不了干系，因为单一个朱成的话，他绝对没有这样的胆子。若这件事情是元明帝做的话，那么他如此行事就是真正的人渣。侍卫很快就将朱成带了上来，朱成一上来就全身都在哆嗦。把你在云岭关做下的事情如实说了，本王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元明帝在屋子里听到他们的对话，他的脑子嗡嗡直响。这事若是说了，他作为皇帝最后的尊严也没有了。朱成已经在外面道：“当初我做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其实当云岭关的首相和鞑靼人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做这件事情了。我是个文官，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血染黄沙的悲壮，甚至连死人都很少见到。可是在那一天，我却见到了这世上最惨烈的事情。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一闭上眼睛就是漫天的鲜血。所以你这是承认，是你把云岭关的布防给了鞑靼人，是你泄露了军机。没错，这事儿是我做的。徐将军听到这话，就想过去掐死他。不止他如此，今日来的武将，所有人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文官们则都沉默地站在那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本王知道，以你的胆子，是绝不敢做这种事情的。你的背后一定有幕后主使。你今日当着所有的人在说出幕后主使，本王可保你的妻儿平安无事。朱成今日来之前已经做好了被诛九族的打算了。此时荣九思说会保他的妻儿平安无事，他是相信的，因为荣九思这个人就代表着细雨，他说出来的话就会一言九鼎。朱成的手握成拳，他知道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就听见元明帝用风箱一般的嗓子大声道：“荣九思夺权弑君，无所不用其极。”他这句话一落，里面就传来了工人们的尖叫声。荣九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陈王怒极，冲回了寝宫，然后他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王叔，发生了什么事？陈王没有回答，只是瞪大眼睛看着里面的情景。荣九思快步走了过来，看到里面的场景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一把剑插在袁明帝的心口，他的嘴巴张得极大，无数的虫子从他的嘴里爬了出来。就这么点功夫，寝殿里已经爬满了虫子。荣九思一把将陈王往后拉，大声道：所有人退后！一时间场面有些凌乱，那些虫子疯狂地往外爬。荣九思大声道：退后！荣九思知道，若是让这些虫子爬出来的话，后患无穷。毕竟大晋朝堂重要的官员全都在这里，大臣们在外围，没有看到这边的情景。此时一看到，脸色十分难看。荣九思大声道：来人，去找连苏！旁边的侍卫还没有答应，就听见了连苏大声道：我来了！荣九思一扭头，就看见连苏披头散发，一身狼狈地跑了过来。天哪，这么多的宝贝！本王给你1刻钟的时间，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收了。不用1刻钟，给我半盏茶的时间就好。本王收的意思不是让你把这些虫子给抓了，而是全部弄死。我能不能留10只啊？你是想死吗？我留1只就留1只，我想研究一下这个虫子。荣九思知道他就是个神经病，当即便道：只许留1只。连苏欢喜的道：好。他说完从身上摸了摸，摸出了一样东西，然后将那样东西扔了出去。那东西一扔出去啊，那些虫子就跟疯了一样，飞快的朝着那东西爬了过去。连苏再从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往那些虫子的身上一撒，那些虫子就全部化为了一滩血水。不过半盏茶的光景，那些虫子就没剩几只了。连苏拿着一个小盏扣住了最后一只虫子。荣九思看到这情景，轻轻呼出一口气。现在怎么办？袁明帝一死，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蛊虫能养到这个样子呢。这样的袁明帝早就成了连苏的研究对象，于是他还爬上了龙床去看。荣九思一把将他给拽了下来。这是龙床，好吧。他扭头对陈王道：让人去敲丧钟吧。真要敲丧钟吗？我没做什么对不起袁明帝的事情，不需要隐瞒什么。他既然死了，那就得让人知道。我现在让人去做。既然到了这一步，余下的事情总得要去做的。你还要接着做下去？当然，这事儿开了个头，自然是要接着做下去。陈王看向他的眼里添了几分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到了这一步之后，后面的事情再继续做的话，总归有些危险。王叔，你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我陪着你。多谢王叔。他说完便走向外面，对朱成道：你把方才没说的话说完。朱成此时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方才里面的动静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些大臣们此时都已经知道元明帝已经驾崩了。朱成原本还想着要不要保留一二，元明帝一死就再也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当时授意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元明帝，他是一国之君，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觉得王爷手里的兵权过重，他对王爷十分忌惮，因为忌惮便想要除去王爷。可是又因为王爷手里的兵权太重，若是直接动手，可能会让王爷铤而走险，所以他想不动声色借外部的势力将王爷除去，于是便授意我将云岭关的防守图给了鞑靼人。你有什么证据吗？我当然有证据。他说完拉开他的裤腿，他的腿上有一处大疤。王爷能借给我一把刀吗？荣九思点头，身边的侍卫便递给了朱成一把轻薄的小刀。朱成拿起那把刀，将那个伤疤割开，从里面掏出了一张牛皮纸来。他将牛皮纸打开，里面包了一张薄薄的信纸。那信是元明帝写给他的，信里的意思十分简单，就是让朱成将巡防图给到鞑靼人，伺机杀了荣九思。荣九思看着朱成的眸光深了些，朱成也是个狠人，居然没有毁掉这封信，而是把信藏在自己的身上。我虽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觉得如何，因为我是奉旨行事。可是我在云岭关看到那些浴血的将士时，我便知道我错了。夺权我是能接受的，但是我受不了有人为了夺权而不顾将士们的死活，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这样的人还是一国之君，实是天下最大的祸害。你能这样想，就证明你尚有天良。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初我的妻儿全在元明帝的手里，我不得不听他的。这些年来，我的良心一直极为不安，是真正的觉得生不如死啊！如今我说出了我心中最大的秘密，我心里十分舒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朱成笑了笑，却没有接话。荣九思朗声对群臣道：诸位想来都是听到了朱成的话了。元明帝虽然是一国之君，却行的是窃国之事，这样的人不配为君。众大臣此时沉默不语，这样的元明帝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渣。陈王走到荣九思的
身前，大声道：“他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在他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就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了。诸位熟悉云岭关之战，想来还记得莫言湖之战吧？”众大臣齐刷刷地看向陈王。莫言湖之战，当时也是军情泄露，本王带领的士兵被敌人围攻，当时也是九死一生，那一战死伤无数。我也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明明所有的局都已经布好了，我们却还在大败。于是战后我就一直在派人查这件事情，终于让我查到了原因。众人都愣在那里，表情十分复杂，因为听陈王的意思，这事儿似乎是元明帝做的。而后我查清楚了，做下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元明帝，这是我查了许久的证据，请诸位过目。他说完，让旁边的太监拿着那些证据摆在众人的面前。陈王的证据没有朱成拿出来的那么直接，却也间接的体现了出来。众人到此时已经麻了，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就元明帝的行事方式，实在是不配称之为帝王。请诸位好好看看，当年还没有成为帝王的成明帝都做了什么。他没做帝王的时候就做了这种事情，就表示这世上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因为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他这样的人成为一国之君，绝对是大晋的祸害。陈王说完，跪在荣九思的面前。元明帝不堪为帝，请摄政王废了元明帝。他这句话说完之后，他那一派系的官员冷声道：“请废元明帝。”余下的那些官员互相看了看，表情都十分微妙。你们觉得这样的人配做皇帝吗？那些官员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们此时在想，他们以后该怎么办？毕竟他们之前就是元明帝那一派系的，得罪荣九思得罪的已经狠了。有元明帝那一派系的御史站出来的：“就算皇上失德，他也是正统的皇帝。摄政王此时说要废帝，此事从未有过。我想请问一句，摄政王可是要谋反？”御史公说的对，就算皇上失德，那他也依旧是正统的皇上。摄政王3年前设着，原本就不符合规矩，此时这般行事，简直就是乱臣贼子所为。尔等久居兴中，从未见过战场的残酷。边关的将士守卫国土，他们可以被敌人杀死，甚至可以被有异心的臣害死，但是他们却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国君手里。他们为了大晋的平安流了血，就不能再让他们流泪。这样的君主根本就不配让他们在前线杀敌。这样的君主以后又如何能让这些将士守住边关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君臣之纲。你说这句话是因为流血的人不是你的兄弟，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自己。君王的命是命，难不成边关数万枉死将士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没有说他们的命不是命，而是他们是在助纣为虐，就该死。荣九思手握重权，狼子野心，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效命荣九思，那是该死。陈王听到这话讥笑了，这种理论真的是绝了。不，你不必跟这种人浪费口舌。对这种人而言，只有真正让他痛了，他才会觉得痛。他想死，我们成全他便是。他说完，对身边的侍卫道：“把他的妻儿子女全部下狱。”荣九思，你这里再排除异己，以权谋私。这种事情你之前帮着元明帝做了很多，本王这是跟你们说的。不对，本王和你们不一样。你们之前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偷偷摸摸的，觉得自己见不得人，害怕让人知晓。本王行事光明磊落，要杀你，自然也是要杀得明明白白。他扭头对身边的侍卫道：“宣读一下御史公的罪状。”侍卫应了一声，大声宣读罪状。他每宣读一条，都会拿出相应的证据。御史公的脸色苍白如纸，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荣九思竟把这些东西都搜集到了。他就算是想要反对，在铁证的面前，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你这是污蔑！污蔑！本王今日拿过来的是物证，你若是要人证，本王随时都可以喊过来。只是自己做过的事情，就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御史公的面色灰白，他自己做过什么，自己心里再清楚不过。也正是因为他心里清楚，所以他知道他就算是再狡辩也没有用。荣九思让侍卫把御史公带下去后，问其他大臣：“你们还有谁对这件事情有意见？本王不是那种听不进劝的人，只要你们立身正，能够说服得了本王，本王就听你们的。”荣九思要不要听听他在说什么呀？
什么叫立身正能说服他呀？我们朝中的这些大臣在朝多年，为了上位，哪个没有用过一些手段，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他们看向荣九思的身后，他的那些侍卫每个人都抱着一沓宗卷，他们极度怀疑，只要他们站出来，荣九思就能立即让侍卫宣读他们的罪状。那些大臣们交换了一记眼神，跪在他的面前道：元明帝荒淫无道，不堪为帝，请摄政王废帝。陈王看了他们一眼，轻撇了一下嘴，这些个墙头草。只是此时荣九思需要这些墙头草。此时在场所有的大臣都同意废帝了，荣九思也不客气，直接让人拿出了他之前写下的废帝书，请所有的大臣签字。荣九思唯一的遗憾是元明帝死后才被废，而不是他活着的时候被废，这狗东西死得太快了。陈王已经让人去敲响丧钟，正常来讲，皇帝死了，丧钟是要敲9声，而寻常的皇子死了，则是敲4声。荣九思知道这4声敲完，估计外面的人会有些懵，因为他已经让人封锁了皇宫，不让任何人往外传消息。他倒想看看外面的那个人能忍到什么时候。太后这些年一直被荣九思软禁在慈宁宫，荣九思没有杀他，是因为他在后宫里翻不出浪来。此时听到钟声到第4声的时候，他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后续的钟声。太后想出去看看，只是他清楚的知道宫里的那些人根本就不会让他出去。你能去外面打听一下消息，看看是谁没了。宫女看了他一眼，表情有些复杂，却还是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出去。很快宫女就过来道：刚打听到了消息，是废王没了。废王？谁是废王？就是元明帝。摄政王查清楚了他在云岭关做的事情，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他废了。你说什么？他身为帝王却做出这样的事情，不配称之为帝王。他是一国之君，谁给荣九思的权力废他的？朝中的大臣呢？他们会同意吗？还有御史宫，他们没有站出来阻止吗？摄政王在废他之前，是朝中大臣请他废帝的，朝中所有大臣们都在废帝的诏书上签了字。这也就是说，废他这件事情是众望所归的。帝王受命于他，哪里是他们想废就废的？他们如此行事，那是逆天而行。宫女知道他是什么性子，听到他这种话，十分冷静。此时太后要叫唤就叫唤，这事在他看来不算什么事。不要见荣九思。摄政王公务繁忙，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我是当朝太后，是他的嫡母，不要见他，他就得来见我。你今日之所以会知道废帝的死讯，是因为王爷想让你知道。王爷让我给太后传个信儿，他说你费尽了心思助元明帝得到皇位，就把这朝堂当成是自己的家。你们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情，不把别人的命当成是命。你们不把别人的命当成是命，那么你们的命也就不再是命。荣九思算什么东西？他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如今的朝堂都由摄政王做主，他想要如何对你，那便如何对你。摄政王还让我给你传个话，你就算是机关算尽，手段用尽，也只是宫里宅斗妇人用的手段，那样的手段登不上大雅之堂，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你当年能斗赢他的母亲，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想跟你斗，而人生之事向来是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太后之前一直能在慈宁宫里待着，不过是因为她还抱有希望，她觉得元明帝一定能想办法赢九思，就算元明帝赢不了荣九思，他还有那么多的孙儿，他的孙儿那么优秀，只要他们齐心协力，就一定能赢。可是此时荣九思不但弄死了元明帝，还把他给废了，这件事情太后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因为他接受不了，所以在这一刻他几近疯狂。我不同意，荣九思没资格废了我的儿子，我才是胜利者。我几年前能赢，现在也一样能赢。荣九思算什么东西？他拿什么跟我斗？我要见荣九思，你们都给我让开，我要去见荣九思。太后想要出去，自然宫人拦着他。当他失去太后这一层身份的加持时，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他们一把将太后推了回来，太后重重地倒在地上。她在此时整个人彻底崩溃，坐在地上极没有形象的大哭，她哭得十分伤心，却没有人会在乎她的此时的情绪，就继续守在门口。对老人而言，这世间最惨烈的事情不过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荣景深的伤养了几日，到如今已经好了些许，只是还是需要卧床。他和太后有所不同，他知道今日宫里的一定会出事，但是他却不是太清楚荣九思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他等了半天，没等到宫里的信号，却等到了丧钟。他知道元明帝今日一定会死，但是不知道此时丧钟只敲了4声是怎么回事。难道今日宫里出了变故，死的是荣九思？
若是这样，那简直就是太好了。若是荣九思死了，那么就能为我节省不少的精力。可是我派去进宫打听消息的人却一直没有回来，这事儿就又有些不同寻常了。他略想了一下后，决定不管宫里是什么情况，他都按他之前的计划行事，这样会更保险一点。他问周氏：于京回来了吗？还没有，陛下。今日我总觉得有些不对，这丧钟的声音实在是太古怪了，我心里十分不安。父皇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之前身体好的时候都赢不了荣九思，如今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因为荣景深朝他瞪了过来。父皇在宫里多年，有许多布置，若他突然行动，就会给荣九思一个出乎意料外的打击，是有赢的机会的。殿下说的是。正在此时，门房进来的。殿下，三殿下求见。老三那个废物来做什么？三殿下说他有大事要和殿下商议，让他进来吧。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时候，荣景彻肯定是会站在他这边的，因为他知道荣景彻和荣九思之间积怨已深，荣景彻就不可能站在荣九思那边。此时过来，大概率是来帮他的，想听听荣景彻会说什么。很快，荣景彻就进来了。大哥，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完，不等荣景深回答，就开始骂：荣九思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当初皇祖父是把这天下交给父皇的，荣九思算什么玩意儿？竟敢跟父皇抢天下，还伤大哥至此！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今日其实就是想来看看大哥，方才的钟声想必大哥也听到了，我心里很是担忧。你担心什么？我担心父皇出事啊！荣九思进宫到如今都没有出来，父皇在宫里虽然有所布置，但是荣九思也不是吃素的呀，他在宫里只怕也是有人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哥，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荣九思找到皇祖父的那道诏书，直接登基称帝。荣景深的表情十分难看，这个可能性还真有。皇祖父的诏书只是传闻，当不得真。不过荣九思狼子野心，宫里很可能会生出其他的变数来。是啊，万一有什么变数，就不是我们能掌控的。荣九思有准备，我们也不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你若没其他的事情，就回去吧，我要休息了。荣景彻来了就没打算走。大哥如今伤成这样，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不方便。我留在这里帮大哥吧，我们兄弟在一起，总会多一份助力啊。荣景深看了他一眼，我承认，我之前是和大哥不太合，曾经想要和大哥一较高下。可是我如今是什么模样，大哥也看到了，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而把我害成这样的人是荣九思，我恨他入骨。如今大哥和他之间的争斗也到了关键时刻，我想留下来帮大哥。我虽然能力平平，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是别的不说，至少我能跑跑腿啊。而我也有数百府兵，我的那些府兵也是一支兵力，也许能帮到大哥。荣景深一想到这里，面色温和了很多。三弟能这样想，为兄甚是欣慰。我相信，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定能打败荣九思。大哥说的对，只要我们兄弟齐心，一定能打败荣九思。他心里却在想，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全部加起来都不可能是荣九思的对手。对于方才的丧钟，他有着完全不同的见解，八成是元明帝死了，且在他之前，荣九思对元明帝做了什么事，只是到底是什么事，荣景彻一时间也不知道。眼下他没有别的想法，他只想完成荣九思交给他的任务罢了。自从他放弃争皇位的心思之后，他整个人就轻松了一大截。他突然就发现做个闲散王爷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觉得他可以为这件事情奋斗一回。荣景深在见到荣景彻之后便有了其他的思路，劳烦三弟去联络其他几位兄弟，让他们一起助我打败荣九思。荣景彻来之前就已经猜到了他会有这样的打算，因为那300府兵一定会为荣景彻提供一个思路。荣景彻这些年来肯定会暗中养一些兵马，但是数量肯定不会太多，那些人马对上京畿卫和御林军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这些府兵就变得十分关键。实不相瞒，我今日出门前就让我的人去跟老二老四他们联系了，可是他们却让我失望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出面得罪荣九思，在他们的心里是已经认定大哥会输，他们想要讨好荣九思。他们不来我能理解，但是说出那些恶心的话就太过分了。他们说什么了？大哥就别问了，总归不是什么好话。他们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大哥也是知晓的，他们都是闲散的懒人。他越是这样说，荣景深就越会各种猜那些人的话有多么的难听。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也不强求。荣景彻听到这话，在心里骂他太过虚伪，明明心里计较的不得了，却还要说这些好听的话。正在此时，外面传来震天的喊杀声。大哥，外面这是怎么了？他们来了。他们是谁？是父皇这些年来暗中训练的人，
荣景彻听到这话愣了一下，这件事情他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心里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嫉妒。这么重要的事情，元明帝是一个字都没有在他的面前提到过。他发自内心的觉得，这天下还是交到荣九思的手里更好，自己不好，那么宁愿便宜对头，也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好。父皇真的是深谋远虑，竟早就做了准备。大哥有父皇相助，必定会旗开得胜，打败荣九思，成为大晋的国君。荣九思原本就是领兵之人，拥有着这天下最重的兵权，我们只能出其不意。这一次着实是凶险，还需要三弟相助。大哥客气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小心一些。我决定了，再去跟其他几位兄弟们说说，他们若是知道父皇早有安排，一定会帮大哥的。患难见真情啊！在这个时候，我能得到三弟的帮助，真的很开心。我相信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大哥说的是，我现在就去找其他的兄弟，那就全靠三弟了。荣景彻出门之后，荣景深对身边的侍从道：“派个人盯着他，看看他去了哪里。”侍从应了一声，很快就走了出去。荣景深觉得荣景彻虚伪，也是巧了，荣景深也同样有这种感觉。兄弟两人对彼此是真的完全信不过。侍从很快就回来了。殿下，三殿下去了二殿下那里。那就好，老三这时终于想通了，反正他也残了，等我登基之后也不会为难他，会给他富贵的。荣景彻在进了二皇子府后冷笑了一声，荣景深的疑心病一向很重，一定会派人盯着他，这种虚伪的小人也配当皇帝。荣九思此时在皇宫里也听到外面的动静，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看来荣景深早就把这支人马调了过来，我心里也有些好奇，元明帝的这支人马有多少，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战斗力？这件事简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可是我们只有数千守城的士兵，他们若是人数太多，真的将城攻破之后，只怕京中会动荡不安呢。荣九思却没有接他的话。王叔，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皇权？陈王看向他，他此时看向宫门外，眸光幽远深邃。在这一刻，陈王看着这样的荣九思，突然就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君临天下的霸气。荣九思看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光景，而是远处更深一层的东西。皇权是天下最大的权力，掌握着天下人的生死，凌驾于万物之上。我却有不同的看法。那你觉得皇权是什么？皇权固然凌驾于万物之上，但是我想问问王叔，这权力是谁给的？荣九思的这话把陈王给问住了。皇族中人生来就与普通人不同，他们从小锦衣玉食，站在权力之巅，从来就没有像普通人那样为了生计发愁。他们所在考量的一直都是各种各样的算计，以及如何拥有更多的权力，如何自保。权力是我们赢来的，皇权则是除了尊贵的身份外，还要拥有着智慧和魄力才能拥有。皇权固然和出身有关，但是纵观历史，皇权更替多次。当一个王朝只知道集权，无视百姓的生死时，那这个王朝就离覆灭已经不太远了。所以皇权从来都不是靠争抢夺来的，而是天下百姓给的。陈王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愣了一下，他生于皇族，拥有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天生就有的，他从来就没有想过皇权从何而来。只是这件事情往深一层考虑的时候，又确实如此。你说的对，我们生于皇族，拥有这些权利太过容易，就觉得理所当然了。是的，因为皇族中人得到权力太过容易，就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为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错。元明帝和荣景深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必败。陈王听到他这话，心里有些感触，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城门口的喊杀声比之前更大了。今夜整个京城将无人能入眠。一个侍卫匆匆走了过来。王爷，现在京城外面全部都是敌军，粗略看了一下，外面至少有2万人马。刚才剑三还派人送来了消息，京大营那边也被袭击了，他是无法过来支援。荣九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之前对这件事情有预期，也做了准备，但是元明帝的人比他预期的还要多。2万人攻城，京大营那边还有兵马去拖，这加一些至少得有5万以上的兵马了。哼，我就说大晋之前为什么会那么穷，是因为这钱全都落在元明帝的口袋里，拿着去养私兵了。前些年大晋不算风调雨顺，北面干旱，南面水灾，一直不太消停，户部天天喊穷，拨不出银子赈灾，老百姓过得苦不堪言。元明帝不拿钱出来赈灾，却拿去养私兵，这种皇帝就不是一般的自私了。元明帝无声无息养了那么多的私兵，为的就是今日，他们来得如此之快，这表明这些兵马就养在京城外。他执掌大
大晋之后，一直为国计民生的事情而操心，没有去深挖元明帝的布置。如今想来，元明帝养这么多的兵马，一定做了很多的准备，才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瞒这么长时间。能在城外养这么多兵马，其实只有一个地方，那里有连绵数百里的高山，要藏几万人不是什么难事。我们之前觉得京大营有5万兵马，京中还有数千京骑卫和禁卫军，肯定能应付得过来。元明帝养的兵马人数比我们预期中的要多很多，现在怎么办？王叔也是个上过战场的人，想来是知道打仗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谁的人多谁就一定会赢。元明帝的这队兵马人虽然多，但却从来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京大营有剑三在，出不了事，眼下不过是他们来得太过突然。京大营那边暂时会有些乱，但是不会乱太久，只要给剑三一点时间，他就一定能够很快调整过来。陈王知道剑三的实力，轻点了一下头，只是他依旧有些担心，若是剑三回过神来，他们攻陷了城，那么后果也不堪设想。劳烦王叔帮我守着皇宫，我出去一趟。陈王知道他这是要出去收拾人了，有我守着皇宫，你大可放心。荣九思当然相信陈王的实力，他直接带着人出了皇宫。他出皇宫之后，又有侍卫来报：王爷，王妃今日带着人去苏府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们怕王妃出事，便想去接应王妃。到了苏府之后，却发现无论如何也进不去。进不去什么意思？苏府的外界似乎被什么东西给隔断了。看着进去的路，一直往里走，走了一圈，却发现依旧还在外面。随本王过去看看。侍卫应了一声，一行人向苏府的方向走去。荣九思很快就到了苏府，他通晓一些阵法，此时一看就知道整个苏府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阵。荣九思提气，用内力朝里面喊：云舒，你还好吗？云舒。穆云舒此时就在苏府正中间的位置，他也听到了外面的喊杀声，正心绪不宁。他听到荣九思的声音，立即大声道：王爷，我很好，你怎么样？外面怎么了？穆云舒没有内力，声音传出去只有极为微弱的些许。荣九思听得不真切，只是他虽然听不清楚，却也能听出来那是他的声音，他心略安。穆云舒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剑十一道：你用内力跟王爷报个平安，就说我们现在是安全的。为什么不让我去给王爷报平安呢？你都受伤了，就好好歇着吧，这种事情就不要争了。剑七不语，他又在那里问候石无星全家。穆云舒看到他的样子，有些好笑，对剑十一道：别理他，赶紧给王爷传信要紧。剑十一点头，用内力把声音传了出去：王爷，王妃安好，我们会保护好王妃的，你们现在暂时也安全，没有看到敌人。荣九思听到这话，心中一定。王妃还说有我们在他身边，他是安全的。石无星看起来暂时没有恶意，王妃让你去忙自己的事情，不用管他，那你小心，等我忙完之后立刻来救你们。王妃说好。荣九思在四周看了一圈，没有发现石无星的身影。他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石无星曾对他说过，若是哪一天荣九思看到一个复杂的困阵的话，就不需要理会。荣九思之前不太明白石无星的意思，但是此时他却完全明白了过来，只怕是当时的石无星就已经捕到了这件事情。荣九思的眉头微微急皱了起来，石无星行事太过诡异，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就算是荣九思此时看到这个阵法，他也不知道石无星是要保护穆云舒，还是想要困住穆云舒。荣九思知道，就算是正面遇到了石无星，也不会有事。他往里面再看了一眼，然后大步走了出去。石无星此时离荣九思的位置并不算远，他就在不远处的一间阁楼里。因为荣九思和剑十一都是用内力说的话，所以石无星也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只是他终究隔得远了一些，不能完全听清楚。荣九思和穆云舒有着属于他们的默契，这是他无论如何强求都求不来的东西。剑七此时问穆云舒：王妃，你为什么不让王爷先来救你啊？我们现在又没有危险，外面乱成了一团，他肯定是要先去处理外面的事情啊。我在这里，你如今虽然保护不了我，但是剑十一却是可以的。谁说的？我现在也一样能保护你。你还是好好在这里休息吧。你好好坐着吧，真有危险的时候，我要是打不过了，你就上吧。我什么时候成了个备用的了？明明我之前一直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呀。穆云舒心里担心荣九思，完全没心搭理剑七。他拿了根枝条在地上画了画，眉头一直都皱着。王妃，你在画什么呀？我在画京中的格局。眼下元明帝死了，外面攻城的那些人必定是效忠荣景深的。京中的武力除了禁忌卫和禁卫军之外，还有各府宅里的家丁和侍卫，而禁卫军需要守着皇宫，肯定是不会出来的，所以能守城的只有禁忌卫。禁忌卫平时抓抓小偷，维护一下治安还可以，打仗不是他们的强项。外面攻城的那支兵马大概率也没怎么打过仗，所以他们的水平相对来讲差不了太多。
可是守城的士兵却占据着城墙，算是拥有地利。京城的城墙极高，想要攻破并不容易，所以京畿卫应该是能守得住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京中再出乱子，那就会变得相当麻烦的，因为京畿卫再抽调不出人手来维护治安，荣景生肯定会挑唆人出来闹事，所以现在九司要做的就是擒贼擒王，先弄死荣景生。只怕荣景生也是这么想的，王爷在外面怕是有危险。你担心也是没有用的，不要说你现在出不去，就算你能出去，就你这熊样，是你保护王爷还是王爷保护你啊？你受伤了就好好休息，别瞎操心。你若是觉得自己身残还能治奸的话，说王妃有危险，你保护好王妃便是。剑妻又无语，剑十一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还是蛮有道理。剑妻，你受伤了就该有个伤员的样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比如说我吧，我现在困在这里，心里十分担心九司，但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能荡平京中的牛鬼蛇神。我也相信，就算是他处于不利局面，也有办法改变局面，成为赢家。而如今我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不成为他的拖累。他此时其实更担心穆无忧一些，在这个时候，王府会成为被人攻击的对象。穆无忧在王府，他和荣九司此时都顾不上他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知道剑十二会保护好穆无忧，而他在这里虽然出不去，但是外面的人也进不来，反而会更加安全。王妃说的对。他说完又瞪了剑十一一眼，我虽然受了伤，但是这点伤不影响我保护好王妃。剑十一笑了笑，不跟他在这件事情上做争辩。如慕云舒所料，荣九司从苏府这边离开后，就准备去大皇子府找荣景深。荣九司看到摄政王府的方向，漫起了滔天的火光。王爷，现在要赶回王府吗？本王出发之前就已经派人去保护无忧了，留在王府的侍卫都是精英，巡守十分严密，还有阵法加持配合。除了这些之外，本王之前还让人修了易守难攻的壁垒。有这些准备，再加上有杜心之在王府，无忧不会出事的。他们此时在王府放火，不过是想乱了本王的心神，然后牵着本王的鼻子走。从来只有本王牵着别人的鼻子走，就没有人能够牵着本王的鼻子走。我们不改变计划，继续出发去大皇子府。杜心之能成为王府的长史，本身能力不用怀疑，而杜心之之前是荣九司和军中的副将，无论是武功还是指挥能力都非常不错。荣九司就见他处事八面玲珑，便将他调到了王府里做长史。穆无忧从黑衣人攻打王府开始，就一直是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的四下打量。剑十二全身戒备的站在他的身边，生怕有人会伤到他。十二叔叔，你别那么紧张，无忧不怕的。再说了，那些坏人要是过来，不但十二叔叔能保护无忧，无忧自己也能保护自己的。剑十二被他的话逗笑了，就他这么一个小豆丁，在这种场合是绝对的弱者。不是我紧张，而是我不能再把你弄丢了。无忧这一次保证不乱跑，会一直跟在十二叔叔的身边。剑十二听到他这话，心里软成了一团。我知道无忧最关你。这些人为什么明明知道是送死，还非要往前面冲呢？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也是会死的？他们死了，他们的家人会伤心的。因为这些人听命于人，他们幕后的主子必定给了他们应有的好处，所以他们才会如此不顾一切。所以你们现在这样保护我，也是因为我爹给了你们好处吗？我们不一样，不要说我们原本就是孤儿，是王爷救了我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保护你。对我来讲，我还是你的师傅，和你之间的情谊就值得我拼尽全力的保护你。可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十二叔叔，说是真的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你要答应我，若真有危险，你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因为只有你保护好自己了，才能保护无忧。再则，如果你受了伤或者死了，无忧会很伤心的。他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带了哭腔。正常来讲，像他这么大的孩子，不太可能懂得生死的意义。可是穆无忧今日看到很多人死在了王府，虽然那些人很多都是黑衣人，但是也有王府的侍卫。穆无忧虽然还小，不太懂事，却还是知道那些侍卫是为了保护他才死的。剑十二听到穆无忧的这句话，愣了一下。他一直都知道穆无忧十分聪明，虽然年纪还小，但绝对是个妖孽。但是既聪明又善良，还能珍惜他人性命，有一颗能包容天下之心的人却极少。剑十二觉得穆无忧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千古明君。无忧，你别担心，我们不但会保护好你，也会保护好自己。杜心之此时恰好就在两人不远的地方，他听到穆无忧的话时，心里也有万千的感触。这样的穆无忧实在是很难让人不喜欢。如果说
他们之前保护木无忧更多的是责任，那么到此时，他们保护木无忧却是心甘情愿。十二叔叔，这是你答应我的，你可不许反悔。我们来拉钩吧。见十二轻笑了一声，朝他伸出了手指。杜心之在旁道：十二，你带小世子先回房，外面派我刘宪射过来。见十二轻点了一下头：杜叔叔，你也要保护好自己，等把坏人打跑之后，我就去钓鱼给你吃。好啊，那我就先谢谢小世子了。不用谢，我有喜欢十二叔叔，也喜欢杜叔叔，尤其是杜叔叔亲手做的桂花糕。等把坏人打跑之后，我亲手给无忧做。那我们也来拉个钩。杜心之笑着朝他伸出了手，就看到前面的院子被点着，火光冲天而起。他们怎么那么坏？这是跑到我们家里来杀人，还要放火烧我们房子，简直就是强盗。他们确实都是强盗，不过无忧不用担心，这些强盗猖狂不了多久了。他说完，让士兵调整队形，取出重弩，对着前面的那些黑衣人一射。那些黑衣人原本站得比较密，这一箭下去，直接就连穿了10个人。剑十二已经把木无忧抱了回去。与此同时，杜心之让人在王府的上空放了一记报平安的烟花。因为他知道黑衣人放火烧王府，那是要乱荣九思的心。荣九思在远处看到王府上空升腾起的烟花，嘴角微微上扬，他就知道杜心之不会让他失望。他之前说不担心，但是又怎么可能真的不担心？此时看到这个烟花，荣九思才算是彻底放心。杜心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他说完，轻拍了一下马腹，马朝前奔去。只是他还没走多远，荣景彻就从一旁闪了出来。王叔，这货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想要做什么？荣景彻其实平时很不愿意叫荣九思王叔，因为两人的年纪相差不多，辈分却差了很多。只是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叫荣九思王叔会更亲近和尊重，他怕荣九思这会儿精神太紧绷，他表现的诚意若是不够的话，会被荣九思一剑给结果了。你怎么在这里啊？我猜王叔会去找大哥，所以就在这里等王叔。你找本王做什么？为荣景深拖延时间吗？当然不是，我是来帮王叔的。帮本王？没错，之前王叔派间谍找过我，让我想办法杀了大哥，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可是今日我找到了机会，我有把握杀了他。你要如何动手？我今日已经取得荣景深的信任，他需要我的人马，只要我的人马进了大皇子府，将大门打开，王叔想要进大皇子府就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了。本王还以为你要拿着刀去杀荣景深呢。我自从上次被王叔教训了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的斤两了。我如今已经是个残废，身手大不如以前，哪怕荣景深此时重伤，我也不可能杀得了他呀，因为我在他的身边闻到了暗卫的气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大哥的房里至少有3个以上的暗卫，我一旦动手必死无疑。而我还不想死，我还想做个闲散王爷。我从出生就卷入皇权之争，跟人斗了20来年，我现在想过几天平静安逸的日子。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既然是这样的心思，那今夜本王就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让王叔失望的。那本王就静候佳音了。荣景彻行了个礼，对着旁边的巷子里挥了挥手。荣九思一扭头，便看见里面居然有上百个府兵。这些人方才因为没有杀意，荣九思匆匆而来，都没有发现他们。荣九思原本不是那么相信荣景彻，看到这一幕后反而信了。荣九思的嘴角微微抽了抽，荣景彻真的是个人才。荣景彻把他的那队人马喊出来后，对荣九思道：王叔，你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荣九思点头，你去吧。荣景彻当即便带着他的人马飞快地往大皇子府的方向走去。王爷，他可信吗？他们对我没有杀意，既然没有杀意，那他大概是信得过的。只是信不信得过，本王都觉得不重要。先看看。我们现在就等在这里？当然不是，这里离王府也不远。我们先回趟王府。他之前不回，是想尽早的把荣景深解决掉。现在荣景彻自告奋勇去对付荣景深，荣九思终究担心木无忧，还是决定先回去看看。他是信得过杜心之的能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回了王府，荣景深会觉得已牵制住了他。他也想知道后续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且他此时回去确认一下木无忧的安危，他也会更加安心。荣九思带着一人一回到王府，就直接清理掉了一大波黑衣杀手。很快他们就将那些黑衣杀手清除了干净。荣九思问：无忧没事吧？杜心之还没有回答，木无忧就从里面跑出来喊：爹，我没事。
你怕不怕呀？我不怕，可是今夜好多侍卫叔叔都战死了，还有很多人受了伤。我又能够体恤他们，心疼他们，我很高兴。只是今夜这样的情景不可能不流血的，适当的杀伐果断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我的命是这么多人的命换来的，我以后一定会照顾好自己。无忧是最好的。莫无忧伸手抱着荣九思的脖子，他觉得格外的安心。而荣九思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一直陪着莫无忧。保护好世子，王爷放心，我等一定会保护好世子。荣九思相信他的能力，扭头看着剑12，伸手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转身离开。爹，娘现在在哪里？安全吗？你别担心，你娘很安全。等爹把坏人消灭之后，就带她回来。那我在家等爹和娘亲回来，爹要快一点哦，无忧会想你和娘亲的。好，爹会尽早带你娘回来的。他说完扭头就走，莫无忧吸了吸鼻子，恋恋不舍地对他挥了挥手。而此时荣景彻也要带着他的300府兵去了大皇子府，他们到门口的时候就被人拦了下来。别误会，我是三皇子，我是来保护大哥的。门口的侍卫一看是他，立即去问管事，管事去请示了荣景深一番后便过来的。大殿下说了，3殿下的府兵守在王府的外围即可，等其他几位皇子的兵马过来的时候再集合起来去一起打荣九思。大哥这是不相信我吗？哈哈，不是大殿下不相信3殿下，而是大皇子府原本就不大，这么多人进来怕是挤不下呀。荣景彻被气笑了，大皇子府有多大别人不清楚，他不能不清楚。我冒着砍头的危险来助大哥，大哥却把我当傻子。既然大哥不相信我，那我也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他说完扭头对众府兵道：走，我们回府。众府兵齐声答应。是。管事一听这话就急了：3殿下，不是大殿下不信你，你不必多言，我不想听这些有的没的废话。我只能说，在这件事情里，我不是没得选择。大哥不相信我，我还可以去找摄政王。我相信摄政王的气魄一定比大哥要大。我的府兵人数虽然不多，只有300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几位兄弟，他们答应会把他们的府兵全部借给我。我们加一起的人数也不算多，也就1000把人吧。我相信摄政王能看到我们的价值，我们这个时候投靠他，想来会替他增加一些胜算吧。他说完就走，管事忙过来拉着他3殿下，你是真的误会大殿下了，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不相信你，相反他对你很是信任。方才大殿下让我这么说，是想试探一下3殿下。3殿下里面请，大殿下在等你。试探？这都什么时候了，大哥还试探我？他的疑心病可真重，只是他这样做，我对他已经失了信任。我怎么知道他这一次让我信血，会不会是想要害我呀？大殿下若是要害3殿下的话，之前3殿下进府的时候就可以动手了，也是因为眼下正值关键时期，大殿下才会更加谨慎一些。我进去可以，但是我的人要一起进去。那是自然。3殿下里边请。荣景彻轻哼了一声，带着他的人马进了大皇子府。他一进到里面，面色便变了，因为大皇子府里不知何时多了很多侍卫。他粗粗扫了一眼，那些侍卫应该有近1000人之多。荣景彻只粗粗扫了一下，就知道这些人个个都是身手都极好。这样的一群侍卫给了荣景彻极大的压力。荣景彻后悔卷入了他们的纷争之中，但是他知道这个劫他就躲不过，因为不管是荣九思还是荣景彻都不太可能放过他。这些侍卫都是哪里来的？大殿下既然要做事，自然会有周全的准备。荣景彻听了一句废话，没有再问。两人很快就到了荣景深的房间。方才试了一下3弟，3弟千万不要生气啊！其实我是愿意相信3弟的，只是你嫂子觉得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谨慎一点没有错。周氏站在一旁默不作声，没有反驳这句话。荣景彻轻撇了一下嘴，荣景深还是和以前一样虚伪，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找身边的人背锅。嫂子也没有错，这个确实得小心一点。他此时离荣景深很近，他在心里琢磨一剑捅死荣景深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是这个想法在荣景彻的心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弃了，因为荣景深的床边还站着一个人。荣景彻还是看出来了，那人就是个影卫，他若敢动手，那影卫肯定能立马解决掉他。他还不想死，我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3弟不介意，我十分欣慰。荣景彻知道自己的计划到此时便做出更改了。大哥有什么打算？为了今日，我已经筹谋了很长时间。3弟放心吧，这一次我一定能杀了荣九思。你这般助我，待我登上皇位之后，我必定会给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荣景彻听到这话，心里极为不屑，这个玩意现在已经在各种防备他了，就别提以后了。荣景深若是真的掌权了，只怕第一个要弄死的人就是他。他的面上却是一副十分感动的样子。我们是亲兄弟，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站在大哥这一边的。我知道大哥一向是个行事周全的，
只是眼下大哥身受重伤，难免会有些事情行事不太方便。我想为大哥解忧，大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的，大哥尽管吩咐。三弟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开心。今日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兄弟齐心协力，一定能赢荣九思。眼下这种情况，劳烦三弟替我去一趟摄政王府，把荣九思的儿子杀了。荣景彻不，他之前还觉得荣景深虽然心机深，但是做事还是有底线的，但是他现在却发现他真的高看了荣景深。大哥，对一个孩子下手会不会不太好啊？他第一次见到穆无忧的时候也想要杀穆无忧，结果却被穆无忧弄瞎了一只眼睛，再让他去杀穆无忧，他是真的不敢了。石无星已经亲自出手去杀穆云舒了，穆云舒大概是活不了的。若是此时再杀了荣九思的儿子，他一定会方寸大乱，只要他一乱，我们的胜算就会大很多。他此时十分后悔，当初掳走穆无忧的时候，为什么要讲究修养，没有直接杀了穆无忧？可是大哥，大人的事情和小孩子没有关系，对小孩子出手有些过了。三弟何时变得如此妇人之仁了？我记得三弟以前这种下作的事情没少做呀。大哥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做事是会有一些手段，但对小孩子下手这种事情，我是真没做过。我与三弟从小一起长大，对彼此还是相当了解的。你做过的那些事情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荣景彻的脸色有些难看。这件事情你要去做吗？不做。虽然我之前有些行事可能不太靠谱，但是我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大哥让我对一个只有3岁不到的孩子下手，我是真的做不到。他说完扭头就走，门口的侍卫将他拦了下来。我不顺着大哥的意思来，大哥是要杀了我吗？荣景深的表情有些难看，却挤出了一抹微笑来。三弟这话有些过了，你我是亲兄弟，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这些人是什么意思啊？我方才是在试三弟，若三弟毫不迟疑就答应的话，那么三弟就是个丧心病狂没有底线的人，这种人就实在是太过可怕了，往后还不知道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三弟现在的这种反应我十分满意。大哥的这种试探我真是承受不起。他知道荣景深方才说要杀穆无忧的话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只是荣景深在此时不想树敌，不想和他撕破脸，这样说不过是在安抚他罢了。眼下这种情况我想的难免会多一点，所以会更加小心一点。三弟今日的反应让我十分满意。来，三弟先坐下，我们好好说说话。荣景彻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坐下来，而是对他带过来的侍卫首领道：荣兄，你把我的那队贴身侍卫带过来，你再通知下去，没有我亲自发话，任何人不能调动你们。大哥说的对，特殊时期我们都要谨慎一点。我方才这样安排，也不是我要防着大哥，只是觉得我的人我自己负责，会更安心一点。其他几位兄弟们答应把他们的府兵借给我，那是对我的信任，我得对他们的人负责呀。大哥放心，我会好好约束好这些人的啊。只要大哥不让我们去做杀小孩那种缺德的事情，其他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去做。荣景深额前的青筋跳了跳，他挤出一抹微笑道：你说的对，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荣九思是什么性子，三弟也是知晓的，这一次我若败在他的手里，他一定不会放过三弟的。荣九思那般对父皇，那我们就一定会极不留情。大哥说的是，既然三弟的心性如此高洁，那就劳烦三弟带着人马去攻打城门。我相信有三弟和我的人里应外合，肯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城门。只要城门一打开，我的人一进来，京城就是我们的了。就算荣九思有再大的本事，这一次也在劫难逃。荣景彻没有直接答应。我们的人去攻打城门，那大哥的这些侍卫呢？荣九思这一次对我必定恨之入骨，他一定会带着人来攻打大皇子府，所以我的侍卫要留下来保护我。我瞧着大哥的那些人个个都武功高强，若派他们去攻打城墙，肯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要不然大哥让他们去攻打城墙，我们的人马留下来保护大哥。大哥放心，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好你。荣景深冷冷地看着他，大哥这样看着我，是不相信我能保护好你吗？我们是亲兄弟，我肯定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好你，你就放心吧。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我保护你啊？难不成大哥嘴里说信我，其实骨子里并不相信我？你的那些府兵是什么货色，你自己心里清楚，他们根本就保护不了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的人马吗？你若是看不起，你就直说，我们走就是。我不是看不起你们的人，只是要不这样吧，你我各出一半的人去攻打城墙，另一半的人留下来保护我们。荣景彻想了想后道：好，
那就这么做。这是两人商议好了，荣景彻便出去调动他的人马。荣景深盯着他的背影，眼里满是杀意。荣景彻出去也在纠结，这种情况他又怎么做才能杀得了荣景深？正在此时，外面传来荣九思的声音：“阿彻，你杀了荣景深了吗？”虽然荣九思是在外面说话，大皇子府也很大，但是他是用内力在说话，所以王府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想爆粗口，荣九思不做人呢！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是想要弄死我吗？你若是现在没有杀了荣景深也没关系，本王现在带着人马跟你里应外合。荣景彻不语，他一点都不想里应外合，他只想好好活着。他下意识地扭头朝荣景深看了过去。荣景彻，他一蹦3尺高，对门口他的侍卫道：“跟他们拼了！”他的侍卫首领则跑到他的身边护着他。荣景彻，你个蠢蛋呐！快走！等一下，先给荣景深一剑。他的侍卫拿着弓对着荣景深就射，他身边的那些暗卫在这一刻露出来大半，将他团团护着，那箭自然是射不中他了。荣景彻一看失手，立即对他的侍卫道：“快走快走，王叔，救命啊！”只是他这会儿手忙脚乱，忘了用内力，声音很小，根本就传不出去。来人，杀了三皇子！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刹那间，整个大皇子府里乱成一团。荣景彻这个混蛋，他居然真的投靠了荣九思，他就不怕荣九思杀了他？陛下，现在怎么办？我方才就应该杀了荣景彻的，他真的是疯了才会投靠荣九思。眼下这样的情形，我们只能暂避锋芒。如何暂避锋芒？荣景深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对身边的侍卫道：“不管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杀了荣景彻。”今日荣景彻把他耍得团团转，他此时恨荣景彻多过于荣九思。周氏听到他的这句话，表情极度难看。在这个时候，荣景深想的还是个人的小恩怨，看不到大局。荣九思不过是在外面喊了一句，就把整个王府搅和得鸡犬不宁。两人的差距就这么一件事情，两人的格局就立即全出来了。荣景彻此时是真的苦不堪言，他的府兵和荣景深的兵马一交手，就处于绝对的劣势。杀出去！他的府兵战斗力虽然不强，但是胜在人数还不少，护着他往外逃问题不大。王叔，救命啊！大皇子的大门紧闭，里面的动静越来越大。这么大的动静，荣九思还听到了荣景彻的号声。荣九思对剑13道：“动手！”剑13应了一声，施展轻功跃到了围墙之上。虽然还遇到了攻击，但是他们的身手极好，很快就把门口的守卫解决了。剑13把那几个侍卫解决掉之后，就跃下来将大皇子府的大门打开。大门一开，荣九思立即带着人马冲进了大皇子府。荣景彻此时也快要杀到门口了，他远远的看见荣九思：“王叔，救命啊！”这货怂的真直接呀！发生什么事了？荣景彻幽怨的看了他一眼，却也不敢抱怨。荣景深就在里面，王叔冲进去就能杀了他。有支利箭朝荣景彻射了过来，他反应极快的躲到荣九思的身后。荣九思不语，他伸手将那支箭挑开。你可真有出息！荣景彻缩着脖子，没敢说话。此时也不是说话的时候。荣九思的兵马和荣景彻的兵马汇合之后，形势顿时就逆转。荣景彻的府兵虽然战斗力不是太高，剑13指挥着那人马，战斗力一下子就提升了不少。只是荣景深的兵马知道，这一次他们若是战败了，荣九思必定会杀了荣景深，他们全部都拼死抵抗。荣九思带着人艰难地向前而行，越是往后，那些人就真的疯狂。等他们杀到荣景深的住处，却不见了荣景深。方才还在这里的，半个时辰的时间足够让他逃走了。可是他原本身上就受了伤，根本就跑不远。荣九思四下看了看，他进来之前其实还让人把大皇子府的各种门全部都守着，只是到如今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消息传过来，这就意味着荣景深并没有从任何的门口离开，那就只有一个方式了。他是属老鼠的。荣景彻一下子没有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不对啊，他是属猪的呀。你才是猪，我怎么就成猪了？荣九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扭头看向剑13，找一下这屋子里的地道。剑13很快就在屋子里找了一圈，就找到了一条地道。荣九思立即让侍卫去地道里找人，只是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了。荣九思问：人呢？里面的地道塌了，塌了就想办法弄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找出荣景深。剑13应了一声，立即带着人去做这事。荣九思则在此时想想，荣景深会躲到哪里去？这些年来，荣景深藏得极深，荣九思并不
不了解他，就算是荣九思，也依旧猜不出来荣景生会去向哪里。城门外的喊杀声比之前更大了些。荣景彻凑到荣九思的身边问：“王叔，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直接攻进来吧？”他伸手把荣景彻推到一边。荣景彻不语，他被荣九思嫌弃了，但是他不敢多说什么。荣九思没再搭理他，扭头去忙后续的事情。荣景彻立即跟了过去。你跟着本王做什么？跟在王叔的身边，我更有安全感。这玩意儿真是绝了！滚！他真的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他这一次也算是冒了巨大的险，今日又被吓到了，寻求一下安全感有错吗？于是荣九思往前走，他就又跟了过去。荣九思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自己回府待着，万一城破了怎么办？那你去死吧！荣景彻不，他什么都不敢说了，只是荣九思走到哪里，荣景彻就跟到哪里。因为荣景彻发现了一件事，荣九思虽然看起来很凶，却并没有动手伤他，这也就意味着荣九思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凶。他第一次发现了荣九思的温度，平时看起来那么霸道的荣九思，原来也没有那么可怕。在这京城，他觉得在荣九思的身边是最安全的。荣景深此时还在京城，他原本在府里打通了一条通向城外的通道，只是他们走到一半就发现事情不对，因为前面的路已经被封住了。怎么回事？前面的路被封了，有法子清理出路来吗？不知道前面堵了多长，想要清理出来有些难度。那就往上打。侍卫应了一声，立即就往上挖。燕儿轻声道：“娘，我好害怕。”别怕，娘会保护你。慕云舒此时在苏府里听着外面的动静，他被困在这里，一点忙都帮不上，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他心里十分着急。慕云舒心里暴躁，没有事情做，那就只能去打苏玉心了。从苏玉心被绑到如今，没有人喂他喝一口水，吃一口饭。苏玉心看着慕云舒的时候，终于知道害怕了。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放了我吧。放了你，让你以后继续躲在暗中害我吗？我真的不敢了。我不相信你。要不你去踹他几脚，我怕打他脏了我的手。剑妻却不会嫌苏玉心脏了他的脚，他直接过去一脚把苏玉心踹得倒飞了10余丈。果然做这种事情还得是剑妻啊。只是苏玉心飞出去之后，身体落在地上，地面上立即就被砸了一个大坑。我去，我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他寻思他方才也没有用隔山打牛的方式，怎么就把苏玉心踹出去之后还能把地面给砸个大洞。下一刻地洞里伸出了一把刀，那把刀直接刺穿了苏玉心的胸口，将他从地洞里顶了出来。他的身体被顶出来之后，有人从里面冒出了个头。这是什么鬼东西？剑十一反应很快，立即取出了背在身后的弓箭，一箭就将地洞里刚冒出的头射了个对穿。保护王妃。这一次剑七也反应过来了，不是他的武功比之前精进了，而是这下面被人挖空了。他们的人数虽然不算好多，但是武功高强，再加上地道口原本就不大，一次最多就只能出来2个人，他们守在地道口就能把冒头的人给杀了。只是转眼的功夫，地道口就全部都堆满了尸体。慕云舒看到这一幕，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跟着荣九思回京之后，和地道有关的事情已经听过好几起。打地道这事儿最杰出的人物应该是元明帝，大皇子似乎也很擅长。元明帝已经死了，所以不可能是他，所以现在是荣景深被荣九思打得落花流水，然后从地道里逃走吗？因为荣景深若是从地道里逃走，身边就不可能带着太多侍卫。你们可是大皇子的人。没错，我们是大皇子的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大皇子的人，是来接应他的。不过你说你们是大皇子的人，我们不太相信。你让大皇子冒个头来让我确认一下。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而是大殿下身份尊贵，不能冒险。再则你们一开始就下杀手，我们如何能信你们？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什么叫那就算了？他们不是说自己是大皇子的人吗？都不想办法再证明一下他们对大皇子的忠心吗？你问他们是什么人，如何证明他们效忠于我？他边上的侍卫一言问了：你们都不能证明你们是大皇子的人，又如何让我们证明？依我看，你们是荣九思的人。两拨人马，一个不愿冒险，一个根本就不可能证明自己是荣景深的人，顿时就僵持在那里。慕云舒他们在外面拥有着绝对的主动权，此时他一点都不着急，他让众侍卫守在洞口，见人出来就捅。而论整人这件事情，慕云舒一向很有一手，他现在要做的是大概确定一下荣景深带了多少人过来。慕云舒先让苏府的厨子烧了一大锅的开水，然后让剑十一带着人往里面浇，里面瞬间满是咒骂声。慕云舒让耳力好的侍卫站在一旁认真听，看看里面的动静如何。侍卫听了一圈后
总结：根据他们闹出来的动静，里面应该至少还有20余个活人，不过也不排除还有些人离得远，听不到他们的动静，实际人数比我方才说的要多。慕云舒想了想后道：以荣景深的性子，他若猜测我们可能是他们的敌人，肯定会把身手好的侍卫都带在身边的。我们担心他们会出来，他们也担心我们进去杀了他。既然如此，那就表示散在四周就算有人也不足以为惧。现在我们可以准备一下，给他们一个大惊喜了。什么大惊喜？你见过农人熏老鼠吗？哦，所以王妃是要把他们熏出来。没错，且这个烟我还会为他们精心准备。剑切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后，觉得荣景深他们这一次怕是要倒大霉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当然有了。苏府里有现成的柴火，那些木柴十分干燥，他浇了些水在上面，让其变得湿一点。他把水浇完了之后，就让剑奇拿着干柴把这些湿的柴火点燃。慕云舒再在那些柴的上面撒了一些药粉，然后就把那湿柴扔进了地道之中。剑士一则带着侍卫守在洞口旁，只等里面的人一出来，他们就动手砍人。那带着浓烟的柴火一扔进，里面就满是骂骂咧咧的声音。来人，把那个东西扔上去。侍卫要去扔那些湿柴的时候，发现全身没有力气，他强撑着去一扔，结果一到洞口，上面就射来了一箭，将他射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慕云舒这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大殿下真的是继承了废帝的优良传统啊！这地洞打得甚妙，让我大开眼界啊！荣景深听到慕云舒的声音时，表情十分难看。之前他和石无星达成了某个约定，联手对付荣九思，由石无星设法引慕云舒出来，乱荣九思的心神。可是现在慕云舒不但看起来像没事人，还拦了他的路，想要杀了他。石无星这个混蛋！你见到我又跟石无星有什么关系？是石无星算出来我会出现在这里，让你在这里拦着我的吧？石无星什么时候让我守在这里的？我今日能拦着你，完全就是个意外啊！只是这种事情他也不需要在他的面前多加解释。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石无星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说了要跟我合作，却想要杀了我。出城的地道肯定是他放的。荣景深要打地洞出城，却被石无星断了退路。哼，这事儿就有点意思了。石无星到底想要做什么呢？石无星要做什么，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又或者说，除了在慕云舒的事情上会陷入自己的执念走不出来外，在其他的事情上他都很清楚。于晨渊站在他的身边问：刀子，我今日真的能杀得了元明帝吗？他当初和石无星合作，不过是因为石无星告诉他能让他亲手杀了元明帝。于晨渊自于府巨变之后，他最大的执念就是杀了元明帝，为于府所有人报仇。顶多就是撤销道门，可是荣景深不一样，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之后，他就会觉得道门对他有威胁，他会毁了道门。我虽然不是一个合格的道子，但是总归不能让道门毁在我的手里。他不想当道子，但是他却不得不管道门，毕竟道门是他的家。暗影没能明白他这句话的逻辑。可是荣九思如今只怕恨道子，更不会善待道门。你不了解荣九思，只要我不带着道门和他作对，他就不敢动道门。也许道门以后不会再有之前的荣光，但是只要道门以后不惹事，荣九思是能容得下道门的。所以道子是要帮荣九思对付荣景深。我不是帮他，我只是重新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再说了，就荣九思的能力，哪里需要我来帮啊？我做的这些事情顶多算是锦上添花吧。荣九思根本就不需要我的锦上添花，我只是借这些事情来告诉荣九思我的立场罢了。他了解荣九思，知道荣九思的能力，不管这一次荣景深准备了多久，又是多么的出其不意，最后的胜利者只可能是荣九思。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其实很是苍白可笑。当然我会想办法带你进宫的，你进宫之后潜入元明帝的寝宫，就能把他杀了。他说完又递给于晨渊一张皇宫的地形图，为于晨渊规划最好的路线。他今天听到了宫里的丧钟声，早就猜到元明帝已经死了。他此时让于晨渊进宫杀已死的元明帝，自然有他的计划。于晨渊也听到了丧钟的声音，只是因为那丧钟不是9声，所以他就没有往元明帝的身上猜。我这一次若能报仇雪恨，若还能活着，以后一定会重谢道子。我不需要你谢，你若能活着，那必定是你自己的造化。于晨渊没有再说话，转身便施展轻功潜入宫里。他一走，暗影便轻声对石无星道：道子，你为什么让他进宫啊？元明帝不是已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于将军忠魂义骨，总归不能让于晨渊埋没了。这些年支撑着于晨渊活下来的信念就是报仇。
总归得让他去杀一回元明帝，他才能安心。阿影听到这话，看了石无星一眼，他总觉得石无星的这番话里有一个巨大的坑，只是他此时不是太明白石无星为什么要坑于晨渊。他问了另一个问题：道子为什么要断了大皇子出城的路？石无星回答：因为他拿道门威胁我了，而我最讨厌被人威胁。我虽然得罪了荣九思，但是荣九思是个君子，不会去耍阴招去害道门的人。于晨渊进宫之后，避开了巡守，到了内宫。陈王帮荣九思守着皇宫，他的内心是有些焦躁的，因为外面的喊杀声，宫里都能听得见。他不知道荣九思能不能守得住城门。对于元明帝被杀这件事情，荣九思和陈王都选择压后处理。但是陈王挺愁的，荣九思没有先帝的传位诏书，说是再背上个杀了元明帝的名声，以后就算是继承大统，也会被朝臣们说三道四。陈王在心里琢磨，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把荣九思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他正琢磨的时候，看见一个身形板正、腰挺得笔直的太监朝元明帝的寝宫走去，他立即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是哪个宫的？于晨渊一听是陈王的这句话，二话不说，立即就往元明帝的寝宫跑去。来人，拦住他！是。元明帝的寝宫门口有侍卫守着，一看这情景，立即就来拦于晨渊。他此时一冲到门口，对着那些侍卫就扔了一把迷药，那药的分量十足，效果极强，一下子就把门口的侍卫给放翻了。哪里来的宵小，竟然跑到皇宫里放肆！于晨渊飞快地进了寝宫，直奔元明帝的床前。荣九思虽然让人撞响了丧钟，但是却没时间处理元明帝的尸体。陈王实在是不想看到他那干巴巴的尸体，还在他的尸体上盖了一床被子。这种情况看在于晨渊的眼里，那就是元明帝还躺在龙床之上。于晨渊来不及细看，拿着剑就直接捅了过去。混俊，还于父上下136条命来！走到门口的陈王，他愣了一下。于父？哪个于父？可是曾经镇国大将军的于父。于晨渊没有理会陈王，他看向元明帝。元明帝此时还是之前死的样子，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混俊，我终于杀了你了！他说完，拿起剑对着元明帝又连捅了10几刀。这他妈都是什么跟什么呀！来人，把他拿下！于晨渊是为了杀元明帝而来，此时他觉得大仇得报，那就没有必要再在宫里待着了。他转身就欲逃，陈王方才让他闯进来，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此时若是还让他从宫里逃出去，那就是陈王的无能了。更不要说于晨渊这番过来，对着元明帝一通乱捅，这事儿以后还得跟大臣们交代。于晨渊一冲出寝宫的大门，一张大网从天而降，将他兜头罩住。陈王走到于晨渊的面前，可把你能耐的，闯进宫里杀了元明帝，还连捅他好几刀，胆子可真大呀！说吧，你是什么人？于晨渊被抓住之后，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此时心愿也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是于将军的儿子于晨渊，今日进宫就是为了杀狗皇帝，为于父枉死之人报仇。你果然是于将军的儿子，还有点血性。于将军在世时和陈王相熟，两人的关系还不错。于府当年被处极刑时，陈王就在一旁。这些年来，陈王也十分关注于晨渊的事情，知道这个也是个胆大包天的。爹娘，大哥，我终于杀了昏君，为你们报仇了。陈王原本想提醒于晨渊，元明帝早就已经死了，这仇于晨渊这辈子都报不成了。在这一刻，陈王生出了一个想法：于晨渊既然这么想要杀了元明帝报仇，那么就让于晨渊杀了元明帝又何妨？如此一来，有人领先了这件事情，就能把荣九思从元明帝的这件事情中摘出来。这简直就是两全其美！你胆大包天，竟敢谋杀皇上，简直就是罪该万死！来人，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是。陈王也没让那些侍卫把于晨渊带去很远的地方，而是把他就近安排在附近的偏殿。因为现在外面乱成一团，陈王觉得像于晨渊这么重要的人，得由他亲自看管。如今只要荣九思能守得住城门，那么他们的胜算便又大了些。慕云舒在确定地道里有荣景深之后，他也不会再对他客气了。他的那几个带了迷药的火把扔下去后，初时荣景深还能叫骂，后面他就被放倒了，再不能叫骂。周氏在昏迷前大声道：王神，我知道我没脸求你什么，但是大人的事情和小孩子无关，我求你不要杀燕儿，他还小，什么都不懂。慕云舒听到周氏的声音，才知道荣景深这一次是连周氏也一并带上了。他的眸光微微一动，确定里面的人被放倒之后，才让剑十一吃了一枚必毒的药丸，蒙了口鼻，把人从地道里搬了上来。剑七想要拿脚踹他，被慕云舒给拦住了。轻一点，别太重了，重了可能一脚就被踹死了。
他这样的人死了才好。他现在还有点用，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那他要怎么死啊？当然得让他知道他从来就立身不正。我要让他看着九思登基，让他看着他一无所有。他如今在我们手里，我想让他怎么死，他就会怎么死。剑七知道他一向极有想法，他此时说荣景深还不能死，那就一定有他的理由。好吧，这事儿听王妃的。他说完还是踹了荣景深两脚，只是这两脚的力气不算大。慕云舒没有为难周氏和燕儿，给他们用了解药，他们很快就醒了过来。多谢王妃不杀之恩。你现在还在我的手里，要不要杀你不过在我一念之间罢了。你现在就来谢我，会不会太早？王妃不是那种滥杀无辜之人，你此时没有杀我和燕儿，那就不会再动手。你得感谢你当初没有伤害无忧，否则你此时已经死得透透的。我知道。你怎么不问荣景深如何了？因为我问了也没用。王妃若是杀他，哪怕是我跪下来求王妃，王妃也不会放过他。你是个聪明人，皇权的更替一直都是成王败寇，荣景深落在我手里，他便已经输了。我知道。你就不关心他的下场？关心又如何？不关心又如何？我当初劝不住他，左右不了他行事的方式，如今我也左右不了。你要如何对他？说是我跪下来求你，你就会放过他。我是愿意跪下来的，可是如今我既然跪下来求你是没用的，那又何必自取其辱？我如今所求，只求王妃看在当初我没有伤害无忧的份上，给燕儿一条活路。燕儿无辜，我是不会迁怒于他的。周氏对着他磕了一个头，多谢王妃。慕云舒觉得周氏还是很有意思的。周氏不求他放了荣景深，只求放了燕儿。从某种程度来讲，周氏是个绝对的聪明人，这些事情都看得十分清楚。他对剑十一道：想办法给王爷传个消息，就说我们抓住了荣景深。剑十一应了一声，立即去忙。剑七瞪大眼睛看着荣景深，生怕他醒来了跑掉。在这个时候，想要和荣九思联系不太容易的，他们出不去，此时也不知道荣九思在哪里。剑十一想了想，决定放个烟花，试图联络荣九思。荣九思看到那个烟花的时候，眉头皱了起来。之前慕云舒被困在苏府的时候都没有向他求救，如今慕云舒却向他释放信号，要么是他遇到了危险，要么是他遇到了特殊的事情。他的心里有些不安，对剑十三道：本王去一趟苏府，你们在这里守着城墙。王爷放心，属下一定会守好城门，绝不让那些人闯进来。荣九思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带着人走下了城门。从那里去苏府约莫需要1刻钟的时间，他骑着马很快就到了。云舒，出什么事了？王妃抓住了荣景深，你们怎么抓住荣景深的？我们在苏府里好好的待着，荣景深从地道里钻了出来，倒也不是我非要去抓他，是他非要让我抓他的。他竟无言以对。你守好荣景深，余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只要他平安，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件事儿。好。荣九思稍稍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很快便有了计较。他直接回了城墙边。荣景深谋反已被抓，尔等速速投降。荣九思找来了一个模样和荣景深有5分相似的士兵，站在了墙头。城下的将领听到了这一声吼，面色大变。他们之所以会冒险来攻城，为的是荣华富贵。若是荣景深都被抓了，他们又将效忠于谁？他们不是没有怀疑城上是在乱喊，但是他们更知道荣九思的能力，更不要说荣景深之前和他们约好子时在城外相见，而到此时荣景深都还没有出现，这也就意味着荣景深已经出事了。恰在此时，城外杀声大作，是剑三已经打败了围攻京大营的兵马，带着兵马打了过来。刹那间，元明帝苦心培养的那队兵马就成了夹心饼干，腹背受敌。这一仗打到这里，就再也没有必要打下去了。为首的将领举手投降。荣景彻原本帮着守城，他以为这一次可能会十分凶险，他也确实感觉到凶险，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结束的这么快。他随手拉了一个士兵问：这就结束了？对呀，我家王爷打仗一向十分利索，不要说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了，哪怕是当初的鞑人，也轻易被我家王爷打得落花流水。这个士兵恰好是荣九思的侍卫，跟在荣九思的身边多年，曾跟着荣九思上过战场，此时打赢了，难得有空闲的时间，便在那里跟荣景彻讲荣九思的故事。荣九思忙完后，恰好从他们的身边路过，他原本没打算搭理荣景彻，没想到这个二货对着他直接就跪了下去。王叔，我错了。你又做错什么事了？我曾经不该想方设法从你这里夺兵权，我如今明白了，这些兵马就算是给到我也玩不转。这都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荣景彻还好意思提？难得你有自知之明。他不想多说，抬脚就走。王叔，荣九思回头看他，还有事？他此时急着去救慕云舒，没有心情跟荣景彻多说什么。我错了。本王知道你错了。他说完大步离开。王叔，你能不能原谅我？本王原谅你了。荣景彻这么一个二货，如今没有威胁了，他才不会在荣景彻的身上浪费时间。王爷原谅我了。王爷一向心胸宽阔，才不会和你一般计较。
荣九思很快就到了慕云舒那里，准备破阵。只是他过去的时候却发现了异常，之前困住慕云舒的那个阵法，此时已经消失不见了。隔得远远的，他看见了施无星站在不远处。施无星冲他微微一笑，转身离开。剑十三想要去追，荣九思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发现这一次的事情不对，施无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实在是太巧了。很快，剑十三就回来了。王爷，施无星不见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封信。荣九思伸手接过了那封信，上面只有一行字：放过道门。荣九思看向施无星消失的方向，眼睛微微眯了起来。他不太清楚施无星为什么最后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是他还担心施无星这一次会再做其他的安排。他便飞快地往里走，确认慕云舒的安全。他进去的时候，剑十一看见他，王爷来了。慕云舒听到这句声音，立即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开心地扑进他的怀里。九思，我好想你啊！他被困在苏府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超过3天，但是这段时间对他而言却是格外的漫长。这几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多少有些提心吊胆。如今荣九思能出现在这里，那就代表他赢了。就算不是完全尘埃落定，那他至少也掌控了大局。我也很想你，你没事吧？你看我这模样，像是有事的样子吗？荣九思见他这眼底，虽然因为没有休息好还有乌青，但是整个人十分精神，没有受伤。你没事就好。外面现在什么情况？荣九思粗略地讲了一下外面发生的事情，最后总结：剑三带着兵马杀了过来，元明帝辛苦培养的兵马已经全部被收服了。剑三他们在处理后续的事情，不用多久，京城便能彻底平定。无忧呢？他没事吧？他在王府，有杜心之和剑十儿护着他，他很安全。慕云舒听到这儿，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慕无忧平安无事，他就能彻底放心了。荣景深在哪里？慕云舒带他去屋子里看荣景深，他此时还没有醒。周氏看到荣九思的时候行了一个礼。他死了吗？他还有最后一口气呢，伤口裂开之后比之前会更加严重的。看他现在的样子，用药吊着还能再活几天。伤成这样还敢到处乱跑，简直就是找死。没错，他就是在找死啊！权力惑人心呢。我送你回家，要不然无忧会很担心你的。慕云舒轻点了一下头，他也很想慕无忧。他们出苏府后，慕云舒就发现今日的京城和之前不太一样，原本繁华的街道上此时几乎看不见人。好在挡住了荣景深进城的那些士兵，否则京中就不只是荒凉了。自荣景深的兵马围城之后，京中只有2个地方有战火，一个摄政王府，一个是大皇子府。这2个地方多少都有些损毁，但是其他地方却没有被战火波及。只是他到王府后，看到被烧的一大片的摄政王府，就又有些恼火。荣景深这狗日的，打不过就打不过，放火烧宅子，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呢？要不你去烧了大皇子府，出下这口恶气。要是把他宅子烧了，王府能恢复的话，我一准过去把他家给烧了。荣九思闷笑了几声，他行事一向有自己的准则，不会轻易迁怒他人。慕云舒骂完了，便开始琢磨要如何重修摄政王府。只是他却又想到了另一件事，荣九思这一次打败了荣景深，又废了元明帝，他已经成为了大晋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他大概率是要登基的。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提醒他另一件事，